感觉如何？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？没什么感觉，一切都感觉身子轻了不少，就是还有些使不上劲儿。过几天就恢复了，不用担心。这2天我再给你做点药膳。公子啊，要不要给家里传个消息？先不用，就说拖着命了，还没死。是。我身体差不多了，过些日子你便回去吧。这些年跟着我东奔西走，也没过过安生日子，回去好好养老吧。公子啊，放心吧，我暂时不会离开这里，但我的行踪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是。出手阻拦抓药的人到了，但对方已服毒，并不知道背后的主子是谁。哼，就那么几个人而已，这事儿你不用担心了。狐狸总有一天会露出尾巴来。这么多年，总为活着而奔波，接下来，我只想好好享受活着。是。公子，这次小神医出力不少，我们是不是准备？不必准备东西，我不打算谢他。这……行了，剩下的事情你不用管了，先在这里休息些日子，便回去吧。是。星梅啊，陈家村的事情，娘，这事儿我听小磊的。大姐，现在给你找婆家，又不是给二姐找，你咋啥都听二姐的？你二姐聪明，我脑瓜子笨，怕被骗了，所以我愿意听小磊的，小磊也不会害我。娘，那天王大娘去陈家的时候，我跟着去了。啊，那陈宗光咋没认出你来啊？我去的时候稍微改变了一下，自然不会让他们认出来。当时王大娘刚走，我去讨一碗水喝，他们给了。这听着还不错，咱村里有人家遇到讨水喝的，可是不愿意给他。不，他们给的是凉水。后来我在县里，大姐与他见面那天分开后又见到了。陈宗光用银子买通几个混混，去欺负一个少年，似乎也姓陈。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关小妮立刻不愿意了，这样的人家，这样的人品，将自己女儿嫁过去，无异于推入火坑。前几天我回家的时候，在镇上遇到陈宗光了，他身边站着一个女孩，听起来两人关系不一般，似乎是打算成亲的。陈宗光跟女孩说，他过些日子可能要来县城里干活，到时候可以给女孩在镇上租个屋子，他时不时的去看看女孩。行了，今天回去之后啊，我就跟王大娘说，这事儿不成，就这样的孩子，星梅嫁过去，那还不是进了火坑啊？二姐，你可真厉害。陈家这孩子这样，王大娘怎么还能说挺好的呢？我问过了，王大娘是王家村的，距离远，打听到的都是好话，就连陈家村的人说起来，那一家人也挺好的。这事就算了，我回头跟王大娘说。爹娘，大哥大嫂，我过几日想离开家，去外面转转。怎么又想着出门了？罗星磊心惊，突然想到方阳的病好了，二哥这是要带着方阳去双宿双栖了。挺好，感情培养好了再回来就行了。出去转转也挺好。想好了？出门照顾好自己，爹娘没要求，怎么出去怎么回来就好。是，你爹说的对，怎么出去的怎么回来，如果有事儿就给家里传消息。小神医在忙吗？易老，你有事儿？我是打算来告诉您一声，过2天我就打算离开了。罗星磊一听倒也没有诧异，毕竟二哥要走，方阳肯定要一起走的，所以亦要来告诉他，竟让他感觉一切都是正常的。好，什么时候走？为您饯行。不麻烦小神医了，我厚着老脸过来，其实是想问问小神医的那本医书，可不可以借给我看看？明日再给您吧。好，时辰不早啊，小神医早些休息。二哥不在，家里的事情就靠你了。家里的事情，二哥不用担心。
心中虽然对二哥不舍，但好在二哥有基友陪着，不会那么孤单。二哥走了，估摸易耀也要今天走吧。听说你二哥要离开家出去走走。你就装吧，我都知道你们要一起走了，你装的还挺像。小神医，这书我还没看完。易老慢慢看，我不着急。因为我马上就要走了，所以恐怕没有时间看了。那就送给易老吧。这真的可以吗？小神医，不如我先带走，回头有机会我再还给你，我保证不对别人泄露上面的内容。好，那你们东西可准备好了？好了。小神医，那我便先走了，我们后会有期。路上要小心。方阳哥哥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是东西没带吗？再不走就要追不上易老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自己要走？你不走，那我二哥怎么办？他惊讶地脱口而出。我不走和你二哥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方阳不走，二哥走了，这两人是吵架了？他不但这样想了，也这样问了。方阳哥哥，你和我二哥吵架了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不走啊？我要留下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可是易老走了，你身体好了不回家，家里人会担心的。没关系，我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，家里人也不会担心。方阳哥哥，以前的时候你和易老救过我，我这次救你也只是为了还恩情，所以我们之间谁也不欠谁了。以前那是易老救你的，与我无关，现在你救了我，我要报答。方阳哥哥，我二哥已经离开了，你不去追吗？还是你们之间吵架了？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误会什么呀？方阳在顷刻间想明白了，胸口有些起伏。这丫头竟然能想歪。没好气地看着他。我和你二哥没关系。没关系。罗兴磊自认为自己很能理解，毕竟这个时期的段秀在一起也是要顶着巨大的压力的。方阳不打算解释了，之前打算过段时间再说的想法，在电光火石之间就已经脱口而出。救命之恩，我无以为报，想以身相许。行吧，方阳哥哥怎么开心怎么来吧。虽然不知道你和二哥之间谁攻谁受，但好歹是二哥的幸福，我就勉强先同意了。以身相许，反正也都是罗家人，和谁过不是过呀。方阳哥哥，我今天过来还要去一趟李叔铺子，你先待着吧，我就先走了。我陪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我陪你去。好吧。李叔。丫头啊，你事情处理完没有啊？可是天天都有人上门在问你什么时候做堂了。我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这事儿，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，今天已经6号了，还是10号吧，我到时候过来，李叔可以挂牌子出去了。好，且不说赚多少银子了，只要做堂就能挽救不少性命。李叔，这几年来一姐他们也都可以独当一面的。这倒是，不过有些难的症状还是不行的。先不说了，我去写个你10号做堂的牌子，先挂上去。那天过来整理马厩的人，后来有没有来过？没来过了。哦。小磊妹妹，你是？我是陈宗光，之前与你大姐在聊天的时候，我们在茶楼见过。你还跟你大姐要了银子？我跟大姐要银子的次数太多了，你说的是哪次啊？你和你朋友一起去茶楼的，还说要出去玩，就前些日子。哦，是你啊。我来找你大姐，这里的人不让进，我只能在门口等着。他们跟你不熟，肯定不让进呢。这里管事的是我小婶儿，我能进去的。那你在这里继续等着吧。
小磊，你先别走啊，能不能带我一起进去啊？有些话我想跟你大姐亲口说说。你家好玩吗？好玩。有好吃的吗？有啊。那你先回去吧，我进去跟大姐说说，让大姐带我去你家玩。小磊，来的人是你呀？我还以为是陈家人呢。是我，不过陈宗光就在外面，刚才他还想让我带他进来，我没同意。这事儿闹的，娘不是已经给他们带话了吗？怎么还找到这儿来啊？这传出去也不太好。估计他们是着急了。大姐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事儿我会去解决的。行。你今天怎么过来了？就是因为陈家的事情过来的，没想到陈宗光就在外面。我进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作坊里有留下来的那些布，看着不太起眼的或者短小的，拼一下做几身小衣服给我。行，多的是，怎么不用好布料啊？遇到一个有意思的孩子，所以打算给做。大姐最好做成棉的，他们现在还穿着单衣呢。那多冷啊！多大的孩子？我现在去准备。就这么高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。行，什么时候要？大姐你先做吧，我今天要回家，最近不过来。你要回家就带回去，你要不回家就放到宅子那边去，我就不过来了。行。小磊妹妹，你有见到你姐姐吗？她怎么突然就不理我了？我姐一直也没有理你好吗？两人之间不合适就算了，陈公子你会有自己的良配，与我姐也不合适。小磊妹妹，怎么会这样说？我是哪里做的不好才会让你姐生气啊？没有让我姐生气，只不过你们之间不合适，我姐也不会见你的。陈宗光不信邪，非要在门口等着，结果罗星梅因为要做罗星磊说的棉衣，干脆晚上就住在这边，连门都没有出，她注定是白等了。姐姐，你是口渴了吗？不是，我特意来感谢你们的。那天多谢你们的热水。不可以的，我们什么也没干。这些东西你先拿着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姐姐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家大人在家吗？我想跟你家大人商量一下。姐姐你进来吧。姑娘，快坐吧。大娘，那天天气冷，路过讨了一碗热水，今天上门想特意谢谢你们。不用谢，出门在外也是可怜人，都是自家烧的水，没什么的。大娘，今天我过来其实是想看看你们家能不能收留我。什么？家里遭难，我过来想投奔亲戚，可是现在亲戚家也没有地方住。姑娘啊，你还是走吧，我家里这条件，想收留你恐怕也不行啊。大娘，我可以不在这吃，就住这行吗？姑娘，走吧，我家有大小伙子，你住在我家，外面会传闲话的，到时候会毁了你的名声。姐姐，我家里真的没有地方住，而且我娘是寡妇，村里人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没人愿意和我家扯上关系。姐姐还是走吧。姑娘，快走吧。正当他想着，外面走进来两个人。透过窗户，他看到了陈老婆子和陈宗光的娘走了进来，手里竟然还端着一个碗，篮子里也拎着食物。快进去，不要出来，不要说话。哟，老三媳妇这一天天不下炕，也不知道晚上干什么去了。哼，一个老娘们儿能干什么呀？还不是干那些个丢人现眼的事儿。你这死丫头，今天竟然都不过去洗衣服，我看你这是翅膀硬了。大伯娘，我给大哥缝好衣裳就去。哼，娘，依我看宗华这丫头今年12了，可以找婆家了。我听说呀，现在有很多人想找大姑娘呢，给的银子也不少。这事儿好办，不过村里人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还有陈宗宇那小子呢。娘，怕什么呀？我们先一点点开始，可以先想想嫁到哪里，
然后对外就说这丫头去大户人家当丫鬟去了。娘，宗华还太小了，不能给她找婆家呀。小什么小啊，都10几岁的孩子了，哪儿小了？还不快去给你奶端椅子。娘，这肉真好吃，回头留2块给宗光吧，这孩子这2天总往县里跑，也挺累的。成，回头我就将肉悄悄放起来。也不知道罗家那边抽了什么风啊，之前都是答应的好好的，现在竟然又不答应了，这不是耍着玩了吗？可不是嘛。不过娘您放心吧，咱宗光都说了，他有办法，罗家那姑娘啊肯定得嫁过来。我听宗光说那姑娘手里有银子，罗家有个废物，家里其他人都能赚银子，就是罗家那个2姑娘什么都不干，还净跟姐姐要银子花。回头宗光跟她成亲，这银子呀可得交到娘您手里管着，不能让小辈们拿着银子乱花了。我听说那天在茶楼里呀，那姑娘给她妹妹很多银子，可见罗家是有银子的。没问题，只要那姑娘进门，娘教你怎么将她治得服帖。现在关键还是在宗光，一定要让那个贱人答应嫁过来。是，宗光说了他有办法的。娘，没有人。陈婆子扫了一眼摆自己儿子牌位的桌子，到底是没有怀疑什么，也不愿意往前走，感觉太晦气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应该是走了。陈婆子与陈大娘也不愿意多待，就那样有说有笑地回去了。罗兴磊目睹了整个过程，终于明白为什么陈家村的人没有人说陈宗光一家的坏话。姑娘，走吧，我家就这情况，你若是真的借住下来，恐怕我也保不了你啊。他们那样对你们，为什么不直接说出去，让村里人看看他们的嘴脸？不能说，他们到时候会卖了我姐和宗英。我娘身体不好，家里没有人可以和他们抗衡，所以只能忍着。你们大哥不是挺厉害，为什么不告诉他呀？不行的，不能说。大哥知道，也只能是多让大哥生气和担心。家里都靠大哥一个人在维持，平常大哥不在家，他们就过来；好在大哥在家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过来。他们过来，无非就是拿些吃的在我们面前吃，然后让我们干点活，没什么的。怎么不试试？万一你大哥有办法呢？他到底是个孩子啊，那2人再怎么说，一个是亲奶奶，一个是亲大伯娘，传出去这孩子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？姑娘，你还是走吧。宗叔，你跟姐姐说说，他们一般多久过来一次？隔1天就来一次。好，进去吃东西吧。刚出陈家村，就正面迎上了陈宗宇。18岁的少年，身形特别单薄，满脸都是沧桑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但最好不要打我家人的主意。与其担心我，不如后天好好观察一下自己家里是什么样。在你不在的时候，可是有人欺负你那一家老老少少的。你胡说。是不是的，你后天看看就知道了。不过你平时在家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去，你走了他们才会去。罗兴磊说完就走了，也不给陈宗宇解疑惑。他打算后天再过来一趟，也不知道这陈家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，总感觉怪怪的。很快就又到了陈大娘和陈婆子去陈三娘家的这天。罗兴磊今天依旧乔装了一下，不过这次他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少年。你个小兔崽子，竟然敢打我！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呀！别打了，陈宗宇啊，你要造反是不是啊？她是你大伯娘，我是你奶奶呀，我们就让宗华那丫头洗个菜怎么啦？啊，还不能让她干点活呀？丫头片子干点活怎么啦？宗宇，你爹死了，我们就是最亲近的人，没想到你竟然敢对你大伯娘动手！
拳头招呼在被压在身下的人身上，身下压着的竟然是陈宗光。陈宗光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的，一点都动弹不得。哎呦，这孩子真是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打人呢？好歹都是兄弟啊。可不是咋的，这宗光奶奶和宗光娘还总给老三家送吃的呢。你们这些人呢，整天说那娘俩给宗宇家的这些孩子送吃的，可是这些孩子为什么还这么瘦啊？还不是因为人多，东西不够吃呗。宗光家自己也要吃啊，总不能都给宗宇家。他们婆媳隔一天就过来一趟，手里端着碗，还拎着一个特别大的篮子，篮子上面还盖着布，谁都不知道篮子里是什么。你们怎么就知道篮子里面的东西没有被他们带回去呢？宗光娘和宗光奶奶是什么样的人，村里谁不知道啊？他们怎么会突然就转了性，天天给老三家的送吃的呢？这还用说啊，肯定是因为宗宇爹没了。哎呀，宗光奶奶他们心疼孩子啊，所以天天送。以前不送是宗宇家里有啊。我记得宗宇外婆去世，宗宇爹和宗宇娘都在那边，孩子们在家里。那天下了很大的雨，家里屋子漏水，宗宇才10岁，家里都没有地方睡，孩子也不会自己做饭。那年宗光奶可是没有管他们呢。可是宗光奶他们天天送吃的，那是真的呀。东西拿过来了，进了屋子里，吃进谁肚子里谁知道啊？你们自己看看，宗华他们都瘦成什么样子了。每次都拿着吃的过来，碗里的东西你们吃了，篮子里的菜还有宗华给你们洗干净。如果洗不干净，便开始又打又骂。我没有这样的奶奶和大伯娘。我说呢，见天的就能看到这婆媳两个去给宋杰吃的。这孩子怎么还那么瘦？看着都成皮包骨了。可不是嘛，我也想着，这好歹都送了快1年多了，就是再能吃的孩子，怎么也都能养一些肉了，可是一直没有养出来呢。你们发现没有，宗宇每次在家的时候他们都不去，而且过年的时候宗宇家都是自己家里人过，也没有去大房那边呢。哎呦，你一说还真是，也没有见大房和二房那边过年给宗宇家送些吃的。按说这平时都吃了，过年也不能不管呢。哼，我就知道有猫腻。上次我看到这婆媳两人从宗宇家出来，我还好奇，明明东西都送了，干什么还用布盖着篮子？可见是有猫腻的。感情这是拿到人家家里去让孩子帮着洗菜，自己都省得动手了呢。宗宇家也是可怜，宗宇爹死了，这个家就散了，整个家里就靠宗宇一个，小的小，老的老，惨的惨。哎，是啊，宗飞多好一孩子，还不是伤到了，现在整天都在炕上躺着，才一个15岁的孩子呀，哎呦，真的是太受罪了。陈婆子若是好一点，当奶奶的就应该多体贴一点三房，没想到还这样欺负人，真是人心隔肚皮啊。罗兴磊算是听明白了，感情陈宗宇那3个弟弟妹妹还不是全部，还有一个不能下炕的陈宗飞，这日子是挺可怜的。还没死呢，别起宗飞的腿，我没要他一条腿就是好的。你们也快点离开吧，从此以后我们三房与你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宗宇呀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难不成要与我们断绝关系？是。行，既然你们三房要与我们断绝关系，那便去找族长来。宗叔，你跑快些，去族长家将人请过来。好。陈婆子又开始哭哭啼啼，总归就是陈宗宇哪里都不好，就不是个东西，三房一家都不是好的，要逼死他这个老太婆等等。罗兴磊感觉这陈婆子与赵氏有一拼，这哀嚎的本领是真的强大。族长来得很快，这么大的事情很快就赶了过来。事情处理好，处理决定，族长当着村里人的面读了一遍。陈家事情处理完之后，陈宗光的打也白挨了，陈宗光一家很快就离开了。族长在院子里对陈宗宇好好交代了一番，
陈宗宇全都安安静静地听着，最后点头组长离开。没有热闹可以看，村里之前的人全都三三两两地散开了。这下罗兴磊站在那里就有些尴尬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有缘人。你家里有2个病人，一个残了，一个心病。滚！我们家什么都没有，你个神棍，竟然想在我们家骗东西。哎，你先听我解释，我不是骗你的，我可以治好他们2个人的病。滚！刚才在人群中盯着看了许久，现在跑来说我家有病人，这是村里人都知道的事情，也不是什么秘密，稍微一打听就知道。你别这样粗鲁啊，我说的都是实事儿，我可以看好他们的病。滚！罗兴磊懂心理学，知道陈宗宇对自己是真的排斥，没办法，只能默默被陈宗宇赶出院子，然后有些失望地看了看陈家小院子，转身离开，一脸郁闷地回家。他想着自己要怎么样才能接近陈家人。你跑来干什么？给你送伞。雨大了，我偏不回去。你这样跑出来，自己身体能不能受得住你自己知道。你身子才刚好，还需要再养养。你这病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所以纵然现在治好了，接下来的日子还是要好好养着的。想要完完全全的恢复，需要半年的时间。所以这半年，你首先要做的是照顾好自己，而不是去照顾别人。是我的错。好啦，下次不可以这样。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做，你不要这样。先照顾好自己，就是对我的帮助了。快进来暖一暖，现在雨太大了，你这身上都湿透了。快喝吧，去寒气。小磊，这天气真冷，我也感觉自己身上寒气挺重的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福气能喝到一碗你亲自熬的红糖姜水。后院锅里有，你们自己去盛吧。雨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有很多人家要遭殃。这雨一会儿可千万要停，不然今年就成灾年了。是呀，百姓的日子好不容易好过一点，雨这样大，停了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爹娘，这个屋子漏雨了，我去看看。我吃饱了，出去一下。你去哪里？我跟你一起去。我身体好着呢，你这身体不行，不能跟着我去。你就在这里待着，我披个蓑衣撑个伞出去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我和你一起去。拿大夫的话不当话是不是？你这样不听话的病人才是要气死大夫。自己的身体不要了，我已经给你解释了，你身体不好，我这身体没事儿的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小雷啊，你是有什么事情去办，让别人去吧。这雨太大，你一个丫头别去了。我去看就行了，你别去了。我还是想自己去看看。雨就如同从天上往下倒一般，纵然披着蓑衣，手上撑着伞，可刚刚走出药铺没几步，他就感觉自己全身都湿了。雨太大，伞都撑不了多久，他只能尽可能地往前跑。罗兴阳也在跑，后面跟着方阳、罗兴利、祝来一、李青云等人。罗兴磊进去就看到，果然漏雨了，有几个女工正费力地抬着东西，想要将布放到一边去，他们也飞快地加入去帮忙。你们住的那边有没有事？刚开始下雨，大家都在这里，没有人在那边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可能情况不太好。那边没放什么贵重物品吧？这个应该没有，无非就是大家被褥。那就好。齐管事好像不在呀。这里的齐管事就是齐如意。罗兴梅慌忙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就白了，转身就往外跑。罗兴磊见状也是跟着往外走，方阳自是跟着罗兴磊的步子，罗兴阳几个人也跟着走了过去。大嫂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快来帮忙，有人被压在下面了。很快大家就将上面压着的东西都移开了，好在压在下面的运气好，缩成一团，头顶有一个木头房梁支撑着，没有被压到，但也被吓得够呛。
你没事吧？快出来！你没事吧？谢谢你。谢谢方阳是应该的，可是若不是因为大嫂，这人恐怕也不会这么快被救出来。可这个女人明显没有打算谢谢自家大嫂，她有些不高兴，扫了女人一眼。突然她认出来，这不就是大哥回来的时候从外面救回来的周乐吗？有段时间不见，周乐变化挺大，之前皮肤不怎么白，现在皮肤倒是挺白，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变化。我给你配药，但是不可以拿自己的身体不当身体，以后不可以乱来。你现在身子弱，也不能跟我们一样在大雨里被淋，万一生病了，我二哥和易老都不在，还没有人可以照顾你了。有你在，我没事儿。这么大的雨，恐怕每家的屋顶都要漏。唉，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。大嫂不用担心，都下这么久了，应该快停了。希望一会儿能停吧。罗兴磊没有再多待，直接带着方阳就走了。两人身上都是湿的，一路回到家，罗兴磊第一时间进房间，回空间泡了热水澡，然后换了干衣裳出来。当他打开房间门的时候，就看到厨房里传出来的烟跟着火了似的。他忙跑过去，就看到方阳在厨房生火。你怎么不回房间换衣裳啊？还待在厨房干什么？我想烧点热水。你先回房间，你渴了我现在给你烧。我是男人，身体没事儿，你应该泡个热水澡，我想烧水。好啦，你先回去换衣裳吧，我身体没事儿，热水我来烧，你倒是需要好好泡泡澡。方阳沉默地慢慢离开。快拎去你房间泡澡。方阳进来的时候身上换了干爽的衣裳，一言不发拎着水桶就出去了。很快拎了好几桶，热的凉的，差不多够倒满一个浴桶时，罗兴磊停了下来。你去洗吧，水倒好了。水在你房间。我给你烧的热水。我已经换过衣裳了，而且喝了点预防的药。你身体不行，淋了这么多雨，必须要泡一下。我再烧点水。方阳说着，自己上前去烧水。这次他的动作依旧笨拙，但灶堂里有火，直接续柴就可以。续柴他还是可以的。罗兴磊第一次见这么固执的人，可心中又有些感动。这个男人看似一言不发，做的事情倒是挺让人感动的。他默默起身回自己房间，就看到放在里面的浴桶，水早就倒在里面。想到自己在空间里已经泡过了，这水他不泡就浪费了。姐，小磊啊，你先泡澡，我去给你拿东西。有热水挺好的，我身上现在冷得很。姐，大嫂呢？你们怎么没一起回来啊？大嫂回娘家去看看，说不放心，我就先回来了。另一边，齐家的屋子漏雨可比其他人家严重多了。当初买院子就是因为破了一些，但是便宜就买了。爷爷、顺义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。姐，这次多亏姐夫早早过来了，不然咱家很多东西都毁了。你姐夫？齐如意刚想问话，就见罗兴强从一边的小屋子里走出来，见齐如意过来，冲他露出笑容。刚笑着，看到齐如意身上的衣服是湿的，罗兴强脸色立刻变了变，大步流星走到他身边，伸手拉过他的手，小手冰凉得很。这么冷，怎么不回家？我担心家里，想过来看看。先回家去，这边没办法住人了。爷爷和顺义将院子里的水处理一下，我将东西归置一下，就带着爷爷和娘他们过去。都住过去吗？想什么呢？不都是自己家，爹娘过去住不也是应该的？齐如意愣了愣，可是心中那股子甜蜜怎么也散不开。小磊在家，让他给你把把脉，别回头病了。我身体没那么弱。我可不想你生病，心疼。如意，听兴强的，你先回去，一会儿娘就过去了。我知道了。娘，家里还有如意的衣裳吗？
让他换一身干爽的衣裳再回去。有，我这就给拿。回去之后先烧水洗澡。大嫂，你先烤烤火，我这就烧点水。我姐泡完出来，我收拾一下水，你也快泡一下。不着急，我来帮忙。家里屋子不能住人了，我爷爷和娘他们可能要过来住些日子。我说大嫂，就算你不是我大嫂，我好歹叫你一声如意姐，两家人也都是自己人，你怎么就这么见外呢？行了，齐婶和齐爷爷、顺义他们过来住几天都没问题，这边屋子多，没事的。烧水很快，罗兴磊又去看了一眼罗兴梅，发现她真的是病了，便将人从浴桶里扶出来，然后直接让人躺在他床上。正想着将浴桶搬出去，罗兴强就回来了。有壮劳力，他立刻就指挥罗兴强。罗兴强听罗兴磊说让将浴桶搬回自己房间，就知道这个是要给齐如意用。他飞快照做。在这里待着。我就去帮忙，小磊一个人在忙活，待着，我去。第一次有人这样强势地对他好。从小到大，他就知道自己要担负养家的责任，所以累了他从来也不会说一句，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扛。此刻看着浴桶里的水，想到相处以来的点点滴滴，心中暖得很。这个男人他再也离不开了。你是不是也淋雨了？不行也去泡澡。吃饭的事情不着急，我慢慢来做。我洗过了，倒是大哥你身上的衣裳是湿的，要不去洗洗吧。厨房这里我一个人可以的，你放心，齐爷爷一家要过来，我会多做点的。我给你帮忙。另一边，罗兴梅吃过饭后就有些闲不住，知道自家大哥回家去了，他便想着去作坊那边。走到外面时有些昏昏沉沉的，感觉自己身体撑不住。走着走着眼前一黑，彻底晕了过去。这时外面巷子口走进来一个少年，在看到地上的罗兴梅的身体时，加快步子上前将人翻过来，然后探了探罗兴梅的鼻息，发现人还活着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能不能麻烦你送我回家呀？你家在哪里？我送你回去。罗兴梅没来得及说话，就没力气，人又开始发烧，人也开始说胡话。少年一句都听不懂，可看着人又不能不管，最后只能认命的将人抱到城中一处破屋前。宇哥，这姑娘谁啊？不认识，倒在巷子里了，让我送她回去，但是没说她家在哪里，我便带她过来，这里有地儿。那这姑娘看样子长得挺好看，去看看有没有热水或者金帕，要先让她退烧。哦。少年没有钱给罗兴梅买药，只能不断的换金帕，以最笨的办法给罗兴梅降温，效果还是显著的。下午的时候，罗兴梅终于又退烧了。看着她，若是醒来了就让她离开，明天我给你们带吃的过来。行，宇哥放心吧，哥几个虽然穷，但不是好色之徒。小磊回来了。我姐今天在家吗？出去了，吃过早饭没一会儿，应该是在家里待着着急，说是去作坊那边了。如意，怎么你自己回来了？星梅没跟你一起回来？星梅不是在家吗？今天没去作坊？王婶，我大姐走的时候跟你说她要去作坊。是啊，跟我说要去作坊的。走的时候说要去作坊，最后没去，可能是出什么事儿了。我们还是出去找找吧。刚刚走到巷子口，就看到罗兴梅一个人慢慢往回走着，一看就是病了。姐，你去哪里了？白天出去身子不舒服，遇到好人将我带到别的地方休息了，这会儿没事了，便回来了。先回家再说。罗兴梅躺在床上，脑袋已经清楚了，人也不烧了，只是没有什么力气。回想起自己在乞丐窝里醒来，那些人说那个救他的宇哥已经回去了，他心中有些遗憾，没有亲口对人家说谢谢。
姐，你身体还需要养一养，昨天刚发烧，今天出去又凉了一下，所以又开始发烧了。是我不好，想着在家里也是闲着，不如去作坊那边帮忙，没想到走到半路自己倒是开始头晕了。姐，若是你不重视自己的身体，我就给你身边调一个贴身丫鬟，既可以照顾你，也可以保护你的安全。别，千万别，我这身子平常挺好的，应该是前天晚上有些凉到了，昨天又淋了雨，一下复发了，所以才会病倒。我不敢再去了，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。我很重视自己的身体，你可千万别给我找什么丫鬟，我不习惯的，那样连自己的一点隐私都没有了。好吧，那可要说话算数，万万不可以这样了。放心吧，我知道的。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这里不适合你这样的姑娘来，快回去吧。我来谢谢你们。昨天送我过来的宇哥没有来吗？宇哥今天应该有事儿没来。宇哥家里事情也多，老娘有病，二弟还伤了腿，现在只能在炕上躺着。其他弟弟妹妹都还小，人家里也是有些揭不开锅，有时候才来县里，有时候在镇上，总找活干。你们知道他家在什么地方吗？听说是陈家村，他对别人说自己叫陈宗宇。宇哥是个好人，我们也只知道他家里的情况，其他的都不知道。具体在什么地方，我们也没有找过。那能不能麻烦你们帮我带句话给他？我想见见他，亲自谢谢他。好，下次宇哥过来，我们一定告诉他。那便先谢谢你们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找个活干，就不用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？想呀，可我们干不来那些活，我这腿脚不行，干重活没人要，想干轻省点的，人家都要年纪小的，我这一把年纪没人愿意要。再说出去乞讨后，这也造得没个人样了。平常大家见到我们不躲着就不错了，怎么可能还帮着我们一把？我这胳膊以前被人打伤了，不能干重活，只能靠一个胳膊，没人愿意要这样的人干活。宇哥的事情还麻烦你们帮我留点心，以后我有时间就会过来的。哎，你不用过来，一个小姑娘家的，总跑过来也不行，我们会告诉宇哥的，下次见到他。好。他刚走没一会儿，陈宗宇就进了乞丐窝，手上拿着窝头，这是家里做的，昨天他答应给这些人的。乞丐们见陈宗宇进来，就将他围了。宇哥，你可算是来了，那小姑娘过来找你了，刚刚才走，要是去追还能追到人呢。不用去追了，他人没事就行，这是我给你们带的吃食。不用啊，宇哥，小姑娘今天给我们带了馒头过来，我们吃了些，剩下的你拿回家给弟弟妹妹吃吧。我们知道你也难，若不是因为我们身体不行，也不会让你偶尔给我们送吃的过来。不用了，那你们留着吃吧。家里应该也不怎么宽裕，我们这些人饿一饿没什么，都习惯了。家里孩子应该还在长身体。快走吧，别再磨蹭了，一会儿城门都快关了。我看到姑娘挺好的，而且似乎很想见宇哥。你们说宇哥这个时候不见那姑娘，姑娘又非让我们给带话，这可怎么是好？宇哥不是那种挟恩图报的人，相反，宇哥是做好事不留名，大概是没将救了姑娘的事情放在心上吧。这事儿不好说，我看宇哥不想见，但姑娘非要见，咱们在中间很难办。不如这样吧，明天姑娘过来，我们就告诉她，让她别来了。宇哥救她只是举手之劳，也不想见她，我想姑娘应该就不会来了。希望吧，不过姑娘带过来的馒头真好吃。行了，少说点吧。罗新磊回去之后，发现凹山村的情况也不好，一场大雨，养殖场有受了凉的家禽开始生病，村里有人家屋子也被冲坏了。有受了凉的，我们昨天就已经给分开了，但现在情况依旧不是很好，有些已经开始病恹恹的。
不知道能不能撑过去。有2头猪都已经死了。鸡鸭这边情况也不太好，病的病，好的没几只了。我让人将它们分开了。五爷爷、贺爷爷，你们先回去吧，将生病的和好的分开，已经死了的立刻去中山派人挖个坑埋了。行，不过村里人平常吃不上肉，这埋了就怕他们贪嘴去挖出来吃了。那便将已经死了的凑一起，直接火烧，让他们想挖也挖不出来。好，我回去就办。那生病的那些怎么办？五爷爷，您先回去吧，我想想办法。这些是他的产业，他自然会想办法去进行挽救。但他到底只是个大夫，又不是兽医，真的让他去治还是没有把握。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，我看他们这2天都熬坏了。你五爷爷和贺爷爷天天愁得跟什么似的。没事的，娘，您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的。贺叔，这些只是死了，又没有病，你们不卖了，能不能让我们拿回家吃啊？是呀，贺叔，我们家都好久没吃肉了，这也没病没什么的，白白烧了，还不如让我们拿回家开顿荤腥呢。就是。行了，你们都少说2句。如果这病死的能吃，贺叔定然知道给我们分食。现在让你们烧了，定然是不能吃。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，抓紧干活。愿意干就干，不愿意干就滚蛋。以后别来这里上工。养殖场不缺人手，外面多少人排队等着干，少你们几个，这活就不能干了是咋的呀？在养殖场干活可是好事儿，每个月给工钱不说，而且还特别大方，逢年过节平常都会给东西吃，要么直接杀猪，到时候给他们分些猪肉。过年的时候如果干得好，还会收到红包作为奖励，里面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。这些家禽都是病死的，如果人吃了可能会生病。之前是打算直接挖坑埋了，但就怕你们这种不长眼、脑子不灵光的出去挖了，然后拿回家吃，所以才想着一把火烧了，到时候你们想挖也挖不到。一个个都自己考虑考虑，个个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如果发生什么意外，自己家里人怎么办？贺新年的话说到了一些人的心窝子里，刚才那股子劲儿也过去了，这会儿只剩下惭愧。罗武已经安排人手将家禽分开，见罗兴磊来，慌忙接过他手上的桶。这怎么还带着水过来了？这边不缺。是对的药水，一会儿先试试。五爷爷看看哪里病得比较重，先给他们用。好，你跟我来。丫头，这里有些脏，要怎么做你告诉我，我来做。这些水给他们喝了，看看情况。罗武与罗兴磊2人忙活着，没一会儿就有人来帮忙，很快那些水就喂完了。罗兴磊没有走，一直站在一边看着鸡鸭的情况。然而也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太好，又过了一会儿，有只鸡慢慢站了起来，开始在地上啄，显然是在找东西吃。有第一只站起来，其他的也慢慢站了起来，这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好。丫头，你兑的这个药水真管用啊！都好了，都好了。我回去再兑，一会儿我爹回家让他送过来。行，你快回去吧。鸡鸭这边和猪那边我都会给喂的。罗兴磊进了药房，将灵井水调出来，然后让罗爱福挑走，一连挑走了好几桶，他又给留了一些备用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可是想到跟着自家养的人不少，也不知道其他家里的情况怎么样，眼看着就快中午饭了，他也没有留在家里吃饭，而是直接跟关小妮打了招呼，往关家村去。你这丫头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是不是有事儿啊？一场大雨，家禽有很多都病了，我怕这边出事儿，就过来看看。有，咱家的没事儿，但村里有人家有些没有照顾到位的，生病了，也有死了的。提起这个，孙氏就唏嘘，昨天大白天就有人在那里哭，原因无他，家里的家禽死了。死了以后的家禽，他们是扔了还是吃了？
外公，这些病死的家禽不能吃，但这边都是自己家里养，咱也没有办法，恐怕还得麻烦您去跟他们说说，病死的家禽不能吃。如果他们私下里偷偷吃，以后都不再收他们的猪和鸡鸭，他们爱卖到哪里去就卖到哪里去。行，我去跟他们说。外公，你去说的时候注意一下，看看哪几家的生病了，再告诉他们，让他们来家里拿药，自己拎着水桶来。好。丫头啊，大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，你姐咋就不同意陈家那门亲了？那天见面，我看两个人聊得挺好的。大娘，您说亲前怕是没有打听，陈宗光在外面有女人，还跟那个女人说他快要去县里干活了，以后在镇子上给那女人租个小院子，他时不时的会去看那个女人。大娘，您看这还没怎么样呢，陈家小子就想着在外面养外室，不知道陈家条件怎么样，至少我们自己家条件就不差，我姐也不会去受这个气。丫头，不好意思呀，你回去跟你姐说说，是大娘对不住，这事儿大娘真不知道啊。王大娘，这事儿您应该是不知道，陈宗光将这件事情压得挺严实，不愿意让人知道呢。丫头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呀。王大娘，这事儿您应该是不知道，陈宗光将这件事情压得挺严实，不愿意让人知道呢。丫头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呀。大娘，您应该去陈家村看看，我还听到了其他的八卦呢，或许你能更好地了解一下陈家人。王大娘一听这话中有话，有再多的话都憋回去了，她决定自己去好好看看。活了半辈子，没想到竟也有她没打听出来的事儿。时间本就不充足，这一折腾，别的地方也来不及去，天就黑了。娘，这种活儿您以后就别干了，我来干就行了。今天就是不小心，以后我会小心的，没事儿，不用担心。要不我们叫星阳回来给您把把脉吧，这腰都不能动了。罗星飞说话的时候，手已经轻轻揉上了王氏的腰。娘，您忍着点疼，我用酒给您揉揉，明天要还是不见效果，我就去县里找星阳回来。明天就好了，下了那么大一场雨，星阳应该忙着呢，还是别叫他回来了。罗星飞没有再说，给王氏揉的动作一直没有停。罗星磊站在窗户边看了许久，罗星飞一直揉着，没了以前的娇气，再也没有喊累。行了，可以了，我感觉没那么疼了。我再给您揉揉，您又不愿意叫星阳回来，我再好好揉揉，也许明天就好了。你这孩子不累吗？不累，以前不太懂，总感觉干活太累，可是现在我感觉干活才能让我心里踏实，不干活我心里没底。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没人跟你计较。这些年咱家多亏了你二叔，要不是你二叔一家，家里指不定过成什么样呢。娘，我知道，等我有能力了，会好好孝顺二叔家的。当初我鬼迷了心窍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竟然同意了将糖果换出去。现在每想到糖果在雨里差点死了，我就剜心一般疼。王氏感觉到掉在自己身上那冰凉的触感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轻叹了一口气，别哭了，也亏了小磊当初不计较，抱着孩子回来。起初我还听你二婶说，小磊抱了糖果回来，非要记在星强名下，你太奶奶也同意给上族谱，倒是你二婶当时想让糖果当女儿，小磊死活不让。现在想想，一切都想通了，这事儿是星强吃亏了，好在星强娶的媳妇儿不介意糖果。如意那孩子心眼好，以后会对糖果好的。糖果在你二叔家也是很受宠的，你二婶啊，疼得跟眼珠子似的。现在的日子对我来说才是踏实的，糖果，我远远看着他长大就好。罗星磊在外面听着娘俩的对话，早就知道罗星飞悔改，现在听到这话，他其实还挺替王氏开心的。
总归罗星飞是回头了。大伯娘，这是怎么了？我看到猪蔫蔫的，听说养殖场那边有药水，过去拎了一桶，想回来喂猪，不成想拎了一桶水，走路的时候扭伤了腰，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。因为有罗星飞给揉了揉，情况已经好多了。这2天好好养着，没什么大碍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今天去王家村送药了，外婆做的糖饼让我给大伯娘带些过来。我也是好久都没回娘家了。想到自己老娘还惦记着自己，王氏一时有些羞愧。再忙，大伯娘也应该回去看看。外婆年纪大了，见一面少一面。是，我是应该回去看看。小姑这么晚去哪里了？奶奶都做好饭了，就等你开饭。你这丫头！小姑，人家的发型乱了。你这丫头！小姑，你刚才去哪里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去你星珍姑姑家了。哦，星珍姑姑好像不在家吧？糖果，以后你可以去星珍姑姑家里玩。真的吗？当然。那挺好的，以后我就可以去那边玩了。小姑，你说吧，我开心，发型乱了也没关系的。吃过饭一会儿就睡觉了，反正也不出门，丑一点也没关系的。宇哥今天有没有来啊？姑娘，你天天给我们送吃的，我们又给不了你答案，这会让我们心中有愧。不如你去仁济药铺看看，今天他们那边神医坐堂的日子，宇哥兴许在那里。他需要找神医看病？是的，他家2个病号，他弟弟的腿伤了不能动，找别的大夫都没用，他想去找神医，让神医看看有没有办法治。不过他每天都要回家，每次来县里后发现排队的人都满了，每次轮不到他就天黑了。你懂什么？那是宇哥故意排在后面的，找神医看病也要花钱的，宇哥还要养家，哪来的银子呀？说的也是，宇哥其实就是想给自己希望吧。那可不，有个神医能治好病，但因为没有银子而耽误了，搁谁不难受？最后小伙带着罗星梅去找，果然在人群中看到了陈宗宇。队排得很长，但陈宗宇是靠后的，这样的位置一般是排不上的，但他依旧固执地排着。姑娘，那就是宇哥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你过去吧。他没有想到能排上，但如果真的排上了，他想求求神医，或者他卖身给神医都行，只要可以救弟弟。宗飞年纪还小，不能躺在炕上一辈子。你好。你排着吧，今天神医看病的速度快，这个位置也许能排上。不用的，我没这个意思的，我不看病，我就想见你一面，对你说声谢谢。那便不用了，那天换成其他人我也会救。你还是要谢谢你的，换成任何人你都可以救，但是那天被救的人是我。好，你的谢意我收到了，你回去吧。你站在这里排队是为了等神医看病吗？我可以帮你的。我认识神医，可以帮你。不用麻烦了，你回去吧。我真的可以帮你。不用了，回去吧。姑娘，你真的认识神医呀？那能不能帮大娘引荐一下？大娘是真的很想让神医给看看病啊。大娘，我帮不了你。呸！我就知道你是个骗子，看人家小伙长得好看，就想上来勾搭吧。小伙都说了让你走还不走，大姑娘家的，站在街上就开始勾搭人，真不要脸。我就是认识神医，怎么了？我不帮你你就骂人。我过来找宇哥，因为他救了我，所以我才想要帮他的。你算什么？
不要脸的骚狐狸，在大街上就开始勾搭男人，还振振有词，说什么救命恩人。我可是听这小伙子说了好几句让你离开的话，是你自己不愿意离开的，非要上杆子说帮人家，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。大姑娘家的一点都不知道羞，你爹娘没教过你。你个小贱人，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这事没完。这时陈宗宇动了，他伸手捏住了女人的手。是你先骂人的。小伙子，我可是在帮你，怎么就是我先骂人的？我这是好心呐。这小姑娘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可能认识神医呢？再说了，她身上的衣裳虽好，但也不是富贵人家的小姐，怎么就能认识神医了？小伙子，大娘看出来了，这姑娘就是想勾搭你，所以才会一直站在你身边不走。我这都是为了帮你呀。不需要，她认不认识神医都没关系，我不需要别人帮忙。回去吧，你身体不好，以后不用去给他们送吃的，你也不用感谢我。罗星梅还没有说完话，陈宗宇转身就走了，没给罗星梅留一点反应的时间。罗星梅只能失落地低下头。好你个小贱人，刚才竟敢打我！再胡说八道的，我还打你！你打呀，你打呀！你再敢打我，我就让你给我赔命！哎呀，大家快来看呐，打人了，打人了呀！这姑娘小小年纪竟然动手打人，我刚才看到了，挺凶的。看样子还没嫁人，这么凶，谁家敢娶个母老虎呀？谁说不是呢？我儿子要许这样的回家，我就死给他看。瞧瞧这一把年纪，还被小姑娘打得坐地不起。哎呀，可见是伤到啦。你们没看到是这个女人纠缠这位小姑娘吗？我刚才可是看得清楚，小姑娘说她认识神医，想帮一个小伙子，那小伙子不愿意，这个女人在前面排队，就想让小姑娘帮忙，小姑娘不愿意，女人张口就骂。就这样的人，你们也同情？真是这样吗？那这个女人被打也是活该，以为小孩子就没有脾气还是怎么的？人家又不是认识你，凭什么帮你啊？可别说了，我听说了，神医没人认识，就连李大夫也不会给牵线，全靠自己来排队。所以说呀，这是公平的。若是每个人都说自己认识神医，天天给神医带病人过去看，那大家还排队干什么呀？就是。青青，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啊！听到有人说认识神医，李青青就来了兴趣，借着自己个头小，冲到前面，就看到人群中的罗星梅正冷着脸看着地上哭闹的女人。李青青心头一跳，慌忙往回跑。是星梅姐姐被人讹上了。你继续看病，我去看看。星梅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被人骂了。我那天出门晕倒了，被人救了。今天知道那人想找神医看病，我就想着还了对方的恩情。可是我与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他听到了我们的谈话，转身就问我能不能帮他。我说不行，他就开口骂我也就算了，竟连我爹娘也一起骂，我就动手打他了。现在他在这里给我转命呢。你还想来仁济药铺看病？你以后不要进仁济药铺的门，就算进去我们也不给你看。竟然白白的污蔑人，给你灌的。我错了。错了也没用。罗星梅与祝来一走得快，谁也没有发现，原来那个女人在闹的时候，远远的一个身影在那里站着，眼底带着一丝怒火。在罗星梅被为难的时候，她已经默默上前，随时准备帮忙。直到最后，李星与祝来一一起出来，祝来一带着罗星梅走了，那人才默默松了一口气，转身离开。姐，白天怎么回事啊？就那天救了我的人在排队，我想着还他的恩情，就告诉他我认识你，结果一个女人就想让我带她走捷径看病，我不同意，那个女人就闹事儿，我动手打了她。
能让姐动手的人，可见姐是真的被逼急了。那可不，那女人骂的话可难听了，简直难以入耳。姐，你还在想白天的事情？就想着别人救了我，想还一下恩情，可对方似乎并不太想。那你告诉我对方叫什么名字，我去帮你查查，回头看看他家里有什么事儿，我们私下里帮一把，也算是还了恩情。好像也是陈家村的，叫陈宗宇，家里有人生病，其他的我便不知道了。似乎家里条件不太好。还真是缘分呀。陈宗宇啊，那个固执到可怕的少年，家里还真有人生病，条件也是真的差。姐，你想怎么报恩呢？我想让他家里人都好起来。好，这事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陈宗宇现在最缺的就是活儿，如果给他找一个稳定的活儿，可以缓解陈家的现状。可坏就坏在陈宗宇这人太固执了。那天他已经让吴明给安排了活儿，可就干了一天，这人第二天竟然没有再来。罗小姐过来是要买些米面。今天过来不是买东西的，就是想问问掌柜的铺子里还缺人吗？罗小姐可否方便告知一下，对方是什么人呢？原本可以安排在我家铺子，但现在有些不太方便，就想着卖个脸面，在您这里给安排一个。若是不缺人，您可以将人招进来，给您白干活，工钱我来出。这人是不是很重要啊？他很固执，是一个靠力气的人，这中间的轻重可能要掌柜的自己去拿捏。明白，小的一定给罗小姐安排妥当。后院正好缺个人手，你明天可以带她过来。不，我不带她过来，我会想办法让您知道的。你也不能告诉他是我帮忙让他有活干的，千万要保密。好的，我明白了，一定安排妥当。麻烦您啦。不，我不带他过来，我会想办法让您知道的。你也不能告诉他是我帮忙让他有活干的，千万要保密。好的，我明白了，一定安排妥当。麻烦您啦。罗兴磊安排好之后就走了，开始在街上晃荡，看看能不能遇到陈宗宇。不成想他今天运气挺好，没一会儿就遇到了。跟着陈宗宇走了一会儿，就看到陈宗宇在找活干，但别人都不要他。罗兴磊眉头皱了皱，花银子找了2个妇人，跟他们说了一声。2个妇人就开始跟在陈宗宇背后大声地说悄悄话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告诉别人，就东街那条粮食铺子想招一个小伙子。哎呀，可惜啊，我家孩子年纪都太小了，我家孩子今年要是18那就好了，去粮食铺子干，有工钱拿，可以养家糊口了。真的吗？我家儿子今年20，不知道行不行呢？家里正好缺银子，孩子总在外边找一些散活干，这些都不是长久的，想要赚银子，还是得找个长期稳定的活干。可以让你儿子去试试，那边掌柜的是我家亲戚，昨天晚上在我家喝酒喝多了，说漏了。行，谢谢你呀，回头我就让我儿子去试试。走在前面的陈宗宇听得清清楚楚，心思一动，抬脚就往东街粮食铺子走去。请问你们这里招人吗？掌柜的刚想说不招，这时罗兴磊拎着东西走了进来，并且机不可见的对他点点头。招，你会干什么？重活累活我都可以，只要您吩咐。带他去后院看看，如果干活还可以就留下来，1个月工钱3两。谢谢。罗小姐，是他吗？这事麻烦掌柜了，他的工钱我出。您这是哪里的话呀？正好缺人，工钱也是与别人一样的，不用您出，铺子里就能出的。那就麻烦您了。哎呦，罗小姐，您真是太客气了。这是自家铺子里的，拿回家给孩子吃吧。哎，罗小姐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可千万别！2人正在推辞，一个清冷的声音传进来：
这是贿赂？就算要贿赂，也应该贿赂我吧？我是少东家，什么事情都是我说了算。你贿赂一个掌柜的，效果一般吧？子轩少爷，您误会了。误会了吗？我看到你们在推来推去的，这东西有毒不成？你们两个都不想要。见了小姑姑连招呼都不知道打，张口就说贿赂。掌柜的帮了我一点小忙，我给他点东西道谢怎么了？小姑姑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乖，不可以胡乱揣测。掌柜的也是你们家的老人，这要寒了人心，可是怎么捂都捂不热的。是，侄儿牢记小姑姑教诲。小姑姑真是偏心的很，这么好的东西竟然不给我。想吃啊？去铺子里拿。你既然叫我一声小姑姑，那就是自己人。你去拿，不跟你要银子。马子轩呕血，他是缺那点银子的人吗？他缺小姑姑的关爱。要不要吃？要就与我一起去拿。当然要。子轩，你过完年应该21了吧？是的。小姑姑最近认识了一个媒婆，感觉介绍给你最合适，要不接触一下？不用了吧，我还没想着成亲。你不成亲？我记得石家有2个女儿，他们家大女儿应该是中意你的吧？没有的事儿，我娘想让我跟石家定亲，可最后没有，石家大小姐已经嫁人了。那还有个2小姐呢。小姑姑，我可看不上石家的女儿，你快别说了。小姑姑，我看你大哥成亲了，2哥应该也快了，你大姐还有你，刚才你说认识一个媒婆，是不是给你们家说亲的呀？有没有给你说的？没看出来，你还有一颗八卦的心呢。就是问问，好奇。好奇心害死猫。方阳哥哥。方阳回头看到罗兴磊时，心中一喜，可看到罗兴磊身后还跟着马子轩时，心又是一沉。要回家吗？是啊，要回去。那一起吧，我也要回家。方阳哥哥，要不你先回吧，我带他还有点事儿。马子轩心中很不爽，这个男人说什么跟罗兴磊一起回家？回家？这个男人在罗家住？我也想去你家玩。你认真的？当然。罗兴磊干脆不带着他去拿肉肠，3人一起去。马子轩以为这俩说的家是凹山村，可是当走进巷子进到罗家宅子时，他懵了。难不成自己过完年出去一趟，回来这个女人成亲了？这不是说回家吗？这是哪里？我们家宅子呀，大哥和大姐他们有时候在县里回不去，在县里需要一个落脚点呀。而且我有时候坐堂太晚，也需要留下来呀。罗兴磊感觉马子轩傻傻的，为了照顾傻孩子，还特别细心地解释了一番。这番解释，马子轩高兴，心情舒畅，原来是罗家的落脚点，不是那个男人所说的什么家。这般想着，他还抬眼瞪方阳。方阳似有感觉一般，抬眸淡淡看了他一眼。明明对方眼底什么情绪都没有，可马子轩硬生生地看出了不屑与轻蔑，这让他更加不服气。方阳哥哥，我下午要回家，中午专门给你熬点汤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好，我也要喝汤，凭什么他有我没有？小孩子家家还不知道尊老爱幼吗？他是长辈也是病人，你一个小孩子家家的跟他抢什么？罗兴磊一句话让刚才还开心的方阳瞬间感觉到心塞，而刚才还不满的马子轩更加心塞了。这辈分成了硬伤了，不行，今天回去他要和奶奶好好说说。万一他喜欢上这女人，想要娶回家呢？还真因为辈分就不娶了？不，他不要。罗兴磊没发现两人之间诡异的气氛，直接进厨房打算开始做饭。我帮你洗吧，还是我来帮你吧？你们两个能干什么？这种活以前都没有干过，现在还是出去吧，别来捣乱。
我可以的。慌忙上前拿过另一个菜去洗。方阳拿的是大白菜，而马子轩拿的是韭菜，拿着韭菜都没有摘，直接就倒了水放在水盆里打算洗。一边去，别在这里捣乱。方阳是因为在外面走动，所以会一些生存技能。那马子轩完全就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年，什么都不会。平常吃饭也是下人端上桌，他只负责吃就可以了。做饭洗菜什么的，那些太遥远了，完全不会。不都是菜吗？为什么他的能直接洗，我这个就不能直接洗？你偏心。少爷，你不知道韭菜需要先摘一下然后再洗吗？方阳哥哥洗的是大白菜，大白菜不需要摘啊。马子轩将手中的韭菜往前一推。那你说怎么摘？那就这样，摘好以后放一起，待摘够今天吃的然后再洗就可以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简单。上前自己伸手开始摘菜，动作虽然笨，但摘得还算快。可就是这样，他心里也还是不舒服得很。凭什么这个女人叫自己就是大侄子，叫这个什么方阳就是方阳哥哥，还叫得嗲嗲的，真是让人生气。罗兴磊去烧火，刚刚将火烧起来，给锅里倒了些水，抬头就看到方阳在切菜。拿刀虽然笨些，但切得有模有样，挺好。再看看马子轩，血压一下就飙升了，这货哪里是摘韭菜呀，分明就是拿韭菜在撒气。大侄子，你出去吧。罗兴磊上前捂住一边的韭菜，不让马子轩再动手，气得不轻。马子轩手上拿着一根韭菜，再看看罗兴磊，气得眼睛都红了。凭什么叫他就是方阳哥哥，叫我就是大侄子？我和他差不多年纪吧，你区别对待。你是不是3岁孩子呀？你可是给我进了茶水的，叫我一声小姑姑。方阳哥哥是我的客人，比我平辈，他又比我大些，我自然要叫他方阳哥哥呀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你……马子轩是真的生气了，折断了手上的韭菜，气冲冲转身就走。他要回去问问，一定要问问，为什么要让他认这个小姑姑？他生气离开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不用管，我们吃饭。方阳与罗兴磊在这边吃饭的时候，那边马子轩回到马家，脸色差极了，进门就去找了马老夫人。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，被谁气到了？还不都是怪您和我爹，当初非要让我认罗兴磊当小姑姑，现在他见了我就叫大侄子。当初我和你爹想要撮合一下你和小磊，可是当初你非不愿意。没办法呀，小磊那丫头不是池中之物，我们就想和小磊扯点关系。你不愿意娶，当时还骂小磊，我们就只能让你认了小磊当小姑。小磊丫头也算是我的干女儿了。谁说我不愿意娶的？我愿意呀。你当初不愿意呀？我记得你当初那话怎么说来着？奶奶，我现在愿意娶行吗？这事儿恐怕难办了。当初你瞧不上小磊丫头，现在小丫头长得亭亭玉立，恐怕看不上你这样冒傻气的。而且你年纪比人家大很多呢，你让奶奶很难办呢。奶奶，以前都能定下来，为什么现在就不可以？您和我爹商量一下，我愿意娶她的。你以为是奶奶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？小磊丫头也是有脾气的人，怎么可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？这事儿我看你还是别惦记了。怎么就不能？我年纪比她大些，但她身边那个方阳与我同岁，为什么她可以我就不可以？这孩子显然动情了，不然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可是小磊显然与他之间也不可能了。奶奶跟你实话实说，你自己还是收点心思。如果你想成亲，县里和北望城的好姑娘多的是，你想娶哪个，奶奶都给你想办法。就小磊那里可能难办。可是我就想娶她。不中用的玩意儿，真喜欢自己去追，
人家若是理你，或者愿意嫁给你，那奶奶我双手欢迎。可就怕你自己贴上去，人家也不愿意。我可是听说了，罗家的生意早就做到别处去了，现在不是我们马家能比的。马子轩愣住了，在他的印象中，罗家还是那个穷酸的罗家。后来因为罗兴磊的存在可能好一些，但也不能超过他们家吧。就算不是我们马家能比的又怎么样？2个人在一起，银子有那么重要吗？若小磊因为身份原因不愿意与你在一起，那你不用担心，奶奶帮你解决。首先小磊得同意嫁给你。奶奶真能帮我解决？我答应你的事儿，什么时候不作数了？好，既然这样，奶奶就等着给我准备亲事吧。马老夫人见孙子那傻样，不由有些担心，告诉管家传消息给钱记，让他回来一趟，我有事情跟他商量。马子轩离开马家，原本打算去找罗兴磊，可想到自己才出来，顿时有些后悔，也有些抹不开面去找罗兴磊。最后便默默去了粮食铺子，打听清楚罗兴磊拜托的事情。他特意去后院看了一眼，罗兴磊应该不会喜欢这样的，就算要喜欢，也应该是喜欢方阳那样的白脸儿，原因无他，脸好看。其实这个陈宗宇长得也不错，但比起方阳可还是差了不少呢。掌柜的站在一边，看着少东家变幻莫测的脸，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安安静静站在一边。罗兴梅这2天没事就在街上走走，想遇到陈宗宇，可是一直没有遇到，但他依旧去给那些乞丐送吃的。这天罗兴梅从成衣作坊出来，打算回家一趟，所以离开的早些。在街上远远的就看到一道身影，很像陈宗宇。宇哥！陈宗宇仿佛没听到一般，正往前走着。宇哥！若知道你这般麻烦，那天真不应该救你。我不是有意纠缠，只是想还了恩情。说过了不用还。陈宗宇这2天因为找到了活儿，挺开心，外加今天拿到了一点工钱，掌柜的还给了他一点面。虽然面有些受潮，卖的话可能卖不出去价格，但在自己家里来说，这就是好东西。弟弟妹妹晚上可以加个餐。他一路走着，并没有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，一心往回走。到了陈宗宇家门口，正想着回去，突然看到隔壁的隔壁出来一个熟悉的脸，是陈宗光。他慌忙找了一个地方躲起来，看着陈宗光似乎往镇上去。罗兴梅本想回家的，鬼使神差跟了上去。这一路就发现了不少东西，陈宗光并不像表面看的那么斯文，而且镇上有个女人在等着。陈宗光竟然与那个女人去钻小树林儿。看着陈宗光对那个女人动手动脚，罗兴梅有些嫌恶的转身回家了。姐，你走大路回来的？我今天回来的路上遇到陈宗宇了，就悄悄跟着他去了一趟他家里。姐，你跟着他回家了？没有，他在县里就拒绝我了，还说早知道那样就不救我了。我就想着报恩，去他家门口看了一眼，然后就回来了，没有多待。我在他家隔壁的隔壁看到了陈宗光，现在想想这名字不会是兄弟2个吧？一个姓陈的，宗字辈有些可能，不过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吧？这倒是，陈宗光是陈宗光，陈宗宇是陈宗宇，而且我回来的时候还看到陈宗光竟然带着一个女孩去小树林了。这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，咱不管他。当然不能管。对了，我发现几个乞丐挺好的，但是身体有些残疾，有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力更生呢？残疾？问题很严重吗？倒不是很严重。品性怎么样？品性好的能帮，品性差的就算了。品性没问题。明天我带你去看看。明天我坐堂，晚上吧，他们应该在县里吧？是，明天晚上我去等你。好。罗兴梅手上拎着一个篮子，
是他之前准备好的馒头。刚出后门，就看到一道白色的身影在月色下，显得有些冷。方阳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接你。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和大姐出去一趟，马上就回家。一起吧。那就一起吧。姑娘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天色晚了，不要大晚上出门。就是啊，别再给我们送吃的了，我们白天讨点也够吃了，有那些银子你留着自己用吧。晚上太不安全了，一会儿我们几个送你到巷子口。罗星梅以前晚上也给他们送过吃的，这些乞丐不放心，会送罗星梅到罗家宅子的巷子口。罗星梅给了几人馒头，几人要送罗星梅回去。罗星梅说自己与妹妹一起来的。后来乞丐们在院子门口看到了罗星磊，便不再坚持送，一个个都回去吃东西了。怎么样？听着还行。挺好的，他们就是身体有疾，才会沿街乞讨。如果有活儿可以干，能吃饱饭，我相信他们是愿意的。你要回家？是呀。听说要春耕了，我可以去你家帮忙，还你的恩情。你救了我的命，还供我吃住。还是算了吧，我家里没有什么地，就一些菜地，我爹娘已经翻完了，这2天种菜就可以了，都是些小活，我们自己就足够了。我家没有别的地。种菜也需要人。这人是小二哥了，那要不一起？好。罗星磊嘴角抽了抽，总感觉方阳有些不怀好意。他是想回去看看二哥的房间，还是想回去闻闻二哥房间的味道？走路回家的时候，他微微侧目，看向身边的方阳，发现他心情特别好，总感觉这人好像有什么事情得逞了一般。你很开心？我二哥离家有些日子了。他越发肯定这人就是想二哥了，所以才想着回去替自己家里种菜。二哥的家书没回来，等回来了我跟你讲。罗星平回不回家书跟自己有什么关系？好。快走吧，马上就到了。好。这方公子怎么来了？您的二儿媳妇儿，您说不来能去哪里啊？娘，方阳哥哥在县里没事儿，想着这2天咱们家里种地忙，就过来帮忙啦。不用了，方阳就在家里吧，地里的活儿我们自己干。婶子，我去帮忙。不用，今天不种，我就是准备一下，打算过2天再种。刚刚下过大雨，种进去可能种子就死了。哦。罗星磊则在一边憋着笑，感觉自家娘挺难的。看样子应该是打算今天去种地，雨刚刚下过，这个时候土还是湿的，去种地刚刚好，种子也容易出来。罗糖果不明所以，刚要开口说话，关小妮眼疾手快，慌忙捂住了他的嘴巴。婶子既然这2天不种地，那我便先回去了。那婶子就不留你啦。那我先走了。方公子怎么突然来家里了？应该是无聊了吧。娘，您说方阳哥哥怎么样呀？挺好的一人，长得又好看，气度也好。刚才呀，他站在那儿，说是要去菜地里帮忙干活，我一想到他蹲下去，可能身上的白衣服就脏了，漂亮的手上都是泥，就感觉是一种罪过。我跟您的想法一样，但是方阳哥哥要来，我也挡不住。下次还是别带回来了。方阳这孩子适合读书写字，跟你二哥一样，不适合下地干活。我感觉方阳哥哥与二哥有很多相似之处呢。是。娘说了半天，方阳哥哥你满意吗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我满意嘛？他又不是咱家人，哪里用得着我去满不满意的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，所以才问我满不满意啊？没有的事儿。那是二嫂啊，我哪里敢喜欢？二哥不得扒了我的皮啊！两人一路走到后面菜地，关小妮拿着铁锹在平地，
罗兴磊在一边分种子，很快就开始种了，带着罗糖果这个偶尔捣乱的。山脚下的一棵树上，方阳正看着罗兴磊在地里忙，想到刚才关小妮明明说过2天再种的，现在又种上了，心里挺不是滋味。他似乎没有做错什么，可是婶子似乎不喜欢他，看来还是得想想办法才行。你是仙女吗？救你的人，如果能重新站起来，你愿意吗？愿意，我愿意。吃了，明天我会在这个时候来找你，你家不能有别人。好。罗兴磊离开陈家后就快速回家了，腿可以治，但需要药，他还要好好准备才行。不过刚才有件事情他可以肯定，陈家西屋里面有他需要的东西。刚才他进西屋的时候，手上的血镯有片刻烫得惊人。第2天，罗兴磊同一时间到的陈家。咬住，接下来我需要将骨头断掉的地方重新断掉，然后再接上，过程会很痛苦。好。接下来需要好好养着，3天后我会过来给你换药，这2天尽量不要动。已经接好骨了，接下来需要好好养着，3天后我会过来给你换药，这2天尽量不要动。里面的药1日3次。谢谢。罗兴磊没说话，简单整理了一下，直接离开了，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留下。有人在家吗？漂亮姐姐，大姐，有漂亮姐姐。你找谁？是陈宗宇的家吧？你是？我叫罗兴梅，上次宇哥在县里救了我，一直没有机会谢谢宇哥，我今天过来是道谢的。我大哥这人心善，其实你不必刻意过来一趟。应该的。来就来了，不用带东西。罗兴梅进厨房与陈宗华说话，陈宗华听完之后也是一阵后怕。当初如果不是自家大哥救人，那兴梅姐恐怕真的惨了。兴梅姐，你身体不好，还是不要乱跑了。你是要回家吗？一会儿我大哥就回来了，我让他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有家里人陪我来的，在村口，我一个人回去就行。我来的事情，你能不能别跟你大哥说啊？为什么不能说呀？你大哥很固执，我几次说要谢谢他，他都不干。若是知道我来了，恐怕会生气的。我是真心想谢谢他。他看出来，兴梅姐姐对自家大哥似乎不一样，这悄悄来家里带了东西，还不让说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改天再来看你。好，兴梅姐下次一个人来就行。我大哥平常在县里干活，晚上才回来。兴梅姐过几天可以白天来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宗英哪里来的糖啊？漂亮姐姐给的。什么漂亮姐姐？大哥回来啦，娘和宗叔还在地里，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我和小妹去地里叫娘回来。不用了，你们在家，我去看看。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呀？娘，我也想早点说的，可是我答应了兴梅姐不能说。大哥的脾气你也知道，兴梅姐也就是想感谢大哥，所以才会拿东西过来的。我本不想要，可是兴梅姐给宗英糖，我看宗英都没吃过，一时没忍住收了。好吧，既然这是人家谢礼，咱就收着，但以后不能再收了，听到没？知道了娘，我也不会再收了。兴梅姐说她过来玩，我跟她说了，过来玩可以，但不能再带东西了。大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小磊，我回来跟你说件事儿。你说。上次你让我找一些布头做几身衣裳，孩子穿的，我做出来了，不过暂时也许不能给你了，我拿去送人了，你可能要等一等，我回来跟你说一声。不用，没关系的，大姐拿着去用就行，我不用了。罗兴磊猜到了罗兴梅要拿衣裳去哪里，他今天去给换药的时候，陈宗飞说让他别来送糖。送糖？他可没有送过。那好，我就拿着衣裳先过去了，你在这里待着吧，以后你如果还需要再跟我说，我再给你做。好。
哎呀，罗小姐来了，里面请。老夫人这几天天天念叨您呢。小姑姑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？那天你出了厨房，为什么离开？马子轩有些说不出话来，憋得脸都红了。他总不能说因为自己太傻，什么都不会，站在那里看着罗星磊与那个方阳说话，还配合默契，他就来气。还有罗星磊还说他了，竟然还凶他。你怎么了？你耍性子，所以直接离开了？幼稚！你要去看奶奶？那我带你去吧。我认识路。你有多久没来看奶奶了？最近奶奶可一直在念叨你呢。对了，你今天留在我家吃饭吧，在我家不用做饭，有人做饭的。按说你家也不差，为什么还要动手自己做饭呀？这就是他与这个少爷三观不合的原因吧，理解不在一条线上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家若是没有下人，我可以送你2个，这样你就不用自己做饭了。我家也挺好玩的，你要不要来我家？马子轩就跟一个狗皮膏药一样，跟在罗星磊身边，化身成了话痨，各种说不完的话。罗星磊理都不理，一直往前走着，也不想搭理他。老夫人，小磊来了，快坐。老夫人最近心情如何呀？挺好的，就是你许久不来，挺想你的。上次你过来都是去年的事儿了。这事是我不对，年后有些忙，便一直没有腾出空来看看您。还好，你们都有自己的事情忙，能记着我老婆子呀，我老婆子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想到几年前你第一次来给我看病，若不是因为你的出现，我那个时候就闭眼了。这几年的安稳日子是向阎王爷偷来的。你这丫头医术就是好。许是遇到的都能治罢了，也有治不好的病人，现在没有遇到而已。人外有人，别处恐怕也有很多高人。饭后，罗星磊提出来离开，马子轩送他出去。一路上又是马子轩在各种说话，罗星磊恢复了那个高冷的样子，懒得搭理。小姑姑这年纪，家里人有没有想着给小姑姑找个婆家？家里不管，我有喜欢的人。有。是，你有小姑父了。喜欢的人还真没有，但也不妨碍他说个胡话，骗个小孩子。之前他没有发现马子轩的意图，可是今天这小子表现得太明显了。前世好歹也是名媛，身边各种公子哥环绕，就算没有谈过恋爱，他也能看出一点苗头。马子轩这样的，自然要将刚发出的小嫩芽掐死在摇篮中。奶奶，您为什么不帮孙儿？错过的事情就是错过了，我也说过了，以前或许还有可能，现在那丫头的成长已经不是你能站在她身边的，所以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安安静静当她侄子，也许还能带你飞。奶奶，那你跟我说说，刚才你送小磊出去，他是不是已经变相告诉你，你们之间不可能了？所以就算有想法也要藏在心里，你若真的说出去，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。在白宁县还有比我身世更好的？身世这种东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喜欢。行了，说了你也不明白，出去吧，别在这里打扰我。然而马子轩却想到了别的，他想到被罗星磊悄悄安排在粮食铺子的人，那个小子年纪似乎也不大，而且罗星磊家自己就有铺子，为何不将那个男人安排在自己家铺子？定然是怕伤了男人的自尊，他是太在乎了，所以才会悄悄帮忙。罗星磊倒是非常愉快地回家去了，心情本挺好，可刚进家门就听到关小妮说了一个消息，她被雷到了。方阳这孩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没银子了，竟然跑到养殖场去帮忙了。什么？你没听错，
方阳去养殖场帮忙了。我这也是今天才听说的，你小婶他们明天走，想将院子交给我们，让我们帮忙照看，但你爷奶那边不同意。我去找你爹说说这事儿，看到了方阳。一袭白衣的少年站在猪圈前，一脸淡定，格格不入，自成一世界的感觉。我去看看。走了，这会儿天都黑了，方阳回县里了。这2天他一直跟在你爹身边，你爹呀还挺喜欢他的。罗星磊一时语塞，方阳这是闹哪样啊？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但感觉方阳不是缺银子的主。哎，今天你小婶他们已经准备好东西，你小叔想着要出远门了，今天过去跟你爷奶说一声。结果前些日子下雨的时候，老宅那边的屋子房子有些不好了，最近修葺了，但情况也不怎么好。你小叔他们的屋子新盖没多久。这事儿还是小叔和小婶自己决定吧。你小婶说等你回来了，让你过去他家一趟，还想找你聊聊呢。知道了，我现在去。今天爱全和我去老宅那边，想着给老宅那边打个招呼，但爹娘的意思他们要住过来帮我们看宅子。小婶什么想法？这事儿我跟你小叔也商量过了，我们原本是想着给2位老人一点银子，宅子我们不打算给，毕竟这是我们自己家。我们出去几年之后再回来，指不定家里什么情况，万一自己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呢。挺好的，小婶的想法。小磊，你也认为是这样？小婶不是想得很清楚吗？院子是你们自己的，若是直接借住，也不知道罗星辉那边是什么情况。此言一出，罗爱全的脸色变了变。他之前也没想着答应，现在听到罗星磊的话，他连银子都不想给了。星辉今年一直都在家里，也从来都没有出去过，就算给了银子，恐怕也是落进了罗星辉的口袋里。这还有个事儿，我们走了，院子空着，到时候老宅那边执意要住进来，我们2个人也不在，别人谁去说都说不了这话呀。所以还是院子的问题，要是有人住，我也有理由了。这一砖一瓦都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也不希望别人破坏，可是给别人住我也舍不得。爹娘那边现在恐怕已经计划着明天就搬过来了。二哥，您说这事儿怎么办？要么租出去，要么让爷爷奶奶搬过来，但老人家年纪大了，自己住恐怕不行，只有这种情况下，爹娘才会不要院子。宝宝乖，咱都住，太奶奶最疼宝宝喽。方公子，这银子我收了，我晚一会儿走，咱那直接让组长帮咱走个文书，这院子归你了。什么？我不同意，不同意！小涛，能不能帮婶子叫一下你爷爷啊？好。你有什么资格说？你反了，反了！你一个儿媳妇儿竟然敢打老娘！大家都在这看着呢，我又没打，谁也不是瞎子。还有，你不允许我卖了自己的院子，你能阻止吗？你个贱人，那是我儿子的，我儿子。你儿子？你儿子平常在村子里干什么活啊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就你儿子赚的那点银子能盖这样一座院子？那是我的钱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李秋说话的时候甚至怕伤到罗爱全的自尊心，伸手轻轻握住罗爱全的手，心中有些愧疚。他的男人很好，比任何人都好，但是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说，否则赵氏指不定说出什么话来呢。罗爱全回握自己的枕边人什么心思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所以一点都不计较。李秋没有理会，直接带着组长等人进屋了。组长知道李秋一家赶时间，动作挺快，很快就出了文书。李秋与方阳2人都签了字。李秋心里挺不舍的，但也不想赵氏霍霍了他的院子。方公子，院子既然卖你了，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好。小婶放心，
院子我会替你保留好的，以后回来还是你家。不用了，方公子都买了。方阳哥哥好说话，小婶放心吧。小磊，这事你看着办吧，宅子要不要的都行，若没有，以后我回来也可以重新建。安心吧，这些啊都留着路上吃。谢谢二嫂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罗星辉一家也走了，罗红被刘兰兰拖着走，小娃娃哭得撕心裂肺，说自己要住好院子。眼看着时间不早了，大家虽然不舍，但还是催着他们离开。李秋一家上了马车，吴敏赶着马车离开。福叔，不知道我能不能在凹山村买块地，我想自己建一处院子。你们不是才买了院子，这院子不就是你的吗？福叔，看得出来全叔和全婶对这院子很不舍。刚才那样的情况也只是做给大家看，这院子现在放在我名下，没人乱打主意就好。我还是想自己建一处住自己的踏实。村里地应该还有，你看看喜欢哪里，先选好了地，再去找组长就行了。在凹山村我也没有熟悉的人，不知道福叔家隔壁的地是谁家的，我想买下来，院子就起在福叔家隔壁。与福叔家熟悉，我建在隔壁，以后可能还要麻烦福叔和婶子照顾我呢。罗星磊站在那里看了又看，总感觉方阳想将院子建在他家隔壁，目的不纯。真爱呀，为了二哥竟然愿意去讨好娘，特意来家里种菜，想帮忙还打着他医治好他的旗号。神仙一般的人物，还特意去养殖场讨好爹，现在还想建院子在这里扎根。二哥这次回来应该很感动，他要不要写信跟二哥说一声？还是算了，给二哥一个惊喜也好。那块地是大伯娘家的，你想要买，可能要去找大伯娘，要么给银子，要么再买一块好地兑给大伯娘家。是这样，这事儿啊，让你婶子去帮你问问。谢谢婶子。不客气，我这就去大嫂家一趟问问就是了。你之前都是四处游荡，怎么会想着在这里建宅子？还是说你在其他地方也有宅子？感觉这里不错，就想在这里建宅子住下。村子里建宅子好的人不少，但很多都在养殖场那边。如果你对这边不懂，可以找我祖伯父，自己人也不会骗你，有事也可以跟他商量。今天来的匆忙，没有带东西，明日我过来的时候带些东西，你陪我一起去拜访吧。可以，那便一起吧。好。娘，子轩这些日子是不是闯了什么祸了？没有，祸倒是没闯，就是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啊？子轩这是看上谁家姑娘了？能让你奶奶说出这种话来？爹，我看上罗星磊了，你帮帮我吧。马前进一怔，随即眼神复杂地看着马子轩，眼神变了几遍，最后无比嫌弃地默默扭过头去。娘，我不在的日子您身体可好？都挺好的，家里不用担心，如果有什么事儿，我也会让人去请小磊丫头过来的。家里都挺好的，就你这儿子有些不开眼。是挺不开眼的。奶奶，爹，我好歹也是马家最出息的，你们就这般不看好我，我会对小磊好的。哼，子轩啊，你能喜欢上小磊，证明你眼光不错，可是你与小磊之间不可能了。若是几年前我与你奶奶撮合你们的时候你同意，那个时候小磊丫头或许还有同意的可能，现在不可能了。您两位不也挺喜欢小磊，不也挺希望她能嫁进咱家？那不一样，还是那句话，以前也许有可能，现在不行了。这几年罗家的发展是你想象不到的，就单拿花想容来说，我们马家也比不上。难不成我们之间就只能用银子来衡量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他身边还有其他优秀的公子，无论是长相还是学识，你怕是都比不上。他就这么瞧不起自己儿子，
主要是前面有个罗星磊对比着，儿子就成了垃圾，啥也不是。我自己追，只要我追到，你们不能阻止。你追可以，但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影响了马家与小磊丫头的关系。你若是真有本事能追到小磊丫头，马家就交给你。我不稀罕，我只想与她在一起。娘，子轩这孩子啊，小磊丫头纵然现在天天以面纱遮面，也不能遮挡她的美。以前这小子看不上小磊丫头，现在早已是那傻小子高攀不起的人物了。让他去碰碰灰也好，不然总以为自己很厉害，在外面容易惹祸事。我找人看着点他，一定不让他乱来。另一边，罗星梅又拿着东西打算去陈家，可是到了半路就被陈宗宇给拦住了去路。以后不要去我家。说完还拿出来一些银子，拉过罗星梅的胳膊，直接塞进她手里，完全不问罗星梅是不是愿意要。上次回家之后，娘就将她来的消息说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找到家里去的。总之她不喜欢占人便宜，该还的银子还是要还的。不需要，我送过去的东西你可以不用，但我是给小妹他们的，与你无关，你也不用给我银子。银子你拿着，你家里的东西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我家的东西就是大风刮来的。对不起了小磊，姐姐不是有意的。肉肠和糖那都是自家铺子里的，第二次拿的衣裳更简单，随手就有的东西。你快拿着吧，这人来人往的，我们在这里推推搡搡的也不好。你拿着就不用推搡了。我不拿，若是我愿意拿银子，又何必去送东西？好呀，罗星梅，你不愿意与我成亲，就是为了他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刚才在乱说什么？陈宗宇，你要不要脸？她是你嫂子，我娘找人去罗家说和了，我们两个马上就要成亲了，你竟然跟自己嫂子在一起。陈宗光，你一个男人说话要过大脑的，我与你之间有什么？怎么就成了宇哥的嫂子？王大娘是去我家了，可是我家人没同意，难不成你还想强行发生点什么不成？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，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有王大娘替我家去跑，你罗星梅就只能是我的人，难不成你还想成为别人的人？你恐怕不知道陈宗宇的身份吧？他可是我弟弟，你都与我相看过了，现在又想要与我弟弟在一起，就算我们两人的事情不成，你以为你和他就能成？我们两个同为陈家，只要我奶奶不同意，你想嫁给他，做梦吧！我奶奶可是不会让一个女人出来破坏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。你能说出这种话来，证明你奶奶只疼你这个孙子，宇哥没有人疼。而且你们陈家似乎已经分家了，纵然我想嫁给宇哥，那也是婶子说了算，你一个堂哥算个屁啊！你这个女人竟然敢骂脏话，还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！对着你不说一句脏话都有些对不起你那猥琐的性子。还有，我哪里不要脸了？宇哥未娶我未嫁，为什么不能惦记着嫁给他？我不嫁给他，难道嫁给你吗？也不看看你的样子，要力气没力气，要长相没长相，不就你爹活得好好的吗？能干什么啊？靠父母的是孬种，还是要靠自己？也别想着在背后给我使绊子，我就乐意嫁给宇哥。你就算在背后给我使绊子那也行，就看你这个绊子能不能使上。你以为我罗星梅是软柿子不成？你这个贱人，是不是后面看到了陈宗宇，所以就不愿意嫁给我了？我说呢，之前事情都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间变卦了？都是因为陈宗宇啊！有事说事儿，别扯其他人。我看不上你与别人没关系，就算我这辈子嫁不出去，也不会嫁给你。罗星梅，这话是你说的，别后悔。去，把这个贱女人给我拉过来，正好哥几个一起尝尝鲜。不听话的女人要来何用？我就想看看一个被玩烂的女人有什么可骄傲的。她陈宗宇还娶吗？眼看着那两个男人应声就要走过来，全身已蓄势待发，准备在这几人冲上来之前先一步过去，揍得他们爹娘都认不出来。可不等他行动，身边少年单薄的身影
挡在他面前。切，陈宗宇，你还真以为她是你能娶的女人？说你们家那条件也配不上人家，这可是个千金小姐，难不成就因为她说的几句话你就信了？别天真，她愿意，她家里指定也不愿意。陈宗宇没说话，就站在罗星梅面前，非常的坚定。等2个想要抓罗星梅的男人过来时，陈宗宇身子终于动了。他不会武功，但他有一身的胆量，出手快准狠，对着那2个男人的门面就招呼，3两下就打得对方哭爹喊娘的。陈宗光被陈宗宇打过，自然有些怕了，立刻绕过陈宗宇，想要对罗星梅动手，可还没击进罗星梅，就被陈宗宇给拦住打了。滚！时间不早了，早些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去我家。刚才的事情你别放在心上，我就是气陈宗光的。如果你愿意娶我，我也愿意嫁的。可显然这个男人不愿意娶她，如果直接来恐怕不行，应该要慢慢软和着，一点点瓦解他的心理防线。银子我便不给了，以后不要再去我家了，回去吧。好。这是去哪儿了？最近不出去玩啦？也没什么，就约了一个朋友出去聊了2句。去洗洗，马上就要吃饭了。好。这是怎么了？不是我，是小梅。小梅有情况了。情况？你不懂，把菜端过去，我们吃饭吧。那你晚上在床上解释给我听。盯着男人出去的身影，勾唇笑了，心里痒痒的。以前总感觉新强哥是个好人，但现在嘛，就是个不正经的。我在村里买了地皮，打算自己起院子。从明天开始，可能暂时就住在村里，偶尔会来县里。买了地皮？怎么不在县里买宅子？买了你家隔壁的地皮，王婶子家的。罗星梅嘴角抽了抽，她总感觉方阳是冲着自己妹妹去的，但又没有证据。那挺好的，在我家隔壁，以后也是个照应。齐如意与罗星梅一样，到底是女人，心细一些，没有出声，但也不是没有想法。晚上罗星梅躺在床上，想了又想，不知道怎么去与陈宗宇接近。她要报恩，可是这个恩人明显不愿意接受，一整夜都没有怎么睡好。就这个作坊的叫罗星梅，原本是给我家儿子说的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与我三弟家的儿子搞一起去了。不少人看到2人拉拉扯扯的，这传出去像什么话呀？这姑娘太过分了，你那个大侄子也过分。我就是想着让罗姑娘给我家宗光一个交代，宗光这些日子可没少为她花银子，隔3差5的就回家要银子。突然间罗姑娘就与别的男人好了，我这心里也接受不了啊。虽然那个男人也是我陈家人，但我们大房与3房早就分家了，这银子我们花的冤枉啊。我记得第一次见面在茶楼就要了1壶茶水，1壶茶水20文钱，我可以将自己应该花的10文钱给你们，所以不要再说我花你们家银子了好吗？陈大娘伸手就将10文钱扔在地上。你花了我们家那么多银子，10文钱就想打发我，打发叫花子呢？我花了你们家多少银子？我与陈宗光只见过1次面，后来便让王大娘告诉你们家事情不行，我们家不同意。后来我与陈宗光就再没有见过面，怎么就成了花了你们家那么多银子？后来指责我的时候，还请你查清楚了。怎么，花了银子还不愿意承认？真是个不要脸的！今天你不将银子给我算清楚，我便不走了。你不是在作坊里面干活吗？也让这作坊的东家看看，你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人，还怎么在这里干下去？你来之前没有打听一下？打听什么呀？大嫂，我要报官，有人讹我，你派个人去通知一下官府吧。好。你去官府跑一趟，咱们这里有人报官。是。不可以，不能去。你们肯定与官府有关系，所以才想着要用官府来欺压我们。
说话讲究的是证据。你刚才不是说我花了你们家银子？我已经还给你10文，是你自己不愿要的。我要报官，你又说我们欺压你，你可要想好了再说。宗光，你来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啊，陈宗光，真应该你来说说。看样子你从家里要了不少的银子啊，还说花在我身上了，当真花在我身上了？那天我回家的时候，正好路过一片林子，看到陈宗光的身影儿，身边跟了一个女人呢。姑娘来都来了，走什么呀？看着陈宗光上来污蔑我，你花了人家银子，现在不应该还给人家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不认识他们。不认识？陈宗光，这女人说她不认识你呢。我也不认识她。跟你一起钻了小树林的人，你们竟然能互相不认识，还真是好玩。青梅姐，她不是个姑娘，肚子里的孩子有1个多月了呢。是祝大夫。这个时候你怎么过来了？听说作坊门口有闹事儿的，我过来看热闹。这姑娘当真怀孕了？不会错的。陈宗光，你都有孩子了，还不管你女人的死活？大娘，银子没白花，都在这个姑娘身上，人家现在还给你家怀了孩子呢，好好珍惜哦。宗光，你说银子到底怎么回事？娘，有事咱回家说好不好？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那么多银子怎么了？就花在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身上了。娘，这事儿您听我解释，银子是花给她了，可您现在有孙子了不是？孙子？我家里孙子多的是，能差这贱人肚子里的这个吗？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把银子要回来！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还没有成亲就与男人在外面鬼混，你爹娘没有教过你怎么好好做人吗？这就给怀上种了，真是不要脸呐！娘，您别这样说，她挺好的，而且现在肚子里有孩子了，为了避免别人的眼神，他干脆脑袋一歪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来姨，快给这位大娘看看，可别死在作坊门口，晦气。嫂子没问题，我现在就给她看看。人晕过去了，这是刚才受的刺激太大，必须要用手指粗的针扎进肉里，让病人感觉到疼，瞬间就能醒过来。正好我今天身上带了针，要是这大娘运气也不错。我不扎针，我没事儿。陈宗光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便算了，若是再有下次敢污蔑我，就让你将牢底坐穿，我说到做到。陈宗光神色讪讪地看了罗星美一眼，微微点头，拉着女人离开了。青梅姐，你怎么遇到这样的人家了？还不是到了年纪，有人非要给说亲，就成这样了。我要回去跟我娘说，再也不让那些媒婆上门了。方公子将宅子盖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，以后是打算长居了？是，这里安静，这里人也好。是大家都好，还是一个人好啊？都好。这孩子，以后方公子可就在你家隔壁啦。他刚来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可要多帮忙。会的，太奶奶放心。方阳哥哥，我来就好，你还是别进厨房了。总要过来蹭饭，你也不能让我一直不动手，那我也不好意思了。那好吧。方公子怎么能进厨房呢？还是出去吧。婶子，您叫我方阳吧。我暂时先住小叔的院了，因为一个人，所以想着过来您家蹭饭。您再让我什么活都不干，我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看到了吧，这不是我让他干的，是他自己非要干的。吃饭没事的，多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。你呀，还是别进厨房了，快出去吧。怎么办？之前种地不让他种，现在进厨房帮忙都不让，难道他表现得太差了？方阳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，你这丫头
怎么好意思让他干这样的活啊？娘，真不是我让干的，是他自己非要干的。人家应该是想着要来咱家蹭饭，不好意思。那也不能让他进厨房来干活。方阳与你大哥他们不一样。娘，怎么就不一样了？都是人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而且大哥他们都能干，方阳为什么就不能干呀？你大哥他们从小都是操着长大的，你再看看方阳，这皮肤啊比女娃的皮肤都好，而且他那一身白衣裳，进了厨房稍微沾一点灰，岂不是脏了？娘，您对方阳哥哥好一点，看看你让人家出去，现在方阳哥哥好像不怎么高兴了。小磊，你老实跟娘说，你是不是喜欢方阳啊？没有的事儿，娘，您可别乱说。真没有？真没有，娘，这事儿您可不能乱说，这可事关你女儿的名声啊。我记得方阳之前在咱家县里的院子可是住了挺长的时间呢。娘，这事儿您以后可千万别说了。我以前对方阳哥哥好，是因为他以前救过我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但我后来又救了他，也算是报了恩情。他是二哥的另一半啊，我对自己未来二嫂好一点怎么了？我的娘嘞，可千万不能乱说呀。吃过饭后，关小妮去洗碗，罗兴磊则在自家院子里坐着，周围很安静。突然他听到隔壁有动静，就看到罗兴旺正撅着屁股往李秋家院子里扔东西。看着罗兴旺扔完，他也没出声，眼睁睁看着人走了，罗兴磊才慢慢跟了上去。很快就看到罗兴旺跑到了一个偏僻的大树后面。没一会儿，罗兴旺欢喜地跑出来，又等了一会儿，才看到罗兴辉一脸阴沉地离开。兴辉事情怎么样了？奶，放心吧，我让兴旺又给他院子里扔了东西。我那会儿看到他出去了，院子里没有人，想必他也不知道是谁干的。我们隔三差五的扔，他总有招架不住的时候，到时候我们就将院子要过来。还是我的兴辉有主意，你放心，这院子要过来以后都是你的，到时候奶跟你一起搬过去。你四叔他们已经离开了，就算回来，这院子呀咱也不给他们。奶，我没想着要那个院子，只不过上次大雨咱家的屋顶不结实，我不想您和我爷出什么事儿，到时候您和我爷住过去就行，我会一直过去看你们的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到时候咱一起搬过去。那院子啊奶瞅了好久了，最后指定是你的，放心吧。奶，我不愿意要。以前村里人总骂我是读书人，不与他们计较，但现在咱们家的情况不太好，生活都很拮据。二叔和四叔家里情况好，但他们不愿意孝顺爷奶，才让你们过着寒酸的日子。我不想读书了，想出去干活赚银子，这样也能让爷奶的日子好过一些。看着你们过这样的日子，我心疼。你最乖啦，所有人里呀，只有你是最孝顺奶都知道的。你放心吧，那个院子奶一定给你。奶的乖孙儿要读书的，读书不用干活儿，还能当大官。奶呀，等着跟乖孙享福。其他的事情啊，你都不要多想，安安心心读书就好了。奶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争气，到时候找10个8个的丫鬟婆子伺候您。好，还是我们兴辉最孝顺。快回屋去吧，奶给你做好吃的。谢谢奶。深夜，方阳已经睡着，听到外面有轻微的响动，他一下就睁开眼，轻轻起身站在窗户边，竟看到有东西从外面被扔进来。方阳转身穿了衣裳，然后用轻功悄悄去了罗兴磊家，敲响了罗兴磊的房间门。怎么了？我想将事情闹大，他们又往院子里扔东西了。你去拦人，我去敲族长家的门。好。爹娘，方阳哥哥那边遭贼了，
我现在去找族长。怎么回事啊？族长爷爷，遭贼了！村里遭贼了！您快醒醒呀！村里狗叫声此起彼伏，一时间整个村子的人都醒来了。这个年头，凹山村人能吃一口饱饭，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。现在听到有贼，谁都不乐意。其他几个老爷们儿也去拿家伙。村里人动作快，又怕贼跑了，几息的时间已经飞速集在一起，往罗家那边去。半个村子都惊动了。很快，罗六家那边都听到了动静。罗六带着大儿子和三儿子一起出来。大晚上的都是些男人出来，女人没几个出来的，但也有精神头好、爱看热闹的，跟在老爷们身后义愤填膺的。方阳哥哥，小童在这里。火把照亮下，到后面就看到了罗爱福与方阳两人站着，地上倒着两个人，不过头上都被套了麻袋，没有动，显然人晕过去了。竟然还来了2个贼！方阳，这次多亏你机智，不然恐怕还抓不到。族长，我看这些贼就是看到方阳出手大方，想偷方阳的银子。方阳啊，你可得保管好自己的东西，千万不能让别人拿了。谢谢婶子。听到动静我便出来了，怕抓不到，所以先套了麻袋才打晕的。方阳现在可是村里的香饽饽，长得好看又有银子，还是读书人，现在还有自己家的院子，村里老多家有女儿的都盯着呢。方阳就是聪明，一个人总对付不了2个人，打晕等着我们过来挺好的。可不是嘛，方阳还是读书人呢，能抓到贼已经很不错了。哎呦，这贼还真是可恶，竟然盯上了方阳，咋不死全族呢？既然大家来了，不如将人弄醒问问，看有没有偷别人家东西。水浇上去，地上2个不动的人立刻清醒过来，伴着枪咳声。2个浇水的人上前，一人一个，直接拽掉他们头上的麻袋。看清人脸时，2人都懵了。星辉，怎么是你们2个？星王，早就让你不要胡闹，就是不听。星辉哥，你不是你叫？闭嘴，还不快给方公子道歉！宅子之前虽然是小叔家的，但现在是方公子的，谁让你过来胡闹的？族长，真是不好意思了，我也是一时晕了头，才会跟着星王胡闹。这事儿是我们有错在先。昨天晚上我们家被人扔了死老鼠之类的，因为村子里之前一直都好好的，只有方公子是最近来的，我家里又出现了那些东西，星王就想着是方公子做的，毕竟当初小叔宅子还没有卖的时候，我爷奶打算搬过来的，可能那个时候方公子看我们有些不，所以这事儿也是我们一时气晕了头。放谁家大早一开门，院子里看到死老鼠之类的东西都能被吓一大跳，我家里还有孩子，白天起来的时候也是被吓坏了。星王是个好孩子，心疼家里小的，所以……星辉啊，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。方阳虽然是刚刚才住进村子的，但那些死物真的是方阳扔的，不是你们家往方阳院子里扔的。前天白天我可是看到罗兴旺院子里扔死物，当时我着急去娘家，所以没说，还想着忙过这2天给方阳提个醒呢。你现在竟然还污蔑上了。星旺，是这样吗？婶子，真是抱歉，这事儿我真不知道。方阳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看好弟弟。罗兴磊实在看不得罗兴辉这样的嘴脸，以前没有分家的时候，一个人吸全家人的血，后来分家，罗兴飞在宁家，罗兴辉与刘兰兰的小家整个被罗兴飞养着。可是罗兴飞出事儿的时候，罗兴辉可是连面都没有见。今年没有银子去北望城读书，连县里都去不了了，只能留在家里，又开始想别的办法。就是小沈家的院子让罗六老2口住了，恐怕用不了几天也会被罗兴辉折腾，最后直接将院子卖了，卖的银子定然全都进了罗兴辉的腰包。兴旺，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兴旺，你自己来说。
为什么要给院子里扔东西啊？我没有。族长，兴旺看到您太紧张了，我替他来说吧。兴旺自己来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兴旺，你来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之前为什么要往院子里扔东西，还让家里人误会了方公子？是我扔的。可他还想说，不是你让我扔的吗？罗星辉又先一步抢了他的话。兴旺，这事儿做得太不应该了。我没有。族长，不是说村里进贼了吗？怎么都在这里站着？兴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族长啊，2个孩子胡闹，我们给方公子道歉，这件事情就算了吧。族长没表态，村里有妇人不乐意了。方阳可是他们看中的女婿，能被人这样3言2语就糊弄了？罗六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们家人呐得不到院子，就让孩子出头露面，往人家院子里扔死老鼠，真是太缺德了。这3言2语的事情啊就想过去，这是欺负方阳，是外面刚来的呀。那可不行，大家都是奥山村的，你们罗家欺负人可不代表我们坚决不同意。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做不得主，毕竟方阳是刚刚进村子，以后也打算在村子里生活，还在村里又要起一座宅子，大家应该多多照顾的。兴旺，你先别哭，告诉爹，事情是这样的吗？这个时候儿子被指责，他的第一反应是，就算这事儿是儿子做的，也坚决不能让儿子承认。说是承认了，以后还怎么娶媳妇儿啊？兴辉，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不是三叔说你，兴旺到底比你小太多，你怎么能带着他干这种事情？三叔，我没有。爹，他说谎，东西是我扔的，但是是他让我扔的。他说可以给我银子，只要我帮忙抓些死老鼠和蛇之类的，事情办好，还可以给我买鸡腿吃。兴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。就是你让我干的，你白天还给了我一个鸡腿，还说今天晚上扔完之后再给我银子呢。那你说我给你多少银子？5两。兴旺，咱家现在什么条件？以前兴飞没出事儿，5两没什么，后来兴飞出事儿，家里哪还有银子？而且我就一读书人，没有赚银子，怎么可能拿得出来5两银子？可就是你说的。兴旺，以前刚分家，家里很穷，没东西吃，后来兴飞去县里，家里条件好些，你家便与我家一起跟着爷奶过，大家都靠着兴飞过日子。就那个时候，我花1文钱都会考虑再考虑。现在家里的情况不好，各家都已经回到从前，又分开过了，我哪里还能拿出来5两银子？你怎么拿不出来？之前奶的银子可都是给你了，就因为你读书，家里什么都得先紧着你。现在你说你拿不出来，别说5两，你身上有20两呢，你拿出来给我看了。兴旺，不要再乱说了，我身上哪里有银子？罗兴旺不信，上前去搜罗兴辉的身。罗兴辉站着，一脸无奈，但不阻止他，一切都由着他。罗兴旺搜了好半天都没有搜出来银子，一时有些慌乱。不会的，他有20两银子，我看到了。兴旺，我如果有20两银子，第一件事就是带爷奶去县里看病。2位老人身体不好，怎么可能乱来？就是因为没有银子，我才会干着急。晚上我看到你悄悄出门，怕你出事儿，就慌忙跟着过来，没想到……哼，兴辉，你这话三叔就不爱听了。就拿墓地来说，兴旺与这宅子也搭不上边。且不说你小叔这宅子方公子买了，就算方公子没买，兴旺也没有份，他为什么要往方公子的宅子扔死窝？你小叔这宅子卖了，损失最大的是你，能干这种事情的也只能是你。你爷奶年纪大了，到时候2位老人走了，宅子就是你罗兴辉的，与我们家兴旺有什么关系？兴辉不愧是读书的，做事情手脚挺干净。我家兴旺就是老实一些，被你忽悠着做事，但村里可没有傻子。罗家真是人才辈出，
这罗爱宝平常占便宜有一手，在这种事情上很快就分析好了，可见脑子挺好使。他默默从空间里拿了一把瓜子出来，边看热闹边吃。是啊，谁不知道罗六两口子最疼的就是罗星辉这个大孙子了。你怕是不知道，那天爱全一家走的时候，星辉家的儿子可是哭着闹着说爱全家的宅子就是他们家的，可见这背后有事情。爱宝说的没错，兴旺扔东西图什么呀？这宅子就算要回来，与兴旺又没有关系，最后还不都是星辉的？就是，大家应该知道，我们当初分家的时候，除了我二哥一家被分出来外，其他人都还在院子里，大家各自有屋子住。后来爱全在外面起院子，老宅那边分的屋子就空了出来了。我想着孩子大了，以后要娶媳妇，所以给了爱全银子，将那边的屋子买过来了，就是给我们兴旺的。所以兴旺做这件事情图什么呀？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。这大半夜的，若是没什么事情，兴旺好好的怎么会出来？吃的东西一吃就没有，是留不下什么证据。就算兴旺拿了银子，到时候对方不承认，这没招。何况银子也没给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自己家的事情自己家来解决。方公子啊，这件事情真是对不住，是我没有看好孙子，被他们扔在院子里的东西我们来收拾。您看这事儿……罗六，事情就这么算了？可太可恶了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就是啊，人家方阳才来咱们村，你们就欺负人，真当然好欺负呀。出门就看到一堆死物，吓都吓死了。方阳也是读书人呐。依我看呐，至少要赔一只能下蛋的鸡，让方阳直接炖了汤也好，留着一个鸡蛋也罢，好歹能养身子。对，至少要赔一只鸡呢。不是我不给，家里没有能下蛋的，都还是鸡仔，需要再养养才可以啊。那就给2个鸡仔儿。罗六家的鸡我知道，挺大个的，抱回来养1-2个月就能下蛋了。最后罗六认了，亲口答应。族长怕夜长梦多，带着村里人看着罗六几人将方阳院子里的那些死物收拾干净，并且警告他以后不能干这种过分的事情，然后直接带着人连夜去了罗六家抓鸡。2只鸡也挺好，养养可以吃鸡蛋。那就养着，到时候每天下了鸡蛋给你吃。我家里也有。哼，你家里的是你家里的，我这边养起来的也算是我们2个人合作的战利品。也行。这么晚了，困不困？还好，有热闹看，也不困。村里人都很好，我很喜欢这里。你是喜欢这个村，还是喜欢这里的人？喜欢这里的人。挺好，也不知道二哥什么时候回来。很想你二哥。替你想。还好，偶尔会想一下。要我说呀，孩子回来了，不如就嫁出去，留在家里总不是一个事儿。你家星阳年纪慢慢也大了，总要娶媳妇儿，这家里还有个姑娘，怕是儿媳妇儿也不乐意呀。嫂子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孩子的事情还是自己做主吧，我不想管那么多。他有自己的想法，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如果以后他不想再嫁人，那就再说吧。那你不怕耽误了星阳的亲事儿？你家星阳可是个有本事的。哎呦，这在县里当大夫，这么多好姑娘都等着挑呢，别因为星飞一个耽误了。没事儿，既然嫌弃我家，那就别嫁进来。那家条件真不错，你不考虑考虑啊？对方不过就是有俩孩子，比你家星飞大了10来岁而已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他们挺乐意的。不考虑了，谢谢嫂子。你们听说没有啊？昨天六婶子又和2个儿媳妇吵架了，闹得挺凶。后来听说还是族长过去，才没再闹腾呢。你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，其实这事儿啊，不怨爱宝媳妇儿，
都分家了，六婶子还让爱宝媳妇去帮着星辉媳妇干活，这人能干吗？搁我们身上，我们也不能愿意呀。可不是咋的，听说星辉媳妇什么也不干，整天就带着孩子。星辉媳妇不干活，六婶子非要让星辉媳妇干，结果那笨媳妇打碎了几个碗，六婶子心疼就不让她干活了。后来看着巧月，就非要让巧月给干活，巧月当时就骂了：都闲的是不是？有活不好好干是不是？不想干就走人，有的是人想干活。此话一出，几个女人立刻安静下来，也不敢说话了，规规矩矩干活。但这种也只是止住了表面，不能阻挡大家私下里说什么。这2天收到信，自家干爹需要一批治疗外伤的膏药，需求量挺大。认干爹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是干爹给他送东西什么的，这还是第一次心里想要一些东西，他自然是全力配合。李叔，这些药材的量我都写出来了，时间有些紧，不知道需要多久能备齐呀？有些药材铺子里有，需要处理吗？可以先用铺子里的，其他的我立刻派人去拉回来。好，需要处理，我还需要些人手。后院的人不够，我们就再找一些人。算了，就这些人手，到时候让大家辛苦一下，回头多给他们一些工钱。也行。经过了7天时间，罗兴磊终于以最快的速度赶制出来第1批。去吧，完成任务，回来给你整好吃的。小磊，你说这憨憨也是神了，天大地大的，他竟然就知道灵爷在什么地方，真是厉害。要是让我去找，我肯定不知道灵爷在什么地方。还真是这样，他好像是成精了。小磊，那我们是等消息，还是继续熬？先等消息。都先休息吧，等消息回来再决定下一批。娘，我回来了。这些日子跑哪儿去了？方阳去了县里2次都没见到你，这2天可是担心坏了。你快去隔壁看看。哦，方阳哥哥。一出门这么多天，音讯全无，这样让人很担心。这几天有点事儿，一直在药铺里忙着，所以没有回来。再忙也要回家。屋子里都收拾好了？收拾好了，进去看看。好呀。一进去，罗兴磊认认真真地转了一圈。这几天的时间，屋子里有些桌椅什么的已经摆上了，再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上好的梨花木。从堂厅转到卧室，他一眼就看到摆在卧室的那张床，很是惊讶。这方阳哥哥家里有矿吧？床竟然是金丝楠木，还奢侈地坐上了床。这一刻，他竟有些怀疑方阳的身份。回来了，不如今天留在我这里吃饭。不用了，我先回去了，还有些事想跟我娘说说呢，我就不留着了。哦，对了，昨天组长媳妇儿过来找我，说咱家跟方阳走得近，想让问问方阳干什么活儿。如果方阳还没想好干什么活儿的话，问能不能教教村里的孩子识字什么的，村里人可以给方阳吃的。您去问了吗？哎呀，这事儿娘不好去问呐，就想着你回来了帮忙去试探一下。我一个当长辈的去问，这方阳就算是想拒绝，恐怕也会不好意思呀。好，晚上的时候我问问。告诉他想答应就答应，不想答应就拒绝，这不是强制的，也不用多想。你住到凹山村稳定以后，有什么打算吗？还没想过，以前都是代写一些家书，或者卖字画赚银子。村里孩子挺多，但是认识字的没有几个。如果有机会让你给孩子们教教字，村里人帮你种地来换取，你怎么想？你如何想？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你教孩子们，这样就可以不用下地，地里的活有人帮你干，平常家里的活也有人帮你干，教孩子也不用天天都教，偶尔可以放松一下，或许上午教，下午就让他们出去玩，
村里的男孩子可以去镇上学堂，就是女孩子什么都不懂。如果方阳哥哥愿意教的话，回头我也可以抽时间帮方阳哥哥一起教。好，我同意。那我明天就将这个好消息去告诉族长，村里人肯定很开心。方阳哥哥，时辰不早了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好。罗六啊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建学堂这是村子里建，我们一家老小自然是过来帮忙的。这方阳就是好，来了咱们村，孩子们都能读书了，这可是村里的一大复兴啊。贺新年，你说什么呢？方阳只是咱们村的外来户，村里盖学堂，那也应该是找村里人当先生，怎么能请一个外人来当先生啊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还是谢谢人家方阳吧。如果不是方阳慷慨解囊，你以为凭什么村里就能盖得起这砖瓦学堂啊？人家自己出钱盖的，为什么不能当先生啊？还要便宜了别人不成？就是啊，方阳多好啊，来了咱们村子，孩子们也有书读了，这可是造福了大家啊。六婶子，你可不能光想着你们自己家呀。六婶子，平常村里干活你们家都出不了那么多人，今天这全家出动的架势，该不会以为村里盖学堂要请你们家星辉来当先生吧？我家星辉怎么啦？星辉可比方阳年纪大，而且读的书也多，这先生我家星辉来当最合适了。哼，六婶子，您还是回家睡觉来得快些。你们怕是都拿了方阳的好处吧，所以才会这样说话。方阳不就是长得白净点儿，论好看，我家星辉能甩出他很多，论读书，自然是我家星辉读得多。你们就放心将孩子交给这样一个人。六婶子，我挺愿意自己家孩子跟着方阳学。哼，我去找族长。族长啊，你这事儿做的可就不对了。村里建学堂，怎么说先生也得用咱们自己人，怎么能用一个外人呢？什么叫外人啊？族长啊，可不能这样。星辉再怎么说也都是咱罗家的孩子啊，孩子有出息，咱们做长辈的脸上也有光，不是？星辉是星辉，方阳是方阳，学堂是方阳自己出银子建的，这些砖都是方阳的银子，自然由他来当这个先生最好。族长啊，就算银子是方阳给的，那方阳也是个外人呐。有能耐自己也给星辉建一个。继赵氏闹过之后的第3天，凹山村又出了一件大事儿。罗家开了学堂，就在罗六家里，专门空出来一间屋子。每个孩子上学堂的费用不高，比镇上少了小半儿。有几家抹不开面子的，没给罗六家银子，只给了一些家里的食物，最后将孩子送去罗六家。于是这边学堂还没有彻底盖好，那边已经开始上课了。娘，您别这样啊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来往，您别将宗英带走啊。陈宗英不是我们老陈家的种，卖了他怎么啦？不是我们家的种，还要吃我们家的饭。老陈家养他这么大，他这个时候就应该做点牺牲。娘，您这是要我死啊！您这样说，孩子跌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啊。没事了，梅姐姐，没事了，梅姐姐在呢。你这个贱人，你还敢来我们陈家村？你这个小贱蹄子，知不知道尊长啊？我再怎么说也能当你奶奶啦。不好意思啊，慈祥的叫长辈，我们应该尊。您这样的算哪门子长辈啊？直接给自己儿媳妇扣屎盆子，还要卖掉自己亲孙女儿，哼！真不知道陈家村竟然是这样的，也不知道传出去陈家村的大姑娘能不能嫁出去，小伙子还能不能娶到媳妇儿。
姑娘，你这话说的我们就不爱听了。他们家的事儿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你可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呐！不爱听也给我憋着。宗英家孤儿寡母，你们不说帮衬一把就算了，竟然还在一边看热闹。陈家村都是姓陈的吧？一笔写不出2个陈字。你们当真看着这老东西卖了孩子？今天能卖宗英，明天指不定就会悄悄带走你们家的孩子到外卖了呢。你这个小贱人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老太太，你大儿媳妇回家没告诉你，仁济药铺就是有神医的那个药铺，我表姐堂哥可都是里面大夫，就连神医与我们家也认识，你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能给你救活了，所以别用死来吓唬人。就是你这个小贱人，趁我刚才不备将我踹出去的。宗明，这孩子刚才也是着急了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们道歉，我们给你道歉啊。婶子，这人是我打的，你跟他道歉没用，你也不用替我道歉，咱俩没太大关系。你就是说给宗光的那个作坊女工？哼，欺负宗光和我娘，现在又来欺负我奶和我，真当我们老陈家的人死光了不成？今天老子就要你好看！在人冲上来时，他伸手看似轻飘飘，抓住了陈宗明的胳膊，下一刻就跟折一根细树枝板，一下就折断了。围在陈家门口的众人只听到骨头错位的声音，然后就是陈宗明杀猪般的惨叫声。我不跟你打，但你再动手打我们陈家村的人，我就去报官。好啊，那快抓紧时间去，我就在这里等着。宗英他们告眼前这2个东西。老太婆，就没有见过你这样的，儿子没了竟然这样逼自己儿媳妇儿。再怎么说，孙子孙女儿都是你的，你就不怕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儿子在地下不甘心，跑上来带你一起下地狱？你一个大姑娘，不要脸的往我们陈家走，还上杆子倒贴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请问我怎么不要脸了？宗宇哥救了我，我来看婶子他们也是为了报恩，难不成我就应该做那些忘恩负义的事儿？哟，报恩？报恩从来都是以身相许呢，你这又不打算以身相许，还总跑来陈家。我怎么报恩是我的事情，与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宗宇是我孙子，他救了你，你却在这里欺负他奶奶。等回头宗宇回来，我一定要好好跟他说说。好呀，正好我也留下来告诉宗宇哥，你们过来打算卖了宗英，看看宗宇哥还会不会听你的。老三媳妇儿，你自己看着办，一个外人在这里管着我们陈家的事情，你认为合适吗？宗明啊，我们走吧，去找村里大夫给你正骨。婶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真是谢谢你了，星梅。你看你总过来，家里也没什么好招待的。我问过宗宇了，他说救你只是顺手的事儿。你这些日子往我家送的东西够多了，这天大的恩情也该还完了，以后别来了啊。婶子，我今天做事情冲动了。娘，你也不想想，如果今天不是星梅姐过来，宗英就被他们抓走了，难道您就要看着宗英被他们抓走？你们没事就好，婶子说的我不会当真的，以后还来看你们。宗华来啦，星梅姐，你先待一下，我去看看。好。星梅姐，我二哥叫你进去。好。想站起来吗？我认识神医，可以帮你的。不用了，刚才的事情谢谢你。你天天来我家是因为大哥救了你，但报恩跑这么勤快的，你是第一个。报恩嘛，总需要来恩人家看看的。我大哥在爹死后就一直承担着家里的生计，现在所有的重担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你也看到了，
我家就这条件，我的这腿怕是这辈子都不能动了。弟弟妹妹还小，我娘性子软，你若想跟我大哥在一起，就要跟我大哥一起扛起这个家，会很累。我不怕累。问题在宗英身上，如果宗英不在，他们就算来闹也没办法。宗树和宗华都会保护自己。我能带走宗英？你一会儿看看。未来嫂子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以后嫂子进门，我这腿脚不便，可能还要靠哥哥嫂子养着我了。放心吧，当真不让我找大夫给你看看，我真是神医呢。不用了，谢谢嫂子。那好吧，你好好养着，我出去了。好。姐，你喜欢陈宗英的大哥？陈宗英与陈宗光是堂兄妹，你想好了吗？如果嫁回去，陈家那边恐怕会欺负人的。欺负人我倒不怕，就是宗宇哥。将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了，讲得很细，直到他将陈宗英带回来。掌柜的，你们这里干活的陈宗宇在吗？他呀，不在，好几天没来了。是出什么事了吗？这个倒是不知道，听说家里有人走丢了。罗星梅却是不能淡定，陈家出事了，他此刻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，于是他飞快地出城往陈家村去。宗叔，梅姐姐，怎么就你自己啊？家里人呢？大哥和姐出去找娘了，我早早回来了。婶子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在宗英离开家的第3天不见了。这些日子我与大哥、姐他们一直找，可一直没有找到。去外娘家看了吗？我娘不会去外婆家的，娘最不喜欢外婆家。啊？也没什么，我娘在外婆家排老6，下面一个弟弟。外婆和外公每次找娘，也只会让娘拿银子出来什么的。以前爹还在的时候，家里有些东西，娘时不时会去贴补一下。后来爹走了，自己家的锅都揭不开了，娘就很少回娘家。娘不喜欢回外婆家。他们去哪里找了？有眉目吗？没有，不知道去哪里找，也是很盲目的找。可是找了这么多天，一直没有结果。先别着急，我想办法帮忙找找，看能不能找到婶子。奶，您怎么站在这里啊？那个女人是罗星梅吗？是她，就是那个贱人。奶，我听说罗星梅喜欢陈宗宇。那个贱人竟然喜欢陈宗宇。陈宗宇那个小狼崽子，下手打人可狠了。两人在一起，我还真盼着陈宗宇能打死他才好呢。奶，这么多年您还没有发现吗？陈宗宇就算是打架，那也只是对外，对自己家人从来不会动手的。既然这样，坚决不能让那个小贱人嫁过来。看到小贱人我就头疼。这简单啊，陈宗宇再怎么样长得还行，奶这些日子给他物色一个门当户对的，最好对方还有一对难缠的父母需要养的那种。还是我们家宗光聪明，这主意好，给那个小狼崽子娶个女人，上面多2个要养的人，我看他怎么办。就是，正好三婶走了，您现在可就是长辈，直接给他们就能做主了呢。我还要进去跟你娘好好选选，这10里8乡的，一定要选个好的才行。小磊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怎么了？陈宗英的娘失踪了，他们已经找了好些日子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，我想帮帮他们。你知道人失踪是被人抓走了，还是自己离开的？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就大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更没有来得及细问，但被抓走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吧？陈家又没有仇家，有什么原因会费力的来抓陈宗宇的娘啊？姐，你先别急，今天天色太晚了，明天我派人出去找，只要他是自己走的，应该有办法将人找回来，你也别着急。啊，我不急。姐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陈宗英被你带回来了，
他跑出去找女儿了。这不会……刚才梅姐姐说的事情虽然是真的，但我们一定有办法找回你娘的，所以你不要伤心啊。梅姐姐，我不伤心。宗英，她是你娘，你娘现在失踪了，难道你不伤心吗？不伤心的，小姑姑。她是我娘，但是她不喜欢我。宗英，你老实告诉梅姐姐，你身上之前那些伤是哪来的？她拧的。亲生母亲拧女儿。宗英，你知道她为什么拧你吗？因为我不是陈家孩子，她说我活着就是她的黑点，她不想我活着。宗英，你和她很像，是不是听其他人乱说，所以你才会信了？我是她生的，但我不是陈家孩子，她想要我死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她的黑点。以后想回陈家就回，不想回去就在我家。你既然叫我们一声小姑姑和梅姐姐，我们就会将你当成罗家的孩子。真的吗？自然是真的。小姑姑，如果能找到她，希望你能找一下她。我希望她活着，以后我长大孝敬你。好。他在药铺忙碌的第3天，下面的人找到了陈三娘的下落，人竟然在北望城，甚至已经改嫁为人妇。陈三娘竟然改嫁了，这让他如何将事实告诉陈宗宇他们？梅姐姐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是宗英出事了吗？没有，梅姐姐可是有我娘的消息了。有婶子消息了，不过距离有些远，还有，你们如果想去，我明天可以带你们去。告诉我们地方，我们自己去。你跟我出来一下吧，我有话要跟你单独说。有话就在这里说吧。你确定让我当着宗树和宗华的面说？婶子在北望城，地方不好找，我知道地址。你说是不想让我跟着你去，我可以让人带你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便好。你告诉我地址。陈宗宇这样的显然是没有去过北望城，而且步行去北望城那还需要时间呢，一天能走到都算是快的，必须要马车才行。如果真的不想让我缠着你，那就让我帮你这一次忙，就当我报恩了。孤男寡女不方便，你让其他人带我去吧。好。婶子在北望城那边可能不太方便见你们，会影响她现在的家庭与生活，所以带不带着宗华和宗树一起去，你自己决定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宗英那边你不用担心，他今天去学堂了，在我家生活得很好。学堂？他跟我小侄女一样大，2个孩子倒也是个伴儿，在学堂能学到不少东西。如果你不放心，待你从北望回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约个时间，我带他出来见见你。好，这次的事情谢谢你，时辰不早了，便不留你了。小磊说女追男隔层纱，不知道自己追他会不会接受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我在想怎么追你。孩子们怎么少了那么多呀？刚来前几天人挺多，后来感觉太苦，就不愿意来。你继续忙吧，我回去了。你忙完了吗？忙完了，最近应该能闲下来了。我回去给你炖点汤。好。方阳回头莞尔一笑，阳光洒在脸上，仿佛镀上了一层光芒，耀眼的让人移不开眼。罗新磊心脏狂跳，他有些慌乱地离开了学堂，总感觉自己最近病了，见到方阳之后，这身体不受控制了，竟然心脏狂跳。娘，我进去炖点汤。去吧，前2天下雨了，养在你小叔家的那2只鸡，方阳怕它们被雨水淋病了，硬是冒着雨去将鸡抱回自己院里，结果鸡没事了，
他倒是病了2天。2只鸡而已，下雨病了吃药就好。方阳的身子可是经不起折腾啊。谁知道这孩子怎么想的，将那2只鸡看得挺重的。罗星磊一时语塞，他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方阳对2只鸡那样上心。难不成方阳喜欢鸡？他们总是这样，好烦呐！方阳姑父明明是我们家的。方阳先生不是咱们罗家的吗？那些大姐姐为什么总给方阳哥哥送东西呀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因为方先生没有收钱，所以这些人送东西过来。就因为方阳不收学费，所以这些人就堂而皇之的让家里的大姑娘过来给方阳送吃的，这怕是打着别的目的吧。方先生，这是我爹娘让送来的，我弟弟要多亏方先生照顾了。方先生还有我。还有我。方先生，我娘听说你喜欢鸡，把家里2只鸡都宰了，我们已经收拾干净，你直接回家做就可以。你若是不会做，我可以帮你做。方先生，我也可以的，我娘说我做饭是村里顶好的。我做饭也不错的，方先生喜欢吃什么样的？这是什么操作？刚才还一副想要吃了方阳的表情，现在竟然就各种害羞，还真是矜持啊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身子已经好多了。刚才我好像看到罗家那个罗星磊出来了，一定是他将方先生勾走的。他们2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个谁知道啊？我是看到这几次方先生跟在罗星磊身后说话的，就是不知道这个罗星磊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，整天戴着个面纱。应该很美吧？你们看他那身衣裳，还有他的眼睛。其实我过来送东西就是想多看方先生2眼，毕竟方先生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看上我的。哼，你没机会不代表我们没有机会。方先生现在在凹山村，我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他心中很燥，但又没有地方发火，最后干脆进了右山。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影子，从他面前跑了过去。他没太看清，只看到是灰色的恶狼一头，然后一人一狼就打了起来。狼完全将罗星磊当成了今天的猎物，晚上的餐食。罗星磊则是将狼当成了发泄的对象，打了很久也没有见到有其他的动物出现。而狼在面对罗星磊各种轻功偷袭还有各种招数之后，终于没有还手的力气，嘴里发出嗷呜嗷呜的低低叫声，仿佛在求饶。今天谢谢你了，大灰狼，这是赏你的晚饭。说完便直接就走了，心情也好了很多。灰狼愣愣地看着人就这么走了，没有对自己有任何伤害不说，还送食物，真好呀，狼生圆满了。可远远的没走到家门口，就看到方阳又被人围了。方先生，这些东西您就收下吧，上午桃子他们可都送了呢，没理由桃子他们送的您都收了，但我们这里就不收了呀。就是，方先生，我家孩子可是跟着您学呢。听听，连少妇都被吸引了。小磊，方，你有事？有，罗大夫没有回村，我想着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一下罗大夫，我感觉自己的病好了。你没病吗？我娘说你可是淋了雨，还是要好好休息，身体可是最重要的。再说自己好没好的，不需要找大夫去证明。我想起来了，你病还没好，不如去找星阳哥哥看看吧。好，大家都回去吧，我身子不好，还是需要找大夫去看看的。因为生病，村子里的人太过热情，我那边吃的……小磊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按说这些事情你自己就能处理的，还用得着来问别人？行了，门口的那些女人都走了，我还有事儿，你自便。他心情又不爽了呀，这好不容易出去发泄了一番好多了，现在竟然又不开心了，做人真的太难了。你说说你这是怎么了？闹什么脾气呢？和方阳闹别扭了？
怎么这样跟方阳说话呢？方阳送东西过来那也是好心。我没有。自从方阳病了，这村里不少人家送了东西，方阳一个人吃不了，这也不是第一次送过来了，之前送过来的我都收了呢。娘，咱家又不是差这些东西，你收了干什么呀？我出去一下。陈宗宇啊，有人找。大哥，谢谢你将宗英照顾得这么好。没关系，宗英很乖的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她。小姑姑对我可好了，爷爷奶奶对我也很好，爷爷会陪着我们玩，奶奶还给我做新衣裳了。宗英嘴里的小姑姑是我妹妹，爷爷奶奶是我爹娘。谢谢，欠你的太多了。没有，是你救我在先的。上次去北望城前见了以后便没有再见，不过几天时间而已，他又消瘦不少。是家中无人分担养弟弟妹妹的事情，生活太苦，还是因为母亲的事情心里苦？你先说。你先说吧。我这几天一直在忙，所以才没有带宗英过来找你。今天学堂休幕了，才有时间带着她过来。没关系，这些日子你们照顾宗英也辛苦了，我想将宗英接回家。现在宗华在家可以照顾她，我也有活干，家里还过得去。大哥，我也想回家。好，那今天就跟大哥回家。可我不是陈家孩子，我跟你回去，他们恐怕又要卖了我。放心吧，不会的，以后都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情了。宗英放心，以后不但有哥哥疼你，再过不久还会有嫂子疼你，还有你二哥、姐姐、三哥，我们一起疼你好不好？大哥，他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他有了新的生活，以后不会再跟我们一起生活了，所以宗英不用怕了。大哥要和梅姐姐成亲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梅姐姐以后就是我嫂子呢，咱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啦。宗英，怎么可以乱说话？不可以坏了你梅姐姐的名声。大哥要和别的女人成亲。那个女人是你大嫂。大哥坏，明知道梅姐姐喜欢你，还要跟别的女人成亲。我再也不喜欢大哥，我不要跟大哥回去了。我才是你大哥，你新嫂子也会对你很好的。大哥，梅姐姐长得好看，又会很多东西，为什么不能成为大嫂？行了，不要再胡说了，今天就跟我回去。在外面待了些日子，都不听大哥的话了，是吗？要不就让宗英跟我回去吧。这些日子够麻烦你了，家里现在宗华在。可是宗英在我家里有书读，她虽然是女孩子，但是读些书总是没有坏处的。不麻烦了，这些日子麻烦你了，我们之间已经清了，再也不见。罗星梅终是没有忍住，大滴大滴的眼泪直接从眼眶中落下，落在她白皙的手背上。她不停地隐忍克制，最后默默吸了吸鼻子，失魂落魄地离开。你来了？你这是遇到什么好事了？笑得这么开心？没有。陈宗宇回来了吗？中午有个姑娘来找，后来抱着自己妹妹来，说是要请半天假，就回家去了。哎，好不容易遇到，你要不要晚上一起吃饭？不用了，我还有事儿。明天那个陈宗宇来了，你好好敲打敲打他，不要对不该动心思的人动不该动的心思，有些姑娘她是配不上的。是，那少爷要不要给他点苦头吃啊？不用，就让他好好在这里干，看着吧。毕竟是小姑姑亲自送过来的人，平时没事的时候多照顾着点，反正家里也不差这一点点银子。这怎么就病了？人上午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。哦对了，宗英呢？让他大哥带回去了。小磊，你知道星梅怎么了？她是不是被人欺负了？我现在也不知道，等大姐醒了再问吧。有人敢欺负星梅？小磊，你知道是谁吧？
罗新强很生气，甚至现在就有一种冲动，直接去揍对方一顿。大概知道，但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始末，还是等大姐醒了问清楚再说。青梅的病是不是跟陈家有关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姐是不是有喜欢的男孩子了？这事儿还是让大姐醒了亲自跟你说吧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今天我带着他们去县里，大姐就说带着陈宗英出去一下，后来两人都没有回来。我知道陈宗英大哥干活的地方，便去找人。后来那家店里的掌柜告诉我，陈宗英大哥请假带着陈宗英回家去了。可是我没见到大姐，回咱家宅子发现大姐病了。那肯定与陈家人有关系啦。你知道陈家的事情吗？知道一点点。罗新磊便将陈宗宇与陈宗光的关系细细讲了一遍。怎么会这样？竟然与陈家……哎，等你姐醒了，好好劝劝。既然没有缘分，就不要惦记了。姐，难不成真让大哥娶了那个女人？我们不答应又能怎么样？大哥都已经答应了，这些事情也不由我们做主呀。可我还是想梅姐姐做我们的大嫂。大姐、三哥，梅姐姐那天因为大哥说要娶别的女人都哭了，我好担心她。宗英，我们也关心梅姐姐，可是大哥不许我们关心。大哥要娶的女人不是梅姐姐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那个女人是奶奶娘家的侄孙女，就奶奶那样的，她家侄孙女定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无论有什么，大哥自己同意了，其他就都不重要了。都别不开心了，就咱家这样的条件，有个女人愿意嫁给大哥就很好了。是因为我们几个拖累了大哥吗？是。听说你们大哥要成亲了？是奶奶娘家的侄孙女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你们大哥怎么想的？是，他的事情我们都知道，可大哥那边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那边提出来，大哥就同意娶。我今天就是过来看看，至于你们担心的，我们家会不同意，我想你们白担心了。我爹娘注重的是人品，还有我大姐的幸福。姐姐，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们家诚意足，大哥就可以娶梅姐姐，您家的长辈不会反对？那真是太好了。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好好跟大哥说说，奶奶那个什么侄孙女还是算了吧，那个女人进家门，恐怕我们家什么东西都被人搬走了。你可以细问问你大哥为什么会同意，或许他也是有原因的。谢谢你。二姐，我们就这么回去？不然呢？我们不等着那个陈宗宇回来问问，他竟然也不喜欢大姐。不，能做的我们已经做了，能说的我们也说了，咱家的态度很明确，剩下的事情就看陈家人，我们不适合插手。二姐，娘给方阳哥准备的，你去给送一下吧，我肚子有些饿，先去吃饭了。你自己去。我的好二姐呀，还是你去送吧，方阳哥不是你的朋友吗？当初可是你救的人家呢，现在人家都为了你搬到村子里来住了，你做人不能这样忘恩负义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怎么就胡说了？你自己不承认罢了。二姐，娘说了，方阳哥一个人太孤单，你手上的食盒够2个人吃的，你就在隔壁吃完了再回来吧。这家人疯了，一定是疯了，哪里有将自己闺女往外推的呀？真是太可怕了，有没有？方阳哥哥，方阳哥哥，你这是……吃了好几天的馒头，我想煮些面吃，正在和面。你是第一次做吧？以前出门在外虽然会做一些，但从来没有和过面，这还是第一次。要不你别做了，娘让我送些吃的过来，一会儿吃过饭我帮你做那些面。你教我吧。方阳哥哥，在村子里还习惯吗？有点不习惯。以前在外面走动的时候，因为我这张脸，也有不少人上前来说话，可我若是不想理会，便可以不理会。
现在在村子里不行，我就生了个小病，村里不少人就送东西到这儿来。我知道他们生活也就刚够温饱，每家也都不怎么富裕，但他们还是将吃的送过来，退都退不回去，这让我很为难。村里人都很好，但有时候过分的热情让我有些消化不了，甚至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们交流。好在我去找了族长，这件事情解决了，以后他们不会给我送吃的过来了，有什么东西也会送到族长家去，不会再主动跑过来了。这件事情也算是初步解决。我最怕你突然间不理我。吃饭吧，我也没什么事儿。这个村子还是有很多好。我这2天就给二哥写信，让他回来吧。啊？你二哥不是在外面有事要忙，要回来吗？你是不是想歪了，以为我跟你二哥之间有什么？啊？我跟你二哥之间能有什么呀？你这丫头，我喜欢的是女人，不是男人。啊？但不等他告白，门外就响起一道敲门声。方先生在家吗？方先生在家呀，这是我家里的一些吃的，给方先生送过来。我家2个闺女3个小子可都在学堂跟着先生呢，这些日子也麻烦先生了。方阳哥哥，是谁啊？方阳哥哥，人家送东西过来了，你愣着干什么呀？麻烦婶子了，这些东西您还是拿回去吧，以后都是从族长那边给我一些吃的就行了，各家各户也是给到族长家。最后大婶什么话都没有说，甚至是没有反应过来，方阳就直接关上了门。想到中午与方阳聊的内容，心又不由得揪了起来。听方阳的意思，对二哥没意思，是自己误会了，还是方阳不好意思承认？或者方阳对二哥没意思，二哥对方阳有意思？如果自家二哥与方阳之间没有什么事情，那方阳哥哥为什么要来村里修宅子，还在村里住了下来？这事儿让他百思不得其解。中午的时候，掌柜的甚至还将他叫到一边，跟他说了一些话，话里话外的意思便是不该想的事情不要去想，有些人不是他能消想的等等。陈宗宇明白对方敲打的与罗星梅有关，罗星梅的身份高贵，自己配不上，可是自己的活计以前他以为是自己找到的，现在听对方的意思是别人帮忙他才能进去干，这人应该也是罗星梅吧？我不打算去粮食铺子干活了，所以宗华，家里的事情你可能又要精打细算一些了。大哥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事儿，只不过今天知道了一些事情，我不想干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肯定会找别的活计干，一定不会让你们饿肚子的。大哥，你的活计是不是梅姐姐帮忙的？之前我随手救了她，可是现在欠她太多了，所以我不想再继续欠着，以后我们肯定也能活下去的。你们怎么来啦？梅姐姐，都快进来吧，别傻站着了，都快坐吧，跟自己家一样，我家里没人，你们不用紧张的。梅姐姐，不用了，我们过来是找你有话说的。说吧，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的腿好了？是小姑姑给二哥看好的。是小磊啊？你和小磊认识？算是吧。那挺好，不管怎么样，能站起来比什么都好。梅姐姐，我们今天过来其实就是想告诉你，大哥昨天晚上回来了，还说他以后不会去粮食铺子干活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家不是很需要这个活计？他不去干活了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大哥说这个活是因为梅姐姐才有的，我们家已经欠了梅姐姐很多，所以不能再欠梅姐姐的。我吗？你大哥当真这样说的？可是我不认识那个粮食铺子里的人呐。不认识吗？好啦，我是真的不认识。不过这件事情就这样吧，你们也不用担心，
更加不用管。我和你大哥的事情随缘吧。若是你大哥愿意，我自然是愿意嫁的。如果你大哥不愿意，你们如果愿意来找我玩，我很欢迎的，你们随时都可以来。行了，都别再想这些事情了，先好好吃东西，你们还都是孩子呢，这些事情啊，不用你们操心的。而此刻的陈家也不怎么好。陈宗宇今天进山去了，想看看山里有没有什么山货，这样可以拿去县里卖个好价钱。可是出去一上午，什么都没有收获，便回来了。宗宇，奶，你今儿怎么没去这县里干活啊？这怎么还进山了？以后不去县里干活了，那个活计没了。我今天进山，原本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山货可以拿去卖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活计没了？好好的活计怎么就没了？你是不是偷东西了？干不下去了便不干了，没有什么原因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好好的活说不干就不干了，为什么不干了？好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竟然这样看着我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奶。活没了，去了也白去。你连个活儿都没了，你还想让哪个女人嫁给你啊？就我娘家的侄孙女儿你也见过，人是挺好的，就是有些小缺陷，但好歹嫁过来可以为你生儿育女。你竟然，你想让她过来跟你一起喝西北风啊？有我一口吃的，就绝对不会饿到她。行了，你也别跟我说这话了。走，现在就跟我去，你自己去跟她说。今天宗英他们几个来了。哦，宗宇哥的亲事可能成了。姐，你也付出过了，对方倒真不愿意，那便算了，不是自己的也强求不来。姐，小沈一家出门也有些日子了，前些日子就到地方了。小沈给我来信了，说那边作坊可能刚开，如果你愿意，其实可以去外面看看。我可以？当然没问题啦。好，那我们晚上跟爹娘商量商量，爹娘同意我去，我便去看看。陈家这2天没动静，罗星梅与罗星磊也没有刻意去打听。这是什么？我二哥的信。我二哥回来，你都不开心吗？你开心吗？开心呀。那我也开心。啥？我开心归我开心，你跟着开心个什么劲儿啊？你那个怎么了？坐吧，这茶刚煮的。我打算找个先生过来。找个先生？你要走？不走，只是感觉自己教不了孩子。没关系，如果你教不了也没事儿，先生先找来，月钱让养殖场出。月钱没什么，只是现在还没合适的人选。不过你二哥要回来了，他在这里认识的人多，介绍个先生应该可以。那便等我二哥回来吧。其实罗星辉那里，先生是教孩子的，自然品行要过关。罗星辉品行不行，我不想让他来教。我没说让他来教，只是想说他那边的孩子都已经不在了，现在他除了教自己儿子，还有他家那个弟弟，其他孩子都在隔壁学堂。那很好呀。2人正说话，院子里传来敲门声。你是？方先生，我是王大娘，10里8乡都这样叫我。有事儿？这事儿1句2句的说不清，不如我们进院子里说。哟，罗家二丫头也在呀。王大娘。之前他以为方先生就是个普通的先生，可是见到人他就明白自己这次猜错了。这方先生可是一身贵气逼人，当真是人中之龙。就是跟对方说2句话，他的小腿肚子都有些打哆嗦。这些姑娘也不知道是不是疯了，
一个两个的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德行，是黑不溜秋的皮肤能让方先生看上，还是那不怎么曼妙的身姿能让方先生看上？真是一个两个对自己心底没有一点认知，导致他现在来了多尴尬呀。你也有孩子要来学堂，这件事情直接去找组长就可以，不用来问我，我只负责教，其他的都不管，所以您不用单独来找我。没有的事儿，我家距离这边远，就算孩子要去学堂也不能来这边。哦，在下就一先生，王大娘如果不是孩子来学堂，那我便不知您来是干什么。是这样的，我受了你们村大壮媳妇之托，想来问问你可有婚配，王家小闺女不错，今年14，想问问你。突然王大娘卡壳了，到了嘴边的话说不出来了。方阳那淡淡的眼神仿佛一把利器，让他接下来所有的话都吞了下去。方阳没说话，见茶水没了，起身回屋端水去了。二丫头，你平时经常过来？差不多，方阳哥哥一个人在这村子里也是无依无靠，所以有时我会过来待一会儿。方先生平时就这样，不说话就能将人吓个半死。这个没有吧，方阳哥哥人很好的嘛，只不过是你说的事情让方阳哥哥不高兴了而已。你们村那个王暖暖你知道吧，就是他娘来我家，非让我过来跑一趟，还许了我不少好处，原本我是不想过来的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。大壮媳妇娘家跟我娘家一个村，两家还是邻居，算了，这事儿我也就是跑一趟，做给他们看看。眼见时辰不早了，他便起身告辞。你怕是不知道王家的那个王暖暖吧？不知。村里的，他娘以前污蔑过我。没事儿，对我来说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人。时辰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表情怪怪的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最近没有睡好，今天我竟然在街上看到一个很像宗英的孩子，我想上前去看，一个男人拉着那孩子走了，后来我也没追上。姐，你看清了吗？没看清，看着很像。宗英之前在咱家养出来一些肉，而且白白净净的，但今天那孩子瘦而且黑，又眼无神，宗英不是那样的。可是我还是挺不放心的，我姐别担心，我们跟娘说一声，去陈家村看看就知道了。好，发扬哥哥，我们就是去打听个消息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没事儿，一起去。姐，里面没人。我去问问。姐，不能去隔壁问，我们去村里找户人家问。好。你们是谁？姐，这两个人长得漂亮，我要一个当媳妇，就她吧。好好好，别着急，姐这就去问问他是谁，回头好让家里去给你提亲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在我家门口敲门？你家？你说这是你家？当然是我家了，不然还能是你家呀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宗宇哥的朋友，过来找他问点事儿。啊，原来是朋友啊，那进来说话吧。让你们见笑了，我家男人的二弟是个残废，只能在家里，这出去了将人锁在家里也不行，所以我们都是从里面将门关上的。你们找我男人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是县里城一作坊的人，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陈宗宇的妹妹陈宗华要不要去当女工。女工？真的可以去呀？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今天让你们看笑话了。这是怎么了？真是让你们见笑了。宗华这孩子今年12岁了，到底是个大姑娘了，也有自己的主意。前2天竟然跟一个走货郎走了，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了。我这个当嫂子的也是刚进门，这孩子突然就走了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多苛待这孩子呢。你们是宗宇的朋友，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我婆婆的事情。
都说有其母必有其女，我婆婆在我公公离世之后，感觉养几个孩子太难，所以直接悄悄改嫁了，就将这兄妹几人全都扔下了，是我男人一手养着他们。可到底是个男人，也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沟通，这一下子就出问题了。宗华那孩子跟人私奔了，我家男人急了，这才着急去找人，所以也不在家。宗华这孩子女工是挺好的，可架不住孩子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名声，这要是去你们作坊，会不会带来不好的传言呢？毕竟你们那里可是大家都想进去的地方呢。没关系，只要他回来可以去，清者自清。这孩子绝对不是眼前之人说的那样，而且他也敢肯定，陈宗华肯定被卖了，或者因为其他原因，什么私奔真是太可笑了。啊！就那么一个小丫头片子，知道什么？你们作坊既然需要人，不如让我姐去啊！我家里姐姐多，哪个姐姐都可以，哪个女工都不差。可我们主子就看上陈宗华了，不知道陈宗宇什么时候回来呢？这个还不知道呢。宗宇出去找宗华了，有时候晚上回来，有时候晚上不回来呢。他离家出走多久了？大概1个月了吧。陈宗宇什么时候回来？你这姑娘什么意思呀？看样子对我男人很有意思呀，3句不理我男人，现在还打听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你该不会是打着成衣作坊的名号，明知道我家宗华跟人私奔了，所以才来想要专门勾搭我男人的吧？饿不饿？还好。这位公子是？他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陈宗宇的媳妇儿吗？这样跟别的男人搭讪，也不怕陈宗宇回来之后揍你？哎呀，你们误会了，我跟陈宗宇之间其实什么关系都没有，真的，公子你要相信我，陈宗宇只不过是家里人给我介绍的，我们还没成亲呢。没成亲？你刚才不是还说自己这个嫂子当的难，而且还是你撬开陈家的门？我撬一下怎么了？按说他与我之间还是兄妹，怎么可以成亲呢？你说你跟陈宗宇之间没有关系，其实我们也听说了，陈宗宇是有个即将要成婚的未婚妻的。是又怎么样啊？之前陈宗宇在县里还有个活计，可是最后连县里的活计都没有了，现在只能跟村里男人一样，不是下地就是进山，带着弟弟妹妹那么多张嘴，要怎么养活呀？我怎么可能嫁给这种人？原来你不想嫁给这样的人呢？其实这都不是我愿意的，是我姑奶奶非让我嫁过来的，还说陈宗宇在县里有活计有工钱，这样以后银子就可以给我花，多出来的让我交给他。姑奶奶和爷爷的关系挺好的，这种事情我也是没办法呀。其实我一点也看不上姑奶奶的这种行为。话音刚落，堂屋里有细微的波动，大家齐齐回头，就看到门口站着的陈宗宇。哟，正主回来了，我们是来找宗华的，成衣作坊那边想让宗华过去当女工。请你们从这里出去。宗宇你别这样，这3位也是好心来让宗华去作坊的，我让你带着你弟弟从我家滚出去。你吼什么呀？小心我告诉姑奶奶去。你去呀，现在就去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，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。他其实是想与黑暗中的那个白衣男人说说话的，可看现在这个样子是说不成了。权衡之下，他立刻拉着那个不情不愿甚至还想动手打架的弟弟，灰头土脸的离开。宗英他们是不是出事了？说呀，他们到底怎么了？宗华和宗英、宗树都被卖了，宗飞被他们扔到山里去了，我没有找到人。你怎么能看着他们被卖了？你不是一直很在意他们吗？为什么允许别人卖了他们？姐，别这样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他逼我娶了他的侄孙女，这样就不会将宗英的身世说出去，这个家里就剩下我们5个人了。我身为大哥，想保护好所有人，
宗英还小，我不想他以后被村里人指指点点，所以我答应了他的要求。他说成亲之后，我的银子要交给他侄孙女，但是他的侄孙女会好好照顾宗妃几人。我考虑之后便同意了。我平常在外面，宗妃不能动，宗树和宗华年纪还小，宗英更小，他们需要人照顾。我太着急了，想要找人照顾他们，可是忘记了找一个和善之人。一个少年身上压着这么大的担子，父亲死了，母亲改嫁，小妹的身世原本是父亲和母亲的事情，可现在却让他一个人承担了。别想了，宗妃的腿好了，她应该没事儿。我猜她有很大可能是去找宗树和宗华，或者宗英了。你说什么？宗妃的腿好了？好了，他们之前想要告诉你的，但是你突然要和别的女人成亲，他们便没有告诉你。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，有事情应该直接说出来，让他们也参与。你可以听听他们自己的决定，你不能替他们做决定。你能帮我找到弟弟妹妹是吗？我卖身为奴，求你帮我找到他们。好，你自己说的卖身为奴。只要你帮我找到他们。行了，起来吧。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下跪呢？拿出你去揍人的架势。之前打陈宗光的时候不是还挺爷们儿的吗？我着急见到他们，我怕他们出事儿。放心吧，人是你那个奶奶卖的吧？是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要告他。这2天我一直忙着找人，还没有来得及去官府。你应该直接去找官府告，然后先让官府帮忙找人。行了，只要你坚持，你那个奶奶就可以将牢底坐穿。姐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小磊，我有些担心，今天下午我看到的那个孩子肯定就是宗英，当时走得快，我竟然没有追上，也不知道宗英那孩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，神情都是麻木的，该怎么办呢？现在天黑了，就算想救人恐怕也没有办法，而且城门现在也关了，怎么说也要等到明天天亮才可以。明天清早官府的人就会过来，到时候你去村口守着，直接带他们去抓人。你只要将事情真相告诉官府就可以了，找人的事情我明天会想办法的。谢谢。你们这大晚的跑哪里去了？小磊有人过来找你，快进屋看看吧。我想求你帮我救救弟弟妹妹，我可以卖身为奴，一辈子只效忠于你，只要你帮我救他们。你知道他们在哪里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宗华和宗树他们过得不好，宗英明天就要被他们带出场了。你见过他们了？我知道宗树和宗华的位置后，就一直在找宗英，今天也终于知道了宗英的位置，只不过他们身边人都挺多，我一个人打不过，只能确定他们的位置，然后再来搬救兵。挺好，还有脑子，知道回来找救兵，不是直接鲁莽行事。你答应了？我为什么不答应？谢谢你，我会忠于你的。你为什么没有回家？知道你大哥在找你吗？他不知道你的腿已经好了，所以最担心你，生怕你没命了。大哥应该不愿意看到我们吧？那天晚上我们不同意他娶那个女人，大哥很生气，第2天一天都没有说话。那是你大哥没有告诉你们，你奶奶用宗英的身世威胁他，如果他不娶，就将宗英是你娘跟别的男人生的这件事情说出来。你娘走了无所谓，可是宗英年纪还小，现在事情被传出来，宗英这辈子可能就毁了。你大哥考虑的是这个，他错就错在用错了方法。好几天没吃饭了吧？吃点东西，一会儿我就不留你了，借你个火把，一个人大晚上的赶回去吗？谢谢。翌日天还没亮，罗兴磊就与罗兴梅出发了，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方阳。这么多年，县衙里的人对罗兴磊那叫一个熟悉。小磊，你这么早进城啊？
是呀，有事儿。你们去这么多人？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啊？陈家村。不过不用这么多，分出来几个跟我们走吧，里面还有一些人呢。那你们几个跟着小磊去吧，我带人去陈家村，回头我请你们吃饭。不用了，我们可是很乐意为小磊办事了。行了，你们去吧，我要快点去抓人。小姑父，谢谢。没事儿。小磊，我们只听大人说让我们去陈家村抓人，村口有人等着，其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知道？知道，有人故意将自己死去儿子的孙子和孙女都卖了，你们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抓？该，这样的人就应该将牢底坐穿了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所以回头那人进了牢里，你们可要好好照顾呀，别让人就这么轻易死了，这样就没乐趣了。得了，这种事情我们可知道怎么办呢，一定让他后悔。先去救陈宗英吧，带路。就是这里。还是熟人呢，走吧。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几位官爷过来吃饭的？抓人。你店里昨天有没有带着小姑娘的人？孩子大概3、4岁左右。有，就在楼上，我带你们上去。麻烦了。人就在里面。谁呀？小二，给您送水的。送个水，怎么来的这么早呀？说着，门就开了。你……男人身子一歪，整个人都倒在地上，身子弓成了虾状。宗英，小磊，宗英这是怎么了？姐，你抱他吧，这孩子受了刺激，需要慢慢治疗。好。你们凭什么抓我们？我们又没有犯罪。他是你买回来的？是呀，我买回来的。他奶奶说家里孩子太多养不起，所以就卖给我了呀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做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他一个小娃子。你们先将他们带回去吧，要好好审审，没准手上沾了血呢。你们最好想好了，早早将我们放了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我们买人也是花了银子的，也没有直接绑他，你们凭什么抓我们？凭什么？哼，回官府了再好好说说凭什么。对不起了几位，我们家白天不接客。我们不是来找乐子的，找人。您是哪家的？罗家。不好意思，那您找错了，我们家昨天没有接待罗姓客人。找一个小姑娘。这是怎么啦？有客人到自然是迎进去呀，怎么能让客人站门口呢？快，里面请。我便直接开门见山的说了，我家妹妹前几天被人卖了，听说到了您这里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行个方便。哎呀，好说，是哪个小姑娘？你说名字，我这就让人带过来。陈家村的陈宗华。这是怎么了？有难处？没什么难处。你知道我们干这一行的，从来不会干亏本的买卖。回来之后，我是打算养养，等他再大一点接客的。谁知道这孩子倔强得很，饿了好几天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威胁他，如果不吃饭就立刻去接客。这丫头呀就开始吃东西，后来说想干活，我就让她去厨房帮忙了，结果跑了3次，昨天是第3次，我让人动手打了。你买她的时候用了多少银子？我现在给你。哎，不用了，人你带走吧，交个朋友。我就一村里的姑娘，老板与我这样的人交朋友，恐怕捞不到什么好处。我这人没什么优点，这辈子呢就眼神还不错。成交。哼，他们都叫我花娘。他们都叫我小磊。二哥，能看见你真好。你背他吧。好。今天这人情我记下了，以后还你。都是朋友，没有什么欠不欠人情的。
宗叔在哪家？我不认识字，带你们过去吧。带着人往下一家赶，好巧不巧，竟然是石家。不知道几位上门何事啊？石夫人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林家前些日子买回来一孩子，是我弟弟，今天过来想要带他回去。夫人前些天买回来好几个孩子呢，是给小少爷挑伴读，剩下的老爷说2个留作跟班，其他的都分到别处去。去把人带过来。人是管家从人牙子那里买回来的。夫人放心，我们会出银子的，当时花了多少我们补多少就是了。这孩子是被别人卖掉的，家里人并不知道，现在卖人的已经被抓到牢里去了，必然要被判刑的，所以还请夫人行个方便。想从我们石家买走人，会不会想得太好了？而且还带这么多人过来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孩子的家人并没有将孩子卖掉，是其他人做主卖掉的。这件事情若是不能好说好散，那便一起去官府吧。哼，别用官府来压我们，别以为我们石家就怕了不成？今天谁也别想将孩子带走。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神一直看向没有说话的方阳。这个男人他一直记得，几年前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，没想到他又出现了。所以呢，石小姐想要干点什么？不可以，人你不能带走，你若是直接带走，我便要告你私闯我家。私闯？我们前来找人，何来私闯？你的意思是石家比我们官府还厉害啊？我……站住！你不许走，不能将人带走。管家，将二小姐带回房间去，还嫌不够丢人。我听那些官差说，宗华和宗英他们找回来了。找回来了，在屋里呢。宗华受伤了，宗英受了刺激，这会儿正在睡觉。宗树和宗飞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要进去看看宗华吗？我进去看看他。优查到陈宗英的遭遇时，便通知了官府。官府立刻派人出城去收尸体，然后在地窖里竟然找到了马家大公子马子轩。绑住马子轩的人抓到没有？已经抓到了，对方显然没有想到我们动作会这样的快，还没有来得及跑呢。当时我就跟在官差后面去的，看着官差将人抓回去，我才赶过来跟小姐汇报。这些人看着像是惯犯，试试看能不能查到背后的人。是。有人在吗？罗小姐，我家老爷让小的过来请您，不知道您现在能不能跟小的去一趟啊？你先等一下。姐，你看一下宗英，他应该快醒了，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，晚上不一定能回来。小磊，你不在，宗英怎么办呢？姐，你放心吧，宗英你就哄着他吃饭，他身体没事儿，有也是心理上的问题。晚上如果我没有回来，你睡觉的时候点个灯，再给他点个安神香。小磊丫头，你可来了，麻烦你快给子轩看看，回来之后就这样了。我没病，我没病，我没有生病。你没病，不用担心。小磊，只有你相信我，我都说了自己没病，他们都不信。你没病，身上也没有伤，不过你这衣裳，让家里下人给你换换吧，换了就没味道了。是，要换，不然有味道，有味道会熏到小磊。快，本少爷要泡澡，要泡澡。一会儿将这个倒进你们家少爷的洗澡水里。是。小伟啊，子轩当真没事了？没事的，马叔，我们先出去吧，让下面的人给他准备沐浴就行了。小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他真没病吗？没有，只不过可能受了一点刺激。他平常身边不都是有下人跟着的吗？平常子轩身边是会跟个人，但昨天也是凑巧了，他刚出门看到你带着人进了石家，着急去找你，小跑着往石家去，跟的人在后面，就这一会儿时间，他就被人抓了。原来这事儿还因为我呀。也是这小子自己不争气，以前的时候我给他请过多少师傅，让
的好好跟着人家学学武功，结果这不争气的小子一点不上进，吃不下那个苦，最后只懂一些皮毛，连一般的小毛贼都对付不了。现在好了，吃苦头了。这孩子也是倒霉，听官府的人说，抓到的那个人也偷过其他家的孩子，同时只要有人给钱，什么事儿都干。这次子轩能被抓，可能对方就想讹一笔银子，只不过这官府要调查别的事情，早早过去将人制服了，才没让这小子吃苦头。子轩回来之后，这身上有血，虽然看着不像他的，但我们也怕他是真的受伤了。我们派人去请了大夫过来，说给他看看。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嘴里一直说着他没病，不吃药。您不用担心，我一会儿要给他把脉的，待他洗过之后，我再给把个脉。好，也是辛苦你了。这天都黑了，今晚也回不去了，我让下面人给你安排住处。老夫人，马叔，我有个请求。你说，一直拿你当自家孩子，哪来的什么请求呀？直说便是。我想取一点点他的血。这是子轩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没有，只是发现那些人给他喂了点东西，我想拿一点点他的血回去。至于他的身体，两位不用担心，没事的，明天喝过药就好了。知道子轩没事就行，你要取血就取吧。好。经过一整夜的研究，他发现药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而是前世的西药。西药？这个时空怎么会有西药？致幻剂？唯一能解释通的，便是这个时空有穿过来的人。想到上次救方阳时，他遇到的那个人，如果上次只是怀疑，那么这次就是肯定。难不成对方是自己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，还是其他懂医的人？你不用担心，大人早就吩咐过了。如果是你过来有事啊，让我们尽量配合你。不跟邓大人说一声，会不会不太好呀？邓大人不在，昨天处理了陈家的事情之后，便动身去北望城了。我想问你们昨天抓回来的那几个人几句话，若是他不说，我可能会逼问。你随便问，这要不是你让无忧姑娘过来，我们根本就抓不住对方。昨天抓回来的人就是绑了马子轩的男人，因为对方身手比在找到陈宗英时那个男人还厉害，于是被单独关在了一处僻静的地方。我知道你能听见我说话，我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为什么抓马子轩？还有你给马子轩吃的药是哪里来的？就是你带着人抓了我兄弟，我只不过是反过来绑了你的人而已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你们将一个小孩子关在那样的环境下，就不怕断子绝孙吗？哼，看着挺毒辣，结果是个小白花呀。断子绝孙吗？你不知道我们这种在刀尖上舔血的人是没有未来的吗？我们从来都不会奢望有什么子孙后代。买一个孩子带着上路，直接将人送到你们所要送到的地方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要将人先折磨疯了才会送过去？让我来猜一下，你们在怕什么？你们不想让小孩子说出什么，还是说你们用同样的手段折磨过很多人？你说的都对，那个地方可是我特意为关押他们而打造的。女人看到死人就会吓死，在那种血腥又有尸臭的地方，一般坚持不了2天就会疯了一样，这才是我们想要的。送这样一个人过去，你们能得到多少银子？银子？我们这样的人会缺银子吗？在我这里，你什么都问不到，我也不会告诉你任何有用的消息。你给马子轩喂的那些药，是你上面的人给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但我可以跟你做个交易，你若是将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。痛快？你可知道我如果想死，随时都可以死，谁也奈何不了我。
所以你什么都不愿意说？当然。一个跑腿的下人而已，我还以为你真知道的多呢。看来我真傻。你们敢抓我，总有人会让你们知道厉害的。那个犯人嘴里藏了毒，如果你们想问话，最好在他身上好好搜搜再用刑。好。因为昨天晚上一夜未眠，所以看上去精神有些不太好。刚到家就看到方阳正站在他自己家门口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病人很严重啊？我听婶子说你昨天给人出诊了，昨夜没有回来，看着似没有睡好，是病人情况很严重？也不是，病人情况不严重，只不过我认床，所以没怎么睡。回去休息吧。嗯。去查一下。是。陈老太进了牢房，你们回村之后日子恐怕也不好过，有没有想过接下来的打算？我已经卖身给你，自然是听从主人家的安排。有没有考虑过带着弟弟妹妹换个地方住？现在那事儿估计陈家村都传遍了，换个地方，身边没有知道你们兄妹来头的，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，谁也不会打扰谁，对宗华几个人的成长也是有好处的。刚才我姐已经答应带着宗华去成衣作坊，宗华很开心。宗英的情况或许不知道，但现在宗英还是留在我家里比较好，有糖果在可以陪着他，正好我娘也挺喜欢那孩子，到时候让宗树和宗英一起去学堂。你当初没有与他们商量就决定要娶那个女人，这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。难道你没有感觉到这次他们是回来了，可是他们的心已经不在你这里了吗？你们在陈家村里的地和屋子可以卖掉。我要和他们商量商量。既然你已经卖身给我，那么接下来你要干的事情就是保护我姐的安全。一个女孩子家在县里总归有些不太方便，我担心她出事。是。早些休息吧。姑娘，到了，就这家。方先生，我是石家二小姐石学丽，母亲听说先生学识渊博，想请先生去我家做先生。不去。方先生，我是诚心过来的，若是方先生感觉有哪里不合适，可以直接提出来，无论什么要求都可以解决的。没要求，不去。石学丽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，眼神直直地盯着方阳。不是要回家？接下来石学丽干了什么他不知道，但很快马车就走了。想必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安宁了。果然如罗星雷所猜那样，石学丽还真是日日都来。连着来了几日后，罗兴平也终于赶回来了。怎么了？二哥，你回来了？怎么这么着急赶回来啊？路上没有好好休息吗？你写信让我回来，我以为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，就赶着回来了。没事儿，二哥你先去休息吧，有什么事儿等你醒了再说。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儿我都解决了。好，那我先去睡觉，吃饭的时候不用喊我。好，你回来了？去县里了？去石家了。去石家干什么呀？让石家的长辈管管自己家的女儿。这是怎么了？表情怪怪的。罗兴磊这会儿的表情确实怪，他刚一走进院子，好像前世那种熟悉的感觉来了，那个每个月都要来一次的感觉。我没事儿，那个方阳哥哥，我过来就是跟你说一声，我二哥回来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进房间关门，进里间检查之后，他发现真的来了。他成功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少女，每个月流血不死的那种少女。方阳哥哥你……方才你走得急，过来看看你有没有事儿。没事儿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刚才说你二哥回来了？是。怎么没见？二哥回来的路上太赶了，这会儿回房间睡觉去了。哦，你没事儿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
你找我回来当真没什么事儿？有点事儿。这是怎么了？也没事儿，方阳哥哥在咱家隔壁用大伯娘家的地建了一个院子，现在自己住呢。这事儿你不是在信里说了吗？这会儿人应该还没睡，我去方阳家看看，顺便下2盘棋。看着罗兴平离开，罗兴磊心里有些拧巴，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白，二哥回来与方阳凑一对儿，明明是好事儿，为什么他心里会拧巴？怎么这么晚过来了？这么晚不能过来？难不成你金屋藏娇了？你回来之前，小磊已经跟我提过好几次了。今天你回来，又特意过来跟我说一声。哎，这丫头奇奇怪怪的。我回来之前，她给我写信，也提了你很多次，说你搬到了村子里了。刚才我问她叫我回来什么事儿，结果她又说你在隔壁。我看她总提你，还以为你找我有事儿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我找你能有什么事儿？若真有事儿，我会自己说。黑芝麻馅儿的罗兴平没一会儿就想明白了，连声音都颤抖起来。你是说小磊误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？你这么晚过来，他又要想多了。这丫头脑子里整天在想些什么呀？我跟你，看来以后我们要少接触才是。好好的怎么想着搬到村子里来住了？那么多好的村子你不去，非要来我家这3面都环山的村子，而且还住我家隔壁。说到这里，他突然眼前一亮，一副防贼的样子看着方阳。我知道了，你竟然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难怪跑到我们这里来。说，你是不是对小磊打了什么主意？是也不是。他救我命，我以身相许，这有错？瞧瞧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竟然还这么的理直气壮。当然有错，他救你命，你给银子，给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就可以，为什么要以身相许？你那是以身相许，我看你那是占便宜没够。你家缺银子，他有缺的东西。这世界能与我容貌相比之人，目前还没有见到过。我最能拿得出手的，便是我这个人。我已然是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了他，这就是谢礼。罗兴平见过不要脸的，还没见过方阳这么不要脸，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的。你别的不说，就小磊的性子也不会喜欢你，而且我也不喜欢你这样的妹夫。有什么不满？我还没想过妹妹出嫁的事情，而且要嫁人也需要嫁个她喜欢的，怎么可以拿样貌来说事儿？你妹妹嫁给别人，需要去其他地方生活，我就在你家隔壁，这样只是分开院子住而已，其他的并不影响。我不说饱读诗书，但与小磊能说到一起。我现在孤身一人，小磊嫁过来后，不需要看公婆脸色。同样的，我也不会让她陷入妯娌之间的勾心斗角，我不会逼迫她做什么事情，她愿意做就做，不愿意就我来做。这里是我们2个人的家，我不喜欢有下人守着。既然这么喜欢，为什么不去跟她说？她年纪小，再等等。二哥你回来了，这去的时间也够久的，方阳哥哥不需要休息吗？他还好，反正天天在家，有什么要不要休息的？我去睡了。二哥你怎么了？跟方阳哥哥吵架了吗？怎么看着脸色不太好呀？明明是被你气的好吗？没事儿，就是有些累了，去睡了，有事明天再说。他这离开了不到1年，自家小妹就被人骗走了，而且还一副极关心那小子的样子。走了2步，他突然停下。家里怎么突然多出来2个孩子？那2个是陈家的孩子，有一次大姐病了，在外面晕倒了，是陈家大哥救了大姐，后来大姐就喜欢上陈家大哥，陈家大哥应该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没有接受大姐，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这2个孩子就暂时住在咱们家了。罗兴平感觉自己要心梗，2个妹妹都有喜欢的猪了，
不行，他要去躺会儿。娘，我二哥呢？去隔壁了，中午饭都没回来吃，我给送过去的。两人一直在下棋呢。所以这两个人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开始你侬我侬了。我去看看。他有些纠结地到了隔壁，门是虚掩着的。他推门进去，院子里没人。他到堂厅就看到自家二哥抓着方阳的手，而方阳满脸通红地看着自家二哥。方阳站在书架前，二哥就将方阳困在他与书架之间。这是壁咚吗？二哥和方阳哥哥这是在做什么？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大门虚掩着，堂厅门是开着的呀。进来坐吧，我们什么都没干。走回家，以后没事少往这边跑。方阳一时语塞，他就那样直直地看着罗兴磊不出声，眼神中带着一丝说不出来的可怜。罗兴磊还想问方阳，可是被罗兴平硬生生地拽了出去。小磊答应哥，以后少往隔壁去。二哥，为什么呀？就因为方阳哥哥是你心中的白月光，我这个当妹妹的也不能接触了。他一时间有些气闷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更加强烈。反正你少去便是了。你们兄妹两人这是怎么了？两人抬头互看一眼，又齐声回答：没事。二哥，小磊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二哥只闷头吃饭，小磊食不下咽，你们两个该不会吵架了吧？不对啊，今天小磊不是坐堂吗？说这事儿我还得好好说说兴平呢，多大的人了，我让他叫方阳过来吃饭，死活不去。中午的时候两个人不是还挺好的，一起下棋吗？中午饭都没回来吃，最后还是我让宗树给送过去的。你说你这孩子啊，在外面1年回来怎么变了一个人似的？方阳一个人在这里举目无亲，又在咱家隔壁住，平常咱们两家来往的多，送些吃的也没什么。是不是两人闹别扭啊？方阳这孩子挺好，平常在村里人缘也不错。兴平，你时常不在村里，别和方阳闹别扭。二哥回来就跟方阳闹别扭了，这是怎么了？二哥是不是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了？还有，二哥不是中午还跟方阳哥好好的吗？他抬头看了一眼罗兴磊，发现罗兴磊正慢吞吞地吃着饭，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，气得不轻。爹娘，我吃好了。二哥和方阳哥这是怎么了？不是闹别扭了，怎么又去找方阳哥了？不知道啊，你二哥这性子啊，看来真该给你二哥找个媳妇儿了。年纪大了，我这个当娘的是管不了了，找个媳妇儿有人在身边陪着说说话，总归会不一样的。现在人回来了，上次不是说邻家村有个姑娘，不行就那个姑娘了，我改天带东西过去提亲。爹，您不问问二哥的意见吗？万一他不愿意呢？爹，还是问问二哥吧，你也不希望以后娶个二嫂进门，家里鸡飞狗跳的吧？回来问问兴平，他若愿意现在娶亲，我们就把邻家那个姑娘给定下来。他若是不愿意，那便再等等吧。孩子应该是在闹脾气。我看就是惯的，今年也不小了，村里像他这么大的都当孩子爹了。急什么？让兴平自己决定吧。许是和方阳一时闹别扭。爹娘，我也不吃了，回屋了，今天有些累。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，翻来覆去，最后还是睡不着时，空间又进不去，他干脆起身去一边的药柜抓了一副安眠药，吃下去可以保他睡到第二天早上。去厨房煎药时，罗兴梅已经洗过，正打算睡。这是怎么了？病了？有点难受，吃点药。严重吗？哎呀，你去躺着吧，我来给你煎。没事的姐，不严重，你去睡吧。小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说出来，姐帮你分析分析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
就是看到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些难受，心里堵得慌，而且特别酸涩。你这是喜欢上人家啦？不可能。向来什么都懂的妹妹突然露出那样可怜的神情，罗星梅真是乐得不行。就是这样的，以前我也不懂，最初知道宗宇哥救我的时候，我只是想着感激他，可是后来他越是拒绝我，我就越是觉得他好。说来也奇怪，那个时候我慢慢懂得自己是喜欢上他了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当我听到宗宇哥要与别的女人成亲时，那种难受跟你现在差不多吧。当初我还没有亲眼看到他与别的女人在一起，只不过就是听说，我都难受得很，连呼吸都困难了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。罗星磊如遭雷击，不能呀，方阳哥挺好的，而且方阳哥对小磊也特别好，这两人还是挺般配的。不对，难不成小磊喜欢的不是方阳哥？姐，你去睡吧，我没事儿。行，看你这样子也像没事儿，我就回去睡了。你算计我们还有心情吃饭？为什么没心情？下午的时候你是故意的，故意让小磊看到我们那样。算是。不是很喜欢我妹，难不成你愿意看到她魂不守舍的样子？让她看清一些事情，我们一起去向她讲明白。讲明白？我可没那个兴趣，就因为你，我爹娘可是轮番的数落我。要说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，连我爹娘都早早收买了，以后少不少阻力。未雨绸缪罢了。为了讨我妹妹欢心，你可真是用尽了心机。她值得。对自己爱人之间是不可以用算计，我用的是真心。要说你也真狠，用这样的方式刺激小磊，你就不怕刺激过头？回家吃饭的时候，小磊可是失魂落魄，现在他还在误会我们的关系，你真不怕他悄悄离开，因为对不起我这个二哥？放心吧，我能找到他。希望如你说的那样。早些回去休息吧。算计了我就想这样算了？怎么着也要陪我下一晚的棋。他翻来覆去，最后干脆听着外面的动静。4更时，二哥还没有回来，他终于躺不住了。二哥与方阳哥哥的关系是真的，他不能做插足的第三者。迟疑之后，他提笔留了一封家书，便直接悄悄出门去后山。你带我到个没人的地方吧，我想住些日子。梦里，他竟然梦到方阳哥哥成亲了，盖头掀开，竟然是二哥，他一个机灵就醒了过来。他抬头看去，发现自己竟然在一处瀑布后面的洞里。他回头无奈地看着憨憨，只见憨憨扭头就走，到了瀑布下面就直接飞走了。空荡荡的大洞穴里只有他一人。回去吧，帮我看着他，如果他要离开，我去向他解释。好吧。小磊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这个点了还没有起来，该不会又病了吧？娘，小磊没起来。是啊，早上一直没起来。娘，小磊说他需要一味药材，很是珍贵，所以出门去找药材了，让家里不用担心归期不定。这孩子去找药材也应该跟我们说一声啊，这说走就走的。看看吧，还真被我说中了。你这药下的实在太猛了，小磊舍不得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呢。他能去哪里？平常药铺里的药不都是送过来的？这些年你见过他采药吗？自然没有，我想他应该是出去散心了。你去哪里啊？是不是要去找人呢？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，你还是别找了，你找不到。他其实是想说，小磊想要藏起来，没人能找得到。这丫头有多少本事，没人能知道。方阳去找人了，在他所知道的所有罗星雷可能出现的地方都去了，但都没有找到人，甚至连影子都没有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方阳一直在找人，可是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。这样疯狂的人让罗兴平都有些不忍心。不过他也算是看出来了，方阳对自家妹妹是真心的。好好休息一下，今天就不要再出去了。小磊是悄悄躲起来的，你就是将这里都翻个遍，也找不到他。难不成你在怀疑他的能力？还有2天就是药堂坐诊的日子，小磊是个守信的人，那个时候一定会出现。与其有这个时间，还不如好好想想，到时候怎么说。我会如实告诉他。就这样过了几日，眼看着就快到他要坐堂的日子了。罗兴磊知道他该回去了，同时他也想明白了，不是自己的就不要去想。小磊，方阳哥哥这么早，是打算进城吗？我在等你。方阳哥哥是哪里不舒服？我给你看看。你为我解毒之后，我还没有说过怎么谢你。不必了，方阳哥哥在不知情的时候救过我一次，后来又救过我一次，2次都是救我的命。我救方阳哥哥1次，算起来我比较占便宜。不，我救你的不算。第1次只是路过，若换成别人，我也会出手。第2次同样只是无意出手。在这之后，你几次为我压制毒，你才是救了我命的人。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以身相许。方阳哥哥，你是不是还没有睡醒啊？你二哥与我之间只不过是好友，并没有什么断袖之癖，你误会我们了。可是，你看到的是假的，那是我故意的，是我算计了你二哥。当时我感觉到你对我有情，但一直你懵懵懂懂的。那天王大娘过来，让我有了危机感，正好你二哥回来，我不想用别的女人来刺激你，我便利用了你二哥。他说的是真的。这些天去哪里了？我没事。以后不可以这样任性，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。我和方阳之间没事儿，你别瞎想。你二哥我喜欢的是女人。那天刚开始我没反应过来，是他算计我。吃过饭后发现是他算计我，于是我便去在他家晚上与他下棋。没想到第2天一早，妹妹就不见了，竟然真的被他气走了。想起这事儿，罗兴平这2天在家里都不敢待，心虚呀。要是让爹娘知道，应该会打断他的腿。3人一起进城之后，找了酒楼要了包厢，点了一点早饭。这时方阳扭头看向罗兴平，那眼神要多嫌弃有多嫌弃。我吃口东西走总行吧？去楼下，我给你点。行吧，我去楼下。其实我有话与你单独说，外人在场不适合。从第1次见你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喜欢，只感觉对你的事情很关注，很想知道关于你的消息。后来再次相遇，还是不太懂。可是越是相处，我便越是觉得自己想在后半生与你一起生活。我方阳心中没有别人，只有你。我不想用那些女人来刺激你。那几天村里有人给我送吃的，你的反常告诉我你心里有我，可是你对我的态度是若即若离。王大娘的到来让我有些急了，她提醒了我，这样优秀的你总会有人惦记，若我现在不向你表明心迹，恐怕以后会后悔。在这之前，我想让你清楚你对我的感情，所以我利用了你二哥。你为什么全都告诉我？我不想骗你。先吃饭吧。老三媳妇说话也要讲道理，我们怎么就不给老人看病了？老人病了，你们大房和3房不管也就算了，爱福过去说要带着娘去县里看病，可你们死活不让。二弟妹，我们哪里是不让啊？是娘病得太重，我们没法啊。这一路去县里也是折腾。再说了，就怕出个别的事儿，到时候可怎么办呢？所以要了银子，你们想怎么样？当然是请大夫来家里给娘看病啊。那好吧，去请大夫，人来了需要多少银子，我们4家一起出。
他小叔家的银子我们先垫上，到时候等人回来，我们会跟着要的。二嫂，不是我说，你们家现在过得这么好，就是手指头缝里露出来一点也够我们生活了呀。给娘点银子看病，你怎么就不愿意去拿呢？我们愿意拿呀，要让爱福带着咱娘去看病。抓药看诊的银子我们出了，但如果请大夫来看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出银子，想要什么样的方式你们选就是了。二弟妹呀，不是我们不让爱福带着娘去看病，而是现在情况不允许啊。舅娘的身体情况真的不能再折腾了。那大嫂回去就可以让大哥去请大夫了，到时候我会让爱福过去，多少银子4家摊。二嫂呀，不是我们不管娘，是真的没办法管的，我们没有银子呀。我若是有你们家这么多银子，我绝对给娘请2个丫鬟好好伺候着。三弟妹，你快起来，这地上凉，有什么话咱好好说啊。我相信二弟妹和二弟都是善良之人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大嫂三弟妹，如果娘病了，我让爱福带着娘去县里，我们找最好的大夫看，可是请人回来大家一起出银子。二弟妹呀，你们当真看着娘不管啦？大嫂，我们怎么没管呢？大伯娘和三伯娘说有病人，但非要银子，这事情总感觉怪怪的。就是啊，大嫂，如果你们还不满意，你们愿意找村子里的谁就去找，反正我们该说的已经说了。你们一来我们没有说不管，我们甚至愿意直接带着娘去县里看病，药费你们说没银子我们自己出，可现在你们非要从我们这里拿了银子回去看病，我不太懂啊，你们到底是想让我们给娘看病，还是想从我们手里拿银子呀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娘说话太气人。气人？哼！现在只是看不看病的问题，我娘已经说了，可以带着去县里看病，而且不需要你们出银子。但你们现在非要银子才肯罢休，还不愿意自己拿银子出来，真当我们家人是傻子不成？我们怎么说也是你们的亲人，你们的亲叔叔和亲婶婶，可是你们现在有银子，也不知道帮衬一下我们，竟然还拿出来养2个什么都不是的野孩子。我们乐意，银子是我们的，我们想养谁就养谁，银子也是我们赚的，难不成你还想让我们家养了你们不成？兴平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话呢？再怎么说我们才是一家人，你堂弟堂妹每天都吃不饱穿不暖，你们却宁可……那是你们做父母的无能，难不成还要让别人帮你们养孩子不成？若你们真这样想，可以将村里人叫来评评理。二弟妹呀，这件事情还是让二弟出来说吧，爱贵他们是兄弟，还是让他们兄弟几个好好谈吧啊！不用谈，小妮儿说的就是我的决定，我可以将娘带到县里去看病，如果叫大夫来村里也可以，银子大家都出。二哥，难不成你就看着我们饿死吗？你为什么会饿死啊？是没有地还是没有力气啊？或者你胳膊腿儿不能动啊？既然都可以，那便不会饿死。我也是需要去养殖场干活，才可以养活一家。希望破灭，牛氏转身就走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。一直没有说过话的罗爱贵也立刻跟上。罗爱宝被罗爱福说得面红耳赤，最后也只能走。宋氏那是更不愿意待。你能不能教我做饭？为什么突然想做饭呀？你之前不是也会吗？之前都是简单的，现在想多学点儿，只做给你吃。我还没有答应与你在一起呢。你还没有及笄，我等你长大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早些回去。今天陈宗宇在去作坊的路上遇到了陈宗光，陈宗光拉着他说有事儿要好好谈谈。陈宗宇不想听，但陈宗光说如果他不听就去烦罗星梅，
陈宗宇没办法，只能跟着陈宗光走。罗星梅从作坊出来的时候就没有见到陈宗宇，他问了旁边守门的人，作坊守门的人认识陈宗宇，这2天人天天来，两人都说没有见到。姐姐，一位哥哥让你去那个巷子找他，说他今天没有办法去接你。宗宇哥回答罗星梅的是一阵沉默，他心下疑惑，感觉事情不对劲儿，扭头就想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姑娘，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，跟我们走吧。对啊，臭娘们儿，竟然敢伤了老子的兄弟，今天老子要你好看！另一边，陈宗光将陈宗宇带到一处安静的地方。有什么话直接说。宗宇，我叫你过来就是想问问，你能不能原谅奶奶，让奶奶回来吧？你都不知道村里人背后怎么骂你们的。他当初背后算计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，而且他从来都没有顾念亲情，我为什么要顾念？宗宇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再怎么样她也是我们的奶奶。陈宗宇感觉奇怪，他们2个从小到大，这人说话从来都是不怎么客气，他们2个也算是死对头，今天竟然这样客气，定然是有猫腻的。突然他想到罗星梅，脸色一变，转身就走，不愿意与陈宗光多说一句。宗宇，你这是去哪里啊？你不能走，我话还没说完。让开！现在才想起来，恐怕晚了。那个女人现在肯定在别的男人身下声嘶力竭地叫着，想让你去救她呢。陈宗光说什么都不愿意让陈宗宇离开，两人立刻打了起来。陈宗宇心中着急，他知道是自己疏忽了，这人就是故意将自己支开的。于是他对陈宗光下手，一下比一下狠，直接将陈宗光打到躺在地上起不来后，转身就要走。那个女人不是喜欢你吗？可惜哟，再也不是什么干净的女人，连花街柳巷的女人。对哦，陈宗宇，你等着！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没管事儿已经走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有2刻钟了。陈宗宇闻言瞳孔微缩，转身就跑。他慌乱地跑到街上寻着人，可是这会儿天都黑了，就是没有看到罗星梅，心下没来由的慌乱。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罗星梅那张干净白嫩的脸，他一直甜甜地叫着自己宗宇哥，宗宇哥。到家门口时，他愣住了，看到家门口站了一袭粉衣的少女，仿佛站在那里有挺长时间了，正垂着脑袋不知道想些什么。大小姐，宗宇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宗宇哥去哪里了？有些事情耽搁了，所以才没有去接你。宗宇哥平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，小磊说让你保护我是开玩笑的，我不需要别人保护的。那是二小姐给我的任务，我必须完成。城门关了，大小姐今日没地方住了吧？要不就住这里吧，宗华的房间是干净的。好呀，那就麻烦你了。那边没银子就会出幺蛾子，今天我打算帮罗星辉一把。你想让他去教书？去石家？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石家人不怎么样，罗星辉也不怎么样，你讨厌这2方，将2方介绍到一起，石家有了先生，罗星辉有了活干，手里有了银子，很多麻烦都解决了，也算是一举两得。是这样。这事儿我可以帮你。好呀，那回头我去药铺，你帮我办了，然后再来药铺找我，我请你吃饭。好。二小姐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我去镇上，有些事情办一下，能赶得上下午接大小姐。那你去吧。一路到了镇上，他转悠了2圈，在一家药铺看到人，是陈宗光。昨天被打之后就被人带走了，现在正在药铺躺着。陈宗宇直接从一边拿到一个枕头，对着陈宗光的脸就捂上去，然后狠狠地按着，对着陈宗光身上就是一顿揍。
娘，您这是……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，我就是想着……娘，我大哥去年才成亲的，按大哥的年纪，我还能再等2年，我真没有想过成亲呢。兴平，你回来之后，不少人在我面前说，都想给你介绍个女孩，娘也是很为难。娘，我明天就离开，暂时不回来。兴平，娘，我没想过成亲。唉，算了，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这样吧。听说林家那个姑娘不错，我本意想着……娘，我不喜欢。罗兴磊坐在一边，看着气氛慢慢僵持下来，也没有说话。这顿饭吃得有些沉闷。宗宇哥，大小姐，宗宇哥有什么想干的活吗？每天去找一些闲散的活，总归不是长久之计。目前没有想法。宗宇哥这几日就开始找活吧，我过几天就离开了，到时候你也不用再来回护送我了。你要走？宗宇哥与他是有缘无分的，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吧。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，可是又不知道自己能说些什么，他选择了沉默。这次两人出城没多久，突然眼前就出现了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身上杀气十足，而且一看就是不好招惹的人。看起来这个狗男人还挺喜欢这个忘恩负义的丫头啊。喜欢又怎么样？动手吧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拿银子办事儿的，你们得罪了人。陈宗宇之前会打架，但也是对比不会武功的人，说是遇到会武功的，陈宗宇那点武力值完全不够看。男人一脚踹上去，陈宗宇整个身子就飞了出去。阿郎，快来！男人的身手比女人身手好太多了。男人与罗兴梅2人若是1对1战，罗兴梅想赢都有些困难，现在还是2个人一起，他更加没接过几招就被踹到了一边。大小姐，死丫头，叫你刚才打我，看我不打死你！罗兴梅感觉女人踹了自己好几脚，但下一刻她身上就多了一个人。陈宗宇紧紧地护着她，女人的拳脚全都打在了她身上。不知道打死这2个人，对方会不会加银子？不用杀人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给他们一些教训。宗宇哥，你别吓我！他想背着对方走，可惜陈宗宇是个男人，身高比他高出去不少，所以背起来完全不可能。拖了约1里地，遇到了一户人家，罗兴梅给了那户人家一点银子，然后将陈宗宇先留在这户人家，自己第一时间飞快地往家赶去。姐，你怎么了？快跟我去救人！宗宇哥在回来路上为了救我，现在昏迷了，我将他放在一户人家，我们现在去救他。我跟你们去。大姐，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们回来的路上突然出现了一男一女，这2人二话不说就直接打人，最后我听出来是有人找了他们教训我，对方给了银子，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前2天就有这样的事情，我从作坊出来的时候，宗宇哥没来，我以为他有事就想着先去家里找他，可是走到半路，有个孩子说宗宇哥在巷子里等我，让我过去。我进去之后发现没人，后来就被其他人拦住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对方拦住我之后便直接开始动手，我自然没有让他们痛快，揍了他们之后，我询问是谁派来的，那些人说只是看我长得漂亮，又是诚意作坊的人，所以他们想强点银子花。当时我就信了，现在看来事情不简单，应该不是随便想来抢银子花，恐怕也是有人刻意在背后指使的。最后你见到陈宗宇，他怎么解释？宗宇哥那天回来之后见到我很紧张，后来说他当时有别的事情耽搁了，就没办法接我，后来我也就没问。你和我姐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没有。我姐说那天你没有去接她，你去哪里了？是陈宗光，那天他故意找我，拦住我之后，
找了几个男人去欺负大小姐，大小姐有身手，将那几个人打跑了，我也打了陈宗光。除了这件事情，还有没有发生其他事情？没有了。好好养着吧，今天的事情我会处理的。小姐，人在地牢。带出来。是。你是什么人？凭什么抓我们？就是你们昨天傍晚的时候打了我姐。你姐？什么你？你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的妹妹。昨天你们打我姐的时候不是挺爽的吗？是你们自己招，还是我一边一边下去，你们受不住再招？你们自己考虑。将他们拉开。是。让人放了我天哥，不然我一定杀了你。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行，你身后还有我。听起来我的男朋友很厉害呢。男朋友？我听别人说过一个词，男朋友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关系，你就是我男朋友。那你是不是我的女朋友？聪明。挺好，那换个词，马子轩在你面前是算什么？朋友？马子轩，按说他应该叫我一声小姑姑，他便是我大侄子，他现在不愿意叫，那他便只能算是个朋友，连男性朋友都算不上。哦，什么叫男性朋友？就是性别为男的朋友。哎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建一个门派，以医术为主，到时候我们两个就是门派的老祖宗。好。那我好好想想，看这件事情怎么办，怎么着也得有个身份牌之类的东西，还有一些规矩，人选，想想事情还挺多的。那么多教材你都写了，其他事情我与你一起。好呀。罗兴磊乐了，之前对招些人来学医只不过是想想，但是现在他认真了，这是他与方阳一起做的事情，以后想起来也很有意义。好歹他也是穿越者，这样也不亏自己穿这一趟。你来起名吧。你来。要不就叫星阳派。好。方阳满眼都是笑意，伸手轻轻揉了一下罗兴磊的脑袋。我可不是小姑娘，不能摸我脑袋。在我眼中就是小姑娘，我与你大哥同岁，而你大哥已经成亲了。所以你是嫌我太小了？我这般小你都能下手，也不知是我禽兽还是你。大伯娘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呀？其实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是兰兰，她昨天带着孩子过来找我了。啊？刘兰兰进门这么多年，可是从来没有承认过王氏这个正牌婆婆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怎么这2天找上门了？难不成……兰兰说想让我帮她看着孩子。这孩子一直都是娘和牛氏帮忙看着的，她怎么会想着让大嫂你帮忙看孩子呢？是星辉，之前不是去县里给人家当先生去了，那户人家的小姐看上星辉了，现在要星辉娶了她。听起来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呀，这样的人能做小？当然不能做小了，自是要当正妻。星辉回家跟兰兰商量，想让兰兰做小，兰兰自是不干的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兰兰昨天过来说，她对那边谁也不放心，想让我帮忙看。大嫂，这事儿你怎么想的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那孩子就算是我想给养，若是刚出生的孩子还好，现在都长这么大了，性子什么的都已经成型，我是怕养不来。这事儿还真不好办。罗红这孩子啊，有时候在村里大嫂你也能遇到，他见你就骂人，你还真想养他，估计孩子首先自己会不愿意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当年我被休，事情就已经成了定局。星辉的性子不像我，当初我带着星阳和星珍离开的时候，星辉也是一句话都没有说。这么多年了，平常在村里就算是遇到了，也是一句话都不会说。就是星飞，当年我不让她嫁，她非要嫁。后来回村儿，
有一次还悄悄过来看我。虽然那孩子当初性子很傲，但离开之后，我才发现炕头有他放的一锭银子。将心比心，都是我的孩子，我都疼。可孩子的心也得是善的。幸会这孩子读书太多，读傻了，已经分不清一些事情了。我管不来这些事情，昨天拒绝了兰兰。我想他可能还会来找我。罗星雷与关小妮不知道，当初罗星飞还悄悄去看过王氏，甚至还悄悄给了王氏银子，所以这也是最后知道罗星飞被卖进那种地方后，王氏愿意去将人赎出来的原因。想必当初赎罗星飞，王氏是拿了家里所有的家当，还找娘家人借了不少，才悄悄将人赎回来的。大嫂，这事儿你想清楚吧。星辉这件事情办得不行，再怎么说兰兰和罗红是他的妻儿啊，大户人家的小姐虽好，但也这种事情还是需要王氏自己拿主意。不过罗星辉能与石家小姐搅一起，他早就猜到了。就罗星辉那样的，有机会就想往上爬，怎么可能不好好的把握？要说起来，他也算是间接促成了这件事情。你爹平常不会这么晚回来，怎么今天还没回来啊？我去看看。奶，星辉这样不行，我怎么可以做小呢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罗家光明正大娶回家的呀。岂不说我不愿意，就是我这个时候做了小，回头村里人怎么说罗家呀？难道大家提起就说啊，星辉是为了银子才娶那个石家小姐？这样以后爷奶出去在村子里还怎么见人呢？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星辉与石家小姐肯定要成亲的，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让星辉休了你。你也是这样想的？想休了我？我没有，我没想休你，但我对他是真的，我真的喜欢他。兰兰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喜欢他，但我也不想让你受委屈，我不想休你。他在县里，到时候你就在家里，我再给家里买2个丫鬟伺候你和奶，好不好？这样你就什么都不用干，你帮我们照顾孩子，行不行？我不要。你既然要跟那个女人成亲，那你就去成亲，我走。不过我要带走小红。不可以，那是我们罗家孩子，怎么可以让你带走啊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们不是想要星辉娶那位小姐吗？小红在罗家待着，也是给那位小姐添堵，还不如我带走呢，省得你们到时候也有其他的麻烦。罗红爷爷的罗爱贵从头到尾一直站在旁边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。你们考虑吧，但我说的就这么多。星辉呀，这件事你怎么想啊？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了。那好吧，既然你想好了，我现在便修书一封。慢着，我带着孩子走，孩子总归还是你们罗家的。我们娘俩出去之后也不能饿死街头，这也是给你脸上抹黑。毕竟你马上可是要娶石家小姐的人了，所以我要求你给我100两，算是养孩子的。什么？刘兰兰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这叫过分？养孩子难道不需要银子吗？我现在带着孩子出去，也没有想着改嫁，而且我出去之后是什么样的，你就不怕传到石家小姐耳朵里？兰兰，你别这样，家里什么情况你也知道的，我真没有银子。这我可不管，反正我现在只认银子。好你个！奶，石家那边不希望其他人知道我成过亲的事情，所以我与兰兰之间能断，必定要好好断。传出去，我与石家小姐的亲事恐怕就要黄了。星辉啊，那你说这事儿要怎么办？咱们到底是一家人，总不能看着你大好的亲事被毁了呀。三婶，我现在没有银子，只要将银子给了兰兰，让她出去之后不要乱说就可以了。这100两银子，这要去哪里弄啊？二哥，这件事情还是需要你出手帮忙。星辉以后成亲了，100两银子肯定会还你的。我没有。二哥，我们好歹都是一家人，帮一把星辉怎么了？不就是要点银子吗？还算是借的，回头星辉有了就还了。你至于那么抠吗？你们家平常那么有钱？
我没有，家里的宅子是几个孩子盖的，我平常在养殖场与大家拿的银子一样，也都补贴了家用，剩不下多少。怎么会没有啊？几个孩子的银子不就是你这个当爹的？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竟然被孩子拿得死死的！我看你是不愿意借给星辉吧？我是当爹的，养家是应该的，家里真没有银子，别说100两，就是10两我都拿不出来。你，奶，你也别生气，我跟二叔好好商量商量。嘿，二叔，这银子就当侄子我冲您借的，等过些日子我娶了石家小姐，到时候必定可以还您银子。哎呦，我真没有。二叔，您说宅子什么都是兴强几个人起的，那他们手里应该有银子，不如就由二叔出面，银子也还是我向二叔借的，到时候我会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二叔，您看如何？兴强、兴平、兴梅、兴孝都不在家，现在在家的只有小磊一个。他有本事的孩子都出去了，家里就留一个废物有什么用啊？我看小磊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，不如早早给找一门亲事嫁了算了。石家还有少爷没有成亲，二叔若是愿意，小磊可以过去当小。不是我这个当哥的不疼小磊，主要是咱家这条件，想要当正妻那是不可能的。银子没有，小磊的心事自有我这个当爹的来操心，不用你这个当哥哥的来谋划。还有，我的女儿绝不给别人做小，你说的银子我没有。你们若是真的缺银子，贺管事儿和大伯那里都有银子，你们若是开口去借，肯定能借出来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吃饭了。爹，小磊，爹，你还真去爷奶家了？娘做好饭等着呢，天都黑了也没见您回家，有些着急，便让我过来看看。我刚才去养殖场没见到人，听说您被三叔叫走了，我就想着过来叫您回家吃饭呢。哦，以后没事儿不要来这边，爹都是大人了，丢不了。知道了，以后不过来了。我这不是想着早点叫您回去吃饭，快走吧，娘都等急了呢。哦，爹，娘，爱福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他女儿不会做小？他这是在说兴飞的事情吗？爱贵呀，你也别听爱福在那里乱说话，这小子翅膀硬了，他不让罗兴磊那个死丫头当小的，我还非让他2个女儿都去给别人做小呢。幸辉石家少爷那边你看着点儿，回头就带过去你二叔家看看，只要对方能看上小磊，我肯定想办法让他纳了小磊做妾，就是便宜了新梅那死丫头，竟然这个时候不在家里。奶，您放心，待我娶了石家小姐，肯定会跟石家少爷说这件事情的。奶，现在这银子的事情怎么办？二叔不愿意拿呀。兰兰呐，银子的事情能不能等一等啊？你先离开，幸会与石家小姐成亲之后，再给你100两。那可不行，我离开之后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变卦？娘，依我看，这个时候也不能让事情闹大，咱不如先找银子吧。你有？娘，您这是哪里话呀？我哪里会有银子呀？刚才二哥走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，我们可以找大伯借呀。大伯家、爱祖哥他们都有银子，那些孩子也都有自己的事情干，100两定是能拿出来的。那你去借，回头让星辉给你。娘，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？罗家有男人们盯着，哪里用得上我这个富人家的？再说我去了，大伯就算有银子也不一定能借给我呀。去借银子这事儿还得男人出面。爱贵呀，星辉到底是你儿子，我和你爹疼星辉，可是你也不能让我们老两口什么事情都担了。现在星辉需要银子，你去找你大伯借吧。娘，我不行。娘，爱贵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平常最孝顺您了，往常您吩咐的事情，爱贵可都没有任何怨言去办了。
今天您说这事儿定然是暗贵不行。其实说起来，大伯和爹才是亲兄弟，亲兄弟之间好说话。爹如果开口去跟大伯借点银子，大伯肯定愿意借的。再怎么说，爹是大伯的弟弟，哥哥照顾着点弟弟，那也是应该的。好吧，老头子，你看这事儿，要不你去借？爷，您放心，这银子我肯定给您还了，绝对不会让您在五爷爷面前丢脸的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不会说话就滚！爹，儿子没别的意思。行了，不管你什么意思，我和你娘现在心情正好，也没时间理你，你走吧。我过来找我哥的，就进来看看爹娘好不好？我们挺好的，要找你哥去你哥那屋里，别在这里碍眼。好了，进来脸色就不对，有话就说，没话就出去，别打扰我们和小磊说话。得了，老爷子对哪个儿子都是这副嫌弃的要死的样子，不愧是亲生的呀。爹娘，刚才老六过来是借银子的。星辉要娶石家的小姐，石家小姐知道星辉成亲了，所以希望星辉可以休了兰兰。他同意啦？同意了。兰兰要带走孩子，也提出来要求，想要100两银子。你借他了？我没直接同意，就想着过来问问爹娘的意思。小磊，你说这事儿，你五爷爷应不应该借银子给那边啊？五爷爷，我爷爷之前有找你借过银子吗？有。这次罗六过来借银子，就对罗武说了，只有罗武能帮上忙，还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找罗武帮忙了。罗武也是心疼弟弟的，就让罗六先回去，他这里考虑考虑。五爷爷，这银子您借吧，就说是您的。你收回去，我这里有银子。五爷爷，银子您拿着，我知道您有银子，但这是我的想法。昨天我爷爷叫我爹过去提了银子的事情，我爹没有同意。当时我爹顺口就提了一句，如果真缺银子可以来找您借。我也没有想到我爷爷真的会过来找您借，说起来也是因我们家才起来的。再说这银子也是经过您的手，以后我爷爷还了您再给我就行，没什么好纠结的。你这孩子，就这点银子我还是有的。五爷爷，您就拿着吧。行了，孩子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等老六下次过来找你的时候，你把银票给他，便是要告诉他这是你最后一次帮他，希望他可以将银子还了。好。小姐，罗星辉带着刘兰兰在镇子上买了新宅子。啊，用的那100两吗？不，这银子是他们自己的。属下靠近时还听到他们说，这100两留着要去北望城买宅子，现在镇上只是暂时住，等罗星辉从石家那里拿到银子的时候，就想办法去北望城。继续盯着，再看看刘兰兰那银子放在哪里，记住位置就行。是。罗星雷等方阳将门锁上，走出了村子之后，他便拉着方阳的手飞快地往前跑，当真是憋疯了。几天没出来，是憋坏了？那当然，我这样的就不能被圈着，你知道不？以前我总是想不明白，都说皇宫里的女人是幸福的，我一点也不能理解。那么多女人盼着一个男人，一辈子很多时候都要独守空房，也不能出去在街上逛，多的是数不完的规矩，说话也要思前想后，生怕一句话招惹了什么人，还要小心谨慎，就怕自己一个不小心被人害了。总之感觉活着累死了。哎，那都太遥远了。看来你当真是不喜欢被圈着呀。那肯定啊。说完，想到方阳家可能也是大户人家，罗星雷想了想道，如果你能让我干自己想干的事情，平常不限制我的自由，也不找别的女人给我添堵，我会考虑嫁给你的。一言为定。我说考虑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你赖皮。是你自己说的。
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我们快走吧。丫头，休息一会儿吧，马上就到县城了，我们也不赶着进城，都连着走了1个时辰了。爷，我不累，还有力气呢。哎，怎么能不累呀？这几个月走过来，我瞧着都瘦了。哎，小伙子，这里距离白宁县城还有多远呢？前面就是。二丫，别走了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爷，我们要抓紧，这次来的人肯定多，我早点过来，也许早早就排上了。希望是公平的，我们家二丫这么聪明，肯定能选上。爷，聪明人多着呢，但我不怕吃苦，只要我努力，相信就会有收获的。若是不行，我就再推您回去，这一趟我们就当长长见识了。你这孩子，咱家那么远，路上且要时间呢。没关系的。你们是来参加神医招人的？是啊是啊，姐姐是本地人吗？知道神医招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吗？我们只知道是明天，别的什么也不知道。明日辰时3刻，地方很好找，到时候人应该很多，你直接问着过去就知道了。谢谢姐姐。哎呀，您可算是来了，最近这人数太多了，还有人天天在铺子门口哭，想让我们收了他们家里的孩子，最后没办法，我只能去官府找人帮忙。明天恐怕也需要官府的人来帮忙，我之前准备的人手不够充足。那我去跟官府说。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去一趟，今天就是将流程拿过来，明天所有人都需要去那边。你可来了，咱们大人正想着去联系你呢，快里面请。小磊，今天过来是因为明天你要招人的事情。新阳一门明天要招人，我之前准备了一些人手，但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人，接下来可能还要麻烦大人派些人手过去帮忙。没问题，到时候我让大志带人过去，你需要什么尽管说。那就真是谢谢邓大人了，这几日回家里不知道县里的情况，今天进城看到这么多人，也是我没想到的。你已经说了公平公正的招人，所以不少人上门，富户有，寒门也有。这2天县衙的人要经常出去维持秩序，不过这也证明白宁县越来越好了，还要感谢你呢。大人说笑了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罗兴磊与李兴等人去管了，有罗兴磊的人手和刘大志带来的人配合完成。罗兴磊与方阳坐在身边，李兴坐在罗兴磊身边，李兴旁边与方阳身边坐着罗兴阳、罗兴利，还有祝来一与李青云。很快第一组人就被叫了进来，10个人，祝来一让他们坐在椅子上，罗兴磊问他们同样的问题，然后让他们作答。有人没有主意，是顺着别人的答案去回答，有人有自己的想法，会想什么说什么。从各种各样的回答中，罗兴磊拿着手上的名单，开始选自己感觉合适的人，然后在名字下面打勾。1天时间到了晚上，才将人面试完成。整整1天，他们竟然面了上万人，但最后被留下来的不到1000人。二丫，这被子你自己盖，不能再给我，我不冷。爷，这天寒地冻的，您身子本来就不好，我非要过来，害得你也跟着我一起折腾。二丫这辈子没有亲人，只有爷，所以爷一定要好好的。你这丫头，能养你是我和你奶的福气。你奶走得早，没看到你长这么大，不过我相信她泉下有知，会欣慰的。那当然，奶是最好的，爷也是最好的。等二丫成了神医的徒弟之后，这辈子就只孝顺爷和师傅，听你们的话。哈哈，那爷就等着。二丫，你跟爷说说，今天你们进去都问了什么呀？我看满街都是人，热闹得很。那么多人，能留下来的恐怕很少。也没什么，就随便问了一些问题，名单明天就公布了，到时候我去看。爷，您就还在这里等着我。好，丫头，你家住这里啊？
真是好巧啊。是，您这是哪里不舒服呀？昨天就见您躺着呢。老头子没病，就是在来的路上，我和二丫走山路遇到了狼群，我们俩人跑，结果我推着板车，当时也不注意，脚下没踩稳，直接就崴了脚。我也会一点点医术，要不我给您看看？好啊好啊，那就谢谢你了，丫头，我老头子就不客气了。一个小丫头片子会什么呀？这丫头不嫌弃我个老头子，老头子已经是非常开心啊。丫头啊，你治吧，我相信你。时间飞逝，很快就到了第2场考试的日子。这一场考的是记忆力，中药有很多种，若没有好的记忆力，很多事情都是白搭。考试方式也是简单粗暴，每个人会拿到不同的纸，纸上的内容也不一样的，依旧是10个人一组，每个给的时间也很短。如果用前世的时间来计算，那便是看5分钟的时间，纸上的内容便要背出来。今天这名单是立即考试便立即公布的。有人在听到自己没有通过后就直接离开了。忙这么晚，快过来准备一下吃饭了。娘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呀？难不成你还嫌弃我这个当老娘的妨碍你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娘，您过来给我们做饭，不会有什么事情吧？没有，就是过来给你们做饭的。你也不跟我们说，你这么忙，娘就应该过来给你做饭也好。还是娘好。行了，快吃饭。对了，前些日子听说兴旺不知道得罪了谁被打了，挺严重的，现在还不能下炕呢。你三婶整天在那边闹腾，想让你星辉哥帮忙抓住那个人。还能抓到？怎么打的？这事村里都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人说被鬼打了，有人说罗兴旺得罪了很厉害的人。听兴旺自己说，他走路好好的，被人用袋子套住，然后就是一顿打。哦，就最近都有人开始在我面前说，想给你说个婆家呢。娘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罗婶，我心悦小磊，以后想娶小磊为妻，若是罗婶想让小磊的亲事定下来，我便现在就开始准备聘书。好好好，你这孩子，婶子满意的很。就是罗婶，您有什么话便直说。你家里是什么情况？你与我们小磊认识的时间也久了，但你家里什么情况，我们家人都不知道呢。娘，吃饭吧。方阳哥哥家里的情况我知道，你要想知道，回头我告诉你。好，快吃饭吧，这菜一会儿就凉了。方公子啊，是这样的，你来我们村子就算我们村子的人，这村民与村民之间呢，就应该互相帮助。我们家现在有困难了，不知道方公子能不能伸手帮一把？不知道两位想让我帮什么忙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家星辉要成亲，但是家里屋子不行，所以呢，就想借用方公子手上我们家爱权之前的那套宅子，不知道行不行啊？屋子不行？以前罗星辉都没有地方住吗？有地方住，这不是……有地方住，为何要借用别人家的宅子？这不是以前的屋子星辉与兰兰住过了吗？我们就想着给他重新换个屋子。新娘子都没有不乐意，你们为何这般着急？石家小姐不愿意呀，所以我们才会想办法。那就与家中其他人的屋子换一下，你们家屋子应该不少吧？就算没有屋子，石家不是有银子，在县里买一套宅子不是更好？算了，你不借就不借吧，都多大的人了，还与别的男人一起出双入对的，你这个当娘的也不管管。如果实在管不了，那就让爱福将他们送到我院子里去，我来帮你们管。不劳妃娘操心了，我自己的女儿自己会教。说完，关小妮先一步离开了。这个贱人，有银子也不知道给我们花，净知道贴补赔钱货。算了，回去吧，那有什么办法？
当初分家将他们分出去就是个错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回去找星辉商量一下，看看屋子的事情怎么办。你忘记了，星辉今天去北望城了，不是说去请一些同窗过来吗？哦，那就等星辉回来再说宅子的事情。他今天去的，明天应该就能回来了。老头子，刚才那个小瘪犊子倒是有一件事情提醒了我。我们若是借不到屋子，那还不如让星辉想办法告诉石家小姐，她要成亲就只能在星辉之前的屋子。若是她不愿意，石家不是有银子吗？就直接在县里买一套宅子呗。这事儿能成吗？石家小姐能嫁给星辉也算不错了。你说什么呢？那是咱大孙子，我捧在手心里长大的。石家小姐能看上星辉，是因为咱们星辉优秀，她不嫁，有的是人想嫁过来呢。可是那些人没有石家有钱呢。我看你就别闹了，到时候跟星辉好好说说，让石家买宅子就行。你说的对。小姐，罗星辉昨天带着刘兰兰去北望城买了宅子，那银子是石家给的。啊？属下查到的是，罗星辉对石家坦白了自己妹妹罗星飞以前的事情，非说罗家欠了别人银子，石家小姐悄悄将自己的私房给了，让罗星辉回来还钱，生怕别人知道罗家还欠着别人的银子，自己丢人。给了多少银子？1000两。银子现在在谁身上？在罗星辉身上。去将这件事情办了，告诉那边一声，回头我再去感谢他。是。这件事情继续盯着。是。奶，我告诉那些同窗，可是大家都忙，也没时间过来，就托了给您和爷带了些东西回来。真是个好孩子啊。这也没什么，您知道我的那些同窗并没有什么银子，大家就给您和爷买了些吃的糕点什么的。有心就行了，这些东西留着吧，我和你爷慢慢拆。好。奶，借屋子的事情和二叔那边商量好了吗？借什么呀？你二叔那个白眼狼，我去刚说了一句，他就说那宅子不是他起的，是星强起的。正好星强我也问了，星强说当初建宅子，星平和星梅也拿银子了，所以他一个人做不得主。这哪里是做不得主啊，这分明就是不想借。都是你二叔那个没本事的，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。奶，现在二叔家由星强当家做主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二叔还年轻，星强也不过是个毛头小子，能当什么家呀？既然还是二叔当家，那二叔总不能连一间屋子的主都做不到吧？你二叔那个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和你爹问了又问，他们那边不松口，我们就没有再说什么了，说多了回头又该找那2个老不死的了。那小叔家的宅子，你忘记了，你小叔的宅子卖给方阳了。方阳自己起了宅子，那小叔家的宅子方阳肯定就不要了，没准私下里已经将银子还给小叔了，只不过面上就是为了糊弄您跟我爷。那个宅子的事情啊，当初村里人都知道方阳买走的，不管现在是不是方阳的，也只能等你小叔回来才问。你成亲没几天了，你小叔今年过年不回来，那宅子怕是不行。星辉呀，这事不是奶不帮你，是真的没办法，不如你看看石家那边。奶，石家那边自是不可以的，若是可以早就……还有，现在是我娶进门家小姐，如果让石家那边想办法，那岂不是成了我入赘啊？不行，你怎么可以入赘呢？奶，就是因为我不想对不起您，所以才会想着借屋子。您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这次能想着借屋子，真是情非得已。放心吧，
奶和你爷去想办法。你二叔到底是我们的孩子，借间屋子而已，我相信他们还是会同意的。谢谢奶，等我与石小姐成亲，到时候一定好好孝顺您和我爷。好好好，到底是奶的乖孙儿。昨天出去也累了一天了，快回屋歇着吧。屋子的事情啊，奶去想办法。海福呢？去养殖场干活了。干活就知道干活，家里几个孩子都有出息了，还跑出去干什么活啊？再说了，养殖场的活又脏又累，你也不怕累到爱福啊？见了长辈都不知道问一声，这就是你的教养？罗兴磊一副我什么都没听到的样子，专心致志地晾衣裳，完全将两人当成空气。瞧瞧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孩子，见了长辈也不知道问好。娘如果是专门过来数落我们的，那您就不必操心了。这些年我自己教他们挺好的，就不说他，我也得好好说说你。我和你爹过来，难不成你就打算让我们站在院子里说话？小磊，进屋去端2把椅子出来。很快椅子端出来了，赵氏与罗六也坐下了。我和你爹过来是有事情想与你们商量一下，让人将爱福叫回来吧。娘，养殖场的活大家抢着去，这2天冬天人手本就不够，我再去将爱福叫回来，只怕那边管事也会不开心的。有什么不开心的？那不就是你大伯父管吗？回头让你爹去说一声。这时罗兴磊与罗爱福一起进了院子。没用的东西，连自己媳妇儿都管不了，你自己瞧瞧我和你爹来，他竟然让我们坐在院子里。娘，不是您说不能站在院子里说话吗？我还特意让小磊端来了椅子，让您坐在院子里说话呢。爹，您让小磊叫我回来有事儿啊？有事儿。星辉要成亲，你看着给收拾一个屋子出来，让星辉的婚房在这里。爹，星辉不是我儿子。那也是你侄子，一比一写不出来2个骡子。星辉现在这情况就是需要一个可以成亲的地方，等成亲之后就好了，让他们搬走。你说让星辉成亲之后搬走，成亲的时候都在我家，成亲之后还能回去？与星辉在一起的时候，石家小姐应该知道刘兰兰的存在吧？既然知道，也介意刘兰兰的存在，甚至不愿意在刘兰兰生活过的屋子里住，要么自己买一处宅子，要么直接在村里起一处宅子，哪个办法不比借用别人家强啊？现在是冬天，来年开春就给起一处院子。爹，这屋子儿子借不了。是你侄子怎么了？帮一下他怎么样啊？你们家这么多屋子，能帮得了外人，怎么就帮不了你自己侄子了？2家一个村头，一个村尾，别的不说，这人娶进门简单，以后怎么办？难不成还要与我们一起生活？一起生活怎么了？他是你侄子，也是读书之人，与他一起生活也是你们的福气。哼，我们高攀不起，也不想攀这样的福气。您可以去家附近的人家问问，他们也有新建宅子的，家里空出来一间屋子还是可以的。那是外人。我们已经分家了，爹娘，儿子可以养你们老，但是星辉是大哥的孩子，我没有义务去管。那是你侄子。他只是我侄子，不是我儿子。既然这样，你不愿意从你家借屋子给星辉，那就去隔壁借，我们出银子，让他将屋子租给我们。那您需要自己去说。你们家与方阳关系好，你们去说一声，他会同意的。我们与他只是邻居，他与村里其他人关系都挺好。您去说，他要觉得合适就会租，不合适就不会，谁去结果都一样。以前这个儿子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分家这几年越来越不受他掌控了，现在更是连他的话都不听了。罗六见没戏，干脆拉着赵氏离开，不在这里耽搁时间。他们来找我了，想得挺美。
想让我将我的宅子租给他们，或者将你小叔的院子租给他们。你借了？自是不能。成亲本是开心之事，他们这般到处借地方，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还有句老话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帮了他们一定捞不到什么好，还不如一开始就不给自己找麻烦。说得对。两人到县里后，罗兴磊刚进自家宅子没多久，收到下面人传来一个消息，罗兴辉身上的银子已经全被骗到手，他就让人将罗兴辉引到之前陈宗华被关的那家妓院，那里的管事妈妈不是说了，以后都是自己人。最后怎么从罗兴辉身上将那些银子拿出来，就是管事妈妈的事情。他只让属下拿了100两，就算当初罗六去罗五家借的那100两，其他银子都没有要。事情办妥，听说罗兴辉又气又恼，又不敢声张，罗兴磊就心情大好。爷，您坐上去，我推着您走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这一路过来你一直都推着我，虽然你没有被选上，但能走到最后已经很厉害了，咱们就当这趟是出来玩的。爷，您放心吧，我一点也没有沮丧，挺开心的，就是有些遗憾不能学医了。没事儿，我孙女是最棒的。这是打算回去？回去，没有被选上，要回去的，总在外面也不行。丫头啊，谢谢你的药，很管用。小姐姐，你也是学医的吗？能不能让我跟着你学呀？我可以做得很好，小姐姐说往东绝不往西，我还可以伺候小姐姐的日常起居呢。我暂时没有收徒的打算。其实不学医也可以，我要是能跟在小姐姐身边，以后爷爷病了，小姐姐肯定会出手救人，这样与我学是一样的。我会出手救。那我可以跟在小姐姐身边吗？当个小丫鬟也行。你愿意？愿意。不过可能您需要管我们吃住。好，那就拿着东西跟我走吧。有点事儿，我需要离开一些日子。哦，需要帮忙吗？我一个人去就可以。好，什么时候走啊？吃过早饭。哦，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小心，要不我给你配一些药带着。不用了，我会保护好自己。好，那你去忙吧。年前还能回来吗？可能回不来了，需要年后，暂时归期不定。两人依依不舍地吃过饭后，方阳就离开了。小姐，我爷爷如果能安排到别的地方干活，是什么地方？星阳一门那边可能缺打扫的，或者其他。总之你爷爷过去，我会让他们安排轻松的活。你爷爷那边你有什么想法？可以安排在这个宅子住下，也可以安排到别的地方找点轻松的活。星阳一门？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小姐就是神医，星阳一门也是小姐一手创办的。我的有些身份需要对外保密，你是我身边的丫鬟，以后会贴身跟着我。对于你的心性可能还需要锻炼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忠诚于我，我定不会亏待你的。我可以，我一定忠诚于小姐，这辈子生是小姐的人，死是小姐的死人。那倒不用，你活着伺候我就行了。到时候你便直接与老爷子过去，在那边忙完后就来找无忧。好的，小姐。爹娘，我和小妮儿带着邢强和邢笑过来给你们拜年。不用啦，你这一拜我们受不起。娘，行了，别叫我娘，之前大家还是欢声笑语的，你们这一家子来，我们连说话的欲望都没了，也别破坏了我们的气氛。若是想要留下来吃饭，就将今年的养老银子给了，若是不给，你们就自己回家吃吧，我可没你这样的儿子。二叔等一下，二叔一家子过来拜年，怎么不见小磊妹妹啊？
你太奶奶叫小磊过去陪她吃年夜饭，小磊过去了。二叔也别生气，奶奶可能在气头上，你和二婶还是进来吃饭吧。罗爱福迟疑了下，还是感觉大过年的走了不合适。二叔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不喜欢吃饭的时候桌子上人太多，麻烦你们坐那桌了。不用了，我们就是带了菜过来看看爹娘。之前总感觉过年桌上没什么菜，今年看到菜这么多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和爱福就先回去了，也不招婶娘生气了。回家之后，罗兴磊就听罗兴孝将发生在老宅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行了，这件事情你不要管，他会为自己今天的行为感到后悔的。二姐，一起啊，我也想替爹报仇。年后过去，让吴晨过来找我一趟，有事跟他说。好吧，那二姐等我下次回来，你可一定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。其实今天晚上就可以，要不要去？怎么做？要去今天晚上就别睡，等我去的时候喊你。好呀好呀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能杀人。我不杀人，你放心。当真？当真啊。罗兴磊上前摸到女人的头发，从身上拿出来早就用黑布包好的夜明珠，借着昏暗的灯光一点点将女人的头发剃了。咱们要不要给她脸上写个字？不用了。你干什么呀？是牛氏，是牛氏。算了，只剃了些，还有留下一些。他们住在这里，那我们要找的人呢？应该是他们的屋子。二姐，我们以后再去吧。你在院子里帮我放风。啊？啊什么啊呀？帮我看着，找个隐蔽的地方。里面没有什么动静，应该是药起了作用。面对两个没有穿衣裳的肉身，他连看都没看，甚至略有些嫌弃。这种三观都不怎么正的人，看了他怕起针眼儿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大清早的，见鬼啦！你，这，我刚才是不是做梦了？我梦到头发，别叫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头发怎么……就在这个时候，后院也传出来惊呼声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那你快去看看。没一会儿，罗爱贵就回来了，脸上表情有些复杂。石家那个丫鬟和婆子头发都没了。什么？和我一样？你只是头顶没有了，而且你掉下来的头发还在，他们全都没有了，头发也没有了。这，小姐，你别叫，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的头发呢？先别急，什么事儿？姑爷，奴婢的头发没了。别在门外吵，你家小姐昨夜累到了，还没醒过来。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？头发好好的，怎么就没了？我们也不知道，睡一觉醒来之后就没有了，一丝头发也找不到。就是头发没有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别在这里嚎丧似的。大过年的，晦气。你们两个今天做早饭。好的，娘。大嫂，你想什么呢？是不是在想头发呀？你都知道些什么？我哪能知道什么呀？我就是好奇，丫鬟和婆子好好的，睡了一觉把头发睡没了。大嫂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不是要做饭吗？赶紧吧，一会儿娘又该催了。大嫂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今天一直怪怪的，难不成你的头发也出问题了？今天怎么包得这么严呢？早起听到他们在外面叫，你大哥出去看了，我知道他们没了头发，怕他们伤心，所以呢就将自己头发包了起来。咦，我后面不包些呢？大嫂，你说我要不要也将头发包起来，省得他们看到伤心呢？当然好啦，我们现在吃饭可都是靠着他们做，不让他们伤心，他们就不会在背后对我们使绊子，挺好的。
还是大嫂聪明。快做饭吧，今天你想吃什么咱就做什么。谢谢大嫂。嗨，不用谢。我感觉这是人为。人为？谁敢这么大胆？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竟然进来直接剃了我们的头发。这个就不好说，但肯定是人为。你细想想，如果不是人为，为什么我们的头发突然会没了？这谁这么大胆呢？这是在你家，谁会进来你家呀？罗兴磊他们都会武功。他们怎么会武功的？你们不都是村里人吗？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不过你可以去打听，他们真的都会武功。我细细想了一下，如果是别人，不太可能。我们与别人没有仇怨，谁会来剃了我们的头发？昨天晚上我二叔一家过来之后，你戏耍了二叔，想必罗兴磊他们不开心，所以才会有这么一出。罗兴磊与星阳的关系很好，星阳又是医者，昨天晚上我们最后怎么睡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昨天晚上他与罗星辉两个人还是在，最后好像就是突然没了意识。你先躺着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去办，我肯定会抓到那个人的。好，你负责查出来是谁干的，我定不会让他们好过了。星辉啊，你这是……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星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呀？奶，别哭了。奶，我这头发突然没了，我梦到老神仙给我托梦了。老神仙说什么了？他托梦归托梦，为什么要拿走你的头发呀？哎，奶，这件事情恐怕只有二叔能帮我了。怎么回事？今天的事情谁也不许说出去，敢说出去，我扒了你们的皮。是。娘，您放心吧，这事儿我肯定不会说出去。娘，您放心，星辉是我大侄子，咱家可都指着星辉呢，我肯定不会说的。星辉呀，你告诉奶，老神仙到底说什么了？为什么要拿走你的头发呀？家里需要有人冲喜才可以，而且必须是女孩子出嫁，哪怕是定亲也行。咱家到了该成亲的年纪的。老神仙还说，这个人是对家里没有用的，需要早点嫁出去。那不就是说罗兴磊？老三呐，你让孩子去叫老二过来，我要好好跟他说道这事儿。奶，这件事情恐怕不能这样，我们还是先不要跟二叔说了。二叔很疼小磊，怕是不会同意。不同意怎么办？你这头发得早点让老神仙给你还回来。奶，您忘记了，石家有个少爷，人还不错，但是已经娶了正妻，现在需要小妾。小磊虽然没有什么本事，但是去当个小妾应该还是可以的。星辉这个主意好。奶，您不是让三叔指使弟弟们去叫二叔吗？这事儿肯定不能让二叔知道的。对，这事儿不能让你二叔知道。哎，你们听说没有？东华那边这次死了不少人。听说了，年前的事儿，因为建立门派，大家都在抢人，所以造成最后的悲剧发生。可不是，东华与天宁这些年一直都是安安稳稳的，但没想到因为建立门派的事情还发生了摩擦。听说这次处理东华这件事情的是当朝太子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东华太子从小病弱，一直游历四方，就是想看看能不能保命。现在去处理创立门派的纷争，是不是真的呀？当然是真的，这还能有假不成？罗兴磊与二丫在街上逛的时候听到了这些话，罗兴磊第一反应就是天下不太平，不知道方阳哥哥怎么样，希望方阳哥哥可以好好的。学历嫁到咱家也有些日子了，这查出来怀了身孕，石家那边挺高兴的，想请我们一家吃顿饭。是好事儿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也准备准备，就明日，到时候啊，石家会派马车过来，我们一起去石家。好。石家请我们，老少都得去。至于陈家的2个孩子就不带了，糖果也小，就别带了。好，
如意虽然怀了身孕，但是过去做做应该还是可以的，到时候有星强照顾。至于小磊嘛，他年纪也大了，去石家长长见识，到时候也好嫁人。娘，就我和小妮儿去就行了，其他孩子们就别让他们去了。石家是请我们整个罗家，你和小妮儿去了，那孩子们不去，石家该以为我们太矫情了。听你娘的，都去。好，那到时候我与他们一起去。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事儿。谁？小姐，是我。有什么新发现？是罗星辉想让小姐给石家庶出公子当偏房。说详细些。大年初一早，罗星辉发现头发没有了，便告诉赵氏是老神仙对他的惩罚，想要长出来头发，必须你嫁出去才可以。赵氏信了，罗星辉便趁机提醒石家少爷还差小妾。那位石少爷是现任家主弟弟的儿子，颇得现任家主的喜欢，所以在石家有些话语权。刘兰兰现在如何？过得挺好，过年在北望城带着孩子一起过的。罗星辉输了大笔银子的事情他不知道？这银子从一开始罗星辉拿到手后便一直告诉刘兰兰他没有拿到手，所以刘兰兰并不知道罗星辉手上有银子。派人去给刘兰兰无意间传个消息，就说罗星辉拿着银子在养别的女人。是。小姐，您还有别的安排吗？没有了。奶奶，您和爷爷年纪大了，走正门要上台阶什么的太麻烦了，我们就开了偏门，直接从偏门进去很方便的。好，还是学历最乖。小磊妹妹也来了，快随我们一起进去吧。石小姐，听说正门才是让客人走的，偏门只是一些妾室和下人走的呢。爷爷奶奶年纪也不大，平时也都挺健康，走几个台阶不碍事的。小磊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，学历再怎么做都是为了爷奶好，又怎么会故意羞辱爷奶？你一个村里的丫头懂什么？少在这里乱说。大哥的意思是我胡编乱造？正门偏门与否，知道的人多了去了，也不是我一个人。爷奶如果不信，可以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，看看是不是这样。规矩也不是我一个乡下丫头可以胡乱造出来的。罗星磊，你简直没大没小，见了你嫂子不好好叫嫂子，竟然还叫石小姐，这会儿又在这里乱说。我有乱说吗？不好意思呀，以前的嫂子叫刘兰兰，这冷不丁换了一个嫂子，还真有些不适应呢，就没有反应过来是小姐嫂子。星辉，你也别生气了，小磊妹妹性子直爽，我就喜欢与这样的人说话呢。走正门也是可以的，爷爷奶奶都是我的亲人，走哪里都无所谓。只是我现在在娘家，有些事情也是由不得我做主的。奶奶，你也是嫁过来的人，肯定知道的。是，没事儿的，学历。我们就走偏门，不管走偏门是什么样儿，我们都是石家的客人。嘴里这样说着，但是大家心里到底是有些膈应的。爷爷奶奶、爹娘、各位叔叔婶婶，你们先坐着。我父亲今日有事儿，母亲身子不好，今天呢由我哥哥来接待大家。哥哥第一次干这样的大事儿，还有些不好意思，现在人还没有来，我去叫他出来。好。人没有来，点心与茶水倒是可劲儿的送，而且送的还都是极好的。这一等就是一个时辰。对不起小姐，对不起小姐。没关系，不用擦了，我自己来。小姐真是对不起，刚才是奴婢的错，奴婢带您去后院换件干净的衣裳吧。不用了。这怎么可以啊？要是让小姐知道奴婢毛手毛脚做错事情，定然会责罚奴婢的，还请小姐给奴婢这个机会。其实没什么，他那衣裳也不值几个钱，有水便有水了，一会儿就干了。
老夫人，还是让这位小姐随奴婢去换一身衣裳吧。天寒地冻的，再伤到了贵人身体就不好了。那好吧，小磊呀，你跟着去吧。爷爷奶奶饿了吧？我让下面的人准备了吃的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小姐，毛手毛脚的，怎么回事？小丫鬟看了一圈罗家人，随即起身，又在石学丽耳边低语了一番。石学丽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当真？回小姐，这种事情奴婢不敢说假话，奴婢亲耳听到的。二叔，二婶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小磊出什么事儿了？人这去了半天还没回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学丽呀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儿？你直接说出来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奶都不怪你。奶奶，这事就是您怪我，也只能是冤枉我呀。这也不是我让他去的呀。是小磊出什么事情了？他是不是闯祸啦？我还是带你们去看看吧。其实我也不相信小磊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到了后院，有一个拱门，从拱门过去，到了另一个偏院。此刻偏院里传出让人脸红心跳的暧昧声，那是在床上才会有的销魂的叫声。瞧瞧你教的好女儿，竟然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来。这是在别人家呀，就这么不要脸，在背后指不定怎么浪荡呢。我不相信，我相信小磊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不相信有什么用啊？不是他还会有谁？关小妮这会儿只感觉自己连气都喘不上来，最后当真是没眼看面前的场景。这时罗家其他人炸了，连石学丽也炸了。之前他预想的床上自家那个好色的哥哥以及罗兴磊，可现在没有罗兴磊，倒是有罗兴辉与罗兴旺，还有他那个好色的哥哥，3个男人，那场面这辈子就是他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呀。快将他们拉开。罗爱贵与罗爱宝两人上前去拉自己儿子，可是3个都中了药，这会儿就算是拉也是拉不开的。就连罗六上前去帮忙，宋氏更是立刻上前去拉自己儿子，趁机还狠狠拧了2把石家少爷。他觉得就是石家少爷非拉着他家兴旺做这种事情的。男人与男人之间竟然真的可以，而且还是3个男人一起。他们家少爷特别会，平常玩的也多，肯定都是这个少爷的错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兴辉兴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兴旺，你说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记得了。罗兴磊人呢？他人呢？娘，我们到这里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小磊。学丽，你没事吧？你离我远点。学丽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们刚刚在干什么？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学丽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中间有误会，我们指定是被人陷害的。来人！小姐，你不是说里面的人是罗兴磊吗？你带他去换衣裳，带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奴婢就是将那位小姐带进了这里，因为这个偏院是小姐您吩咐专门留出来供客人休息的呀。那位小姐进来之后，奴婢就去拿衣裳了，回来之后就听到里面声音不对，然后奴婢就去跟您汇报了。你来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小磊叫我过来的，他跟我说自己东西掉在里面了，但是他想去如厕，所以我就进来帮他找。可谁知道我进来之后慢慢就没了意识，在清醒时大家都已经在屋里了。去给我找，罗兴磊肯定还在，他敢跑，打断他的腿。雪莉，这些可都是你的婆家人？大哥，他们就是我婆家人，这次的事情……哼，简直荒唐！你婆家一个小妹妹竟然敢算计我！既然她敢算计我，那自然要让她试试我的厉害。既然都是一家人，我就不让官府抓她了。
今日就让她别回去了，留下来给我做个通房丫鬟吧。大哥，石少爷，小磊再怎么说也是我们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，您现在说让他留下来当个通房丫鬟，这就是让小磊丫头嫁到村子里，那村子里的人都会给些彩礼呢。虽然咱们是一家人，可这若是一点都不出，我这老婆子倒是不什么都不怕啊，也不怕别人说我什么。可是石少爷，您还年轻啊，如果让他们说您办事儿不行，这不是侮辱您的名声吗？若是您觉得小磊是个乡下丫头不值，那您就意思意思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让她留在这儿，以后生是石家的人，死是石家的仆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本少爷同意了。雪莉，你这婆家这妹子，我给多少银子合适啊？大哥看着给吧。那就200两吧。你们凭什么说是小磊干的？小磊的衣裳被你们石家丫鬟弄湿，这丫鬟非要带他过来换。他说自己一个人害怕，那丫鬟竟然说那里只有女眷，男人来不方便。可是到头来呢，你们竟然这样说。幸辉，你说是小磊叫你过来的，那你之前在哪里啊？我们来到石家，你便不见了，小磊又怎么能找到你啊？奶，你说将小磊卖了就卖了？你有没有问过小磊的意见？问过我爹娘的意见？她是我的妹妹，我们不会同意小磊给别人做什么通房丫鬟。罗兴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小磊难道不是我孙女儿？我这样做还不都是为了她好？为了她好？那前面兴妃给人家当小妾有好吗？你个白眼狼，罗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说话。她是我孙女儿，我有做主的权利。那只是您孙女儿，她是我女儿，我才可以做主。你没有权利。你是我儿子，你的女儿我应不应该管？如果可以，我真希望自己不是您儿子。小妮儿说的没错，小磊的事情轮不到我做主，也轮不到您来做主，让小磊自己做主。他一个丫头片子懂什么啊？我是他的长辈，我有权管。有权？你个小贱人，好好的在别人家里乱走，甚至还设计陷害兴辉和兴旺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？不要脸？你的意思是我骗你进这个屋子的？小磊，你真是太让大哥伤心了，你怎么可以？不好意思，我只有一个大哥，就是罗兴强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当我大哥的。说说吧，我到底是怎么让你进这个屋子的？你……罗兴辉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将对赵氏说的话又对罗兴磊说了一遍。那你是不是眼花了？我被石家丫鬟带到房间后，感觉房间里有一股子让人难受的味道，便出来了。我想站在门外等丫鬟给我送衣裳过来，可是没有等到，结果遇到石夫人路过，我便与石夫人一起走了。请问我是怎么遇到你的，罗兴辉？你肯定在说谎。他没有。雪莉，你请婆家人过来。按说我这个当家夫人也应该以礼待人，你为何不与我说一声？如果不是遇到小磊，我都不知道罗家人来了石家。就算你瞧不起罗家人，现在已经嫁过去了，自然要好好相处。这门亲事是你自己选的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走偏门进来，那不是给平常下人们走的。你这是欺负罗家人不懂，还是你自己压根儿就没有瞧得起罗家人？母亲，人请进来，不让人陪着，也不告诉我与你父亲，随便带到一个院子里就算了，这都已经过了午饭的点，你还没让人准备吃的。行了，我已经让人准备好饭菜，大家都去前厅吧。胡闹！大伯父，
我就是看上那丫头了，我想让她当我小妾，我肯定会很宠她的。不可！为何不可？她奶奶都已经同意了。她同意，但我没有同意。她是你奶奶，她同意你就得嫁。你刚刚不是还与罗星辉、罗兴旺在一个床上滚，现在就想着娶我为小？你是想与我们罗家所有人都扯上关系吗？石老爷，今日我们是受邀前来，但是石家……罗兴磊吐字清晰，一点点地将从到了石家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说了一遍，最后还说到石家少爷与罗兴辉、罗兴旺的事情。赵氏在一边恨不得杀了罗兴磊。石老爷，身为晚辈，有些事情不好问，但着实好奇，石小姐好歹也是您的千金，您为何让她嫁到村里去？那是她自己选的。这是自己家那个不争气的女儿给婆家妹妹下的套，这丫头也是个精明的，立刻就识破了。与这样的人为敌，雪莉是感觉自己活得太好了。娘，您快点做点吃的吧，我快要饿死了。好，你想吃什么，娘给你做。做什么吃什么就行，我先去写写东西。说完，他就去了方阳家。进了院子后，他并没有去屋里，而是直接翻墙走了。他因为走得太急，都没有注意到。他翻墙走时，一道白色的身影从屋里走出来，就看到他离开。方阳只是微迟疑，就跟着罗兴磊的脚步去了。小贱人就是小贱人，这个骂够了吗？你这个小贱人，好好的事情全都被你搅黄了，你竟然还有脸来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他说着就跑到一边去拿扫把。罗兴磊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什么话都没有说。罗兴磊一个起跃，只是眨眼间就到了罗兴辉的面前。今天你们可真是好算计呢，当真让我去当田房，你们也不想想自己够不够格。就算是当你们石家的正妻，我都没有任何兴趣。哎呦，天杀的，竟然敢来院子里打人！罗兴磊手一甩，两个石子甩出去，同时打在赵氏的两个穴位上，赵氏立刻就不能动了，甚至连一丝声音都发不出来。平常忍你们就够久了，没想到主意竟然打到我的亲事上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院子里一众人都傻眼了。够了。够了吗？罗兴辉与石学历没有成亲前，告诉石学历罗家欠了1000两银子，石学历将银子给了，而且远不止1000两。闭嘴！你想干什么？石学历给了银子，他给你了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还从爷爷那里借了100两银子，给刘兰兰让她带着孩子离开，好给石学历让位置吧。刘兰兰带着孩子走了，但他们在镇里买了宅子，不单单在镇上买了宅子，还在北望城也买了。就在罗兴辉说他去北望城请同窗来喝喜酒的时候，罗兴辉，你竟然敢骗我！你没完，你的老婆孩子还在北望城等着你呢。哼，其实你为了100两银子出去借的时候，罗兴辉手上有上千两银子。你们疼爱他这么多年，不过是给自己身上养了一个蚂蟥，专吸人血，吃人肉，甚至连骨头都不吐一块的，说的就是罗兴辉。罗兴辉今年20好几，有拿过1文钱回来，还是有给你们买过吃的。你们所疼爱的大孙子其实就是一个笑话。远的不说，罗兴辉在石家当先生，听说赚的也不少，你们可有见到过银子？他是不是回来之后还告诉你们，其实自己的银子一点也不够花，县里要买衣裳，要买笔墨纸砚，要买很多东西，他不能比别人过得差。那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大户人家的先生都是管住，吃的也很好，就像我们今天吃的那般。有人给他们做衣裳，完全不用自己买，东家也会给笔墨纸砚，更加不用自己买。所以他的银子哪去了？就在他身上，肯定是他自己不愿意拿出来而已。这就以后要孝顺你们的大孙子。罗兴磊说到这里，手腕再次一挥，
罗星辉身上立刻掉出来一个荷包，荷包里鼓鼓囊囊的，足足有50两还多。罗六只看了一眼就寒了心。这些日子因为借了自家哥哥的银子，他整日里想着这件事情。这就是他养的好孙子。赵氏也看到了，但是与罗六的想法不同。他认为孙子这银子肯定是今天才得到的，不然以孙子的孝顺，肯定会告诉他们，或者直接给他们银子的。每次有什么事情，罗星辉都是哄着你们往前冲，然后你们就照办了。但现在我想告诉你们，以后谁再敢打我家人和我的主意，下场就不是罗星辉这样轻。罗星辉一个大男人，身子就如同破布一般，直接飞了出去，然后狠狠砸在地上，摔断了2根筋骨。平日里嚣张的人，这会儿缩得跟鹌鹑一样。我的亲事我自己做主，今天只是让你吃个教训，以后你们谁敢再去我爹娘面前找存在感，我就让你们没有存在感。如果你们以后还打一些不该打的主意，那你们找一次我就废罗星辉一次。不要以为他能逃，没人能逃得出去。这一刻，罗星磊说的话他们都信了，甚至连罗星磊打人的形象也全都记在心里，再也不敢去拔老虎须。赵氏一直不能动，罗爱宝有心想说2句，但最后还是怂，不敢。将他们抬到屋里去。爱贵，你去把星阳叫过来，他就是大夫，星辉身上的伤他能治。爹，我还是去镇上请人吧。镇上的人能有星阳医术好，快去，这孩子平常大多都会回来，这会儿天都快黑了，兴许人也回来了。哦，爹，还是叫爱宝去叫吧。爱宝，你去叫。哦，你也别急，我估计小磊不敢对你怎么样，一会儿可能就能动了。赵氏用只可以动的眼珠子狠狠瞪着罗六，眼神仿佛在说，你是不是瞎呀？这还不敢对我怎么样，都让我这样了，还要让我怎么样啊？很快的，罗爱宝回来了，身后跟着罗星阳。病人在哪儿？屋里。来了。筋骨断了，接骨致伤，2个人需要10两，先付银子后治疗。10两？你这孩子，这是你大哥，那个是你大嫂，你怎么可以？我只有娘，没有爹，更没有大哥。要治就拿银子，不治就算了。你这个逆子！星阳，你别生气，你爹就那臭脾气，父子之间没有什么隔夜仇的。他又是哪位？星阳，怎么给自己家里人看病还需要银子？这传出去岂不是被人笑话？我娘和妹妹都好得很，没有生病，希望你们还是不要诅咒他们，否则我不客气。家里没有银子，要不先欠着？那就等什么时候有银子了，什么时候再看病。不是说医者仁心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狠心肠？人心也只是对面善之人，他们不配。好吧，10两就10两，你救人吧。先收银子后治病。罗六心中五味杂陈，一点点将自己手上的荷包打开，拿了10两银子出来递过去。罗星阳收了，这才走到一边，打算给罗星辉治病。你这个不孝子，竟然真的敢收银子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若要看就看，不愿意看银子可以还给你们，我还不差这一点点银子。爱贵，别乱来！在他正纠结的时候，罗星阳甩开了他的胳膊，似乎还特别嫌弃的拿出帕子，慢慢擦着刚才握过罗爱贵胳膊的手。这动作特别有侮辱性。罗星阳给罗星辉治疗完，又给石学丽治疗。学丽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？孩子很好，没事儿。字数少的是给石学丽的，字数多的是他的，上面有写如何服用。说完，拎起药箱就走，多一句废话都没有。我不活了！
我一定要罗星磊那个小贱人好看，一定要他好看。还要闹到什么时候去？今天下午给的教训还不够啊？那就这么算了吗？老大，星辉那边今天晚上需要人照顾，你和你媳妇儿去照顾。爱宝，你们兄弟几个只有你最机灵，明天一早你去打探打探，看看星辉是不是给刘兰兰买了宅子。如果他们在镇上买了，你就去北望城再问问。这银子你拿着，要将事情打听清楚再回来。知道了，爹，我肯定打听清清楚楚。爱宝啊，你用不了那么多银子。娘，我用不了，星辉就能用。今天下午小磊有句话说得很对，只有你们往星辉身上补的，没有星辉给你们的。平常你都从我身上搜，最后还不都给了星辉？小磊能那样说，说明他肯定知道这件事情没准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您还不相信，还非要护着星辉？我没有。行了，爱宝，这件事情你自己知道就行了，不要出去声张。你大哥那里也先不要说，星辉毕竟也是他的孩子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我肯定会查清楚的。老头子，我就是感觉小磊那个贱人说的那话不对。明天天亮我跟你一起去。爹，您身体受得了吗？没事儿。那好吧。你怎么就把银子给他？进爱宝手里的银子，你就别想着再要回来了。这些年我们是不是一直做错了？没有，我们怎么会做错呢？星辉就是我们最好的孩子。什么人？你回来了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好热。风也这般刺骨，怎么会热？我说热就热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中午。刚才在院子里的事情你都看到了？不生气，这点小事不值得。我们将罗星辉送进石家的时候，也该想到这样的结果。想到是想到了，但我没想到罗星辉屡屡不受教训。那是你没有告诉他，那些事情是你干的，他还以为你是软柿子。明天我给他一些颜色瞧瞧，到时候他便不敢再对你有什么歪心思。别，就让他蹦跶着，我倒是要看看他能蹦跶到什么时候去，正好我也可以好好玩玩。好，你开心就好。你不是回家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没，不是回家，一个朋友出了些事情，去处理了一下，暂时不回家。你走了以后，我就想到了一种石头，放在水里可以变颜色，我已经让人在刻了，到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去看看，到时候你就是星阳一门的主人。那你呢？我也是星阳一门的主人呢，我们两个都是。方阳满意了，不枉他牺牲了过年的时间去处理这丫头白白招惹出来的一些事情。不行，我看你得早点成亲，到时候老宅那边就不敢打你的主意了。娘，这太早了，我上面还有我姐呢。你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，你的事情不能耽搁了。娘现在总感觉你在家里就多一份危险。娘，您不用草木皆兵，我没事儿，不用担心。怎么能不担心呢？你娘说的对，你应该成亲。让他早点过来提亲，到时候啊，将你们两个的事情给办了。娘，这不行的，您不能这样。为什么不能啊？太早了，我还没有想过现在成亲。那怎么办呢？石家的事情能出来第一次，我相信后面他们还会整出其他事情的。她是你爹的娘，我们没办法的。娘，不用担心。行了，这件事情就听娘的，就这么办了。这方阳家里的情况，你到底了解几分？哎呀，娘，急什么？
方阳天天都在村里。小磊啊，爹其实不想你嫁，但是今天的事情也给爹提了醒，只要你定了亲，或者你成亲了，那么其他人就不会生出什么别的想法。古代都是3妻4妾，村里人也许因为手上没有银子才会只娶一个，可是方阳他现在不好说。爹娘，你们真不用担心，如果我考虑好了想要成亲，那我会告诉你们的。夏天，火炙烤着大地，今年没有雨，走在回村的路上，罗兴磊看到地面裂出来的干纹，有些忧愁。没有雨，没有收成，怕是今年有不少人家要饿肚子了。家里粮食多吗？不多，可能要多囤点儿，不然怕是不够吃的。囤了点儿，每年囤粮大家都成了习惯了，一点都不敢动，就怕遇到灾年，没想到真能用上了。这天罗兴磊被邓大人叫走了，在去县衙的路上，罗兴磊就猜到了邓大人叫他是因为什么。现在外面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知道你很忙，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让你有个心理准备。朝廷刚刚下发的最新消息，通台城那边有村子之前就贫瘠，外加今年干旱，早2个月前就死人了。开始大家还掩埋，后来就没人掩埋了，尸体就那样扔着，整个村子的人都死了。后来通台城现在情况很不好，这次因为灾情严重，魏大人被派了下来，他希望你可以在这次的疫情中救大家一把。是，我这边回去收拾一下，立刻动身去通台。让你姑父陪着你去吧，这样如果出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他的身份还顶用些。我自己带人过去就行，大人不必担心。好，如果中间有什么事情，你就派人传个消息回来，这边我会安排人手，希望瘟疫能控制在通台城。天宁与东华的关系向来紧张，就怕回头出什么问题，到那边千万要小心。好，我离开之后，家里人还要劳烦邓大人多照料。这是应该的，不过你过去，县衙这边拨不出银子，你恐怕要自己想办法。方阳哥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过来有话想和你说。方阳哥哥想说什么？我有点事情要离开一段时间。挺巧，他刚才来的路上还一直在想着回头怎么跟方阳哥哥说，才能不让他跟着自己一起去瘟疫区。没想到他正好有事儿。什么时候走？一会儿就走。方阳哥哥，这些东西你带着，路上小心些，现在不太平。好，没有下雨，到处都是旱灾，自己小心些。我知道，方阳哥哥也要小心。好，快走吧，现在时间还早，不是很热，中午大热的时候就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再走。这一路过去，一整天都没有见到几个人，零散的几个全都是逃难的，越走越荒凉，路过的村子里几乎没有人。又走了一天，他们没有看到活人，但是看到了死人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按说应该有人的吧，怎么就只有尸体，一个活人都没有？不应该啊。是的，有死人，必定有家人在，现在连他们家人都不见了。那边有挖好的坑，应该就是打算埋人的，结果工具都没有拿回去就不见了，坑也是挖了一半。之前在这里挖坑的人应该是被推着离开的。再查查。接下来我们便不急着赶路，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染了瘟疫之人，平常吃东西喝水什么的都尽量用我们自己的。是。小磊，好重的尸臭味啊，要不我们过去看看，这么浓的尸臭味，有多少尸体才能堆出来啊？四人立刻往前走，结果就看到令人头皮发麻、后背冒冷汗的一幕。这次就连罗兴磊都没有忍住，直接吐了出来。小姐，我去查看一眼，
您还是坐在边上休息一下吧。我没事。祝来一在看到尸坑里的情况时就已经晕了过去。罗兴利虽然是男的，但也没有见过这种架势，脸色白如纸。兴利哥，我们带着来一姐往回走吧，一会儿无忧就会来找我们。好，我背着他。夜里，他们进了通台的一个镇子，镇子上看起来很安静，还有三三两两走路的人。罗兴磊细细看过，这些人一点瘟疫的症状都没有。小磊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是说有瘟疫，我们过来之后怎么没有瘟疫啊？不知道，先看看，事情有蹊跷，就先不要贸然行动。你先出去在镇子上转一圈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。是。无忧去了，很快就回来了，带回来的消息是，镇子上一切都正常，而且非常平静。尸坑那边查出来什么没有？这些人应该是被活着的时候扔下去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活着的时候被扔下去呢？这是谁干的？谁干的这还用说，这么大规模的屠杀，如果不是官府，还能有谁？小姐，我们还是先查查再做决定吧。只有这些吃的吗？我们点的不是这些。几位客官是外地来的吧？这些都是我们镇上的特色，客官可以尝尝。你们这里的特色挺独特的。怎么样？他们没有起疑吧？不知道，这已经是我们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。若是他们还不满意，那我也没有办法了。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啊？也不知道这几位是不是上面说的来巡查的人。不管是不是巡查的人，我就希望他们赶紧离开。明天早上我们都没有吃的东西可以给他们了，要不我们将门关了吧？不行，关了门我们能逃到哪里去？被抓回来后果你知道的。先苟活着吧，就当是为了孩子们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客官这是在说什么？我们这里能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？什么事情都没有的。我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巡查的人，我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没有什么事情。你们这里有瘟疫，我们是冲着瘟疫过来的，我们是大夫，但是走了一路，之前都看到逃难的人，后来连逃难的人都看不到，进了你们镇子，更是正常的让人怀疑。将你们知道的事情说出来，我才能尽可能的帮助更多的人。若是你们不说，我们可能还要继续调查，那也只能先住在你们这里不走了。姑娘，请您饶了我们吧。将你们知道的事情告诉我，我才可以帮你们。如果你不说，我不会走。好，我告诉你。您说吧。1个月前，我们这里发生了瘟疫，死了人。不过很快就是县衙的人来将那些染了瘟疫的人带走了。后来染瘟疫的人就少了。可是今年大旱，没有粮食，家家户户都紧巴得不行。就在20天前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又有染瘟疫的人，家家都是人心惶惶的。突然县衙的人就带着官差过来，让家家户户都在家里待着，不许出来，谁出来就直接杀了。起初有些个不服气的，他们想出去找大夫，可是刚出门就被拿着刀的人杀了。见血之后啊，这镇子里的人都不敢出来了，大家就在自己家里待着，哪儿也不敢去。县衙里的人在5天内每天都来，后来大家才知道，不让大家出来是不让众人染上瘟疫，但已经染了瘟疫的就被直接拉出去处理了，剩下的人都是没有瘟疫的。可是就在5天前，
县衙又来人，将我们每家每户的人都带走2个，有的是孩子，有的是老人，有的是年轻人。他们要求我们接下来几天表现出镇上以往的状态，没有瘟疫，没有旱灾，大家和睦。他们是不是还说，如果你们不好好表现，你们的家人就回不来了？是这样的，他们就是这样说的。如果我们不好好表现，我们的家人得死。放心吧，我们明天就走。这位该不会就是官府想要巴结的吧？这假象就是给这位看的？应该就是这位。如果这位要在县城里待下去，那有可能县里百姓就跟着遭殃一天。如果他要离开，大家或许才会露出真实的一面。这位公子看着像个当官的，身份肯定不凡。就这样的情况，他难道就看不出来？别人想让他看到的就是好的，不想让他看到的，他是不会看的。我一个人去前面看看是什么情况，你们就在后面看着这位公子，看看他离开县里之后，县里是什么情况。这位小姐，我们家老爷有请。小雷啊，上来吧，有话在马车上说。你家老爷是魏大人？是的。您这是？坐吧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刚才城内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官府这边出了问题，太子来了，但是当地官员不想让太子看到旱灾的样子，就让当地百姓营造出一种假象。不是说有瘟疫？我来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，看到有死去的尸体，尸体是染瘟疫而亡的。从那之后就没有看到一个染瘟疫的。从王城往这边的全都被清理了，这些人大致也要被赶走，都赶到边界去了。边界？我来的早，已经去查看了一番，很多都被赶了过去。这边官员不除，瘟疫难以得到控制。我已经给朝中最信任的官员送信过去，他们会想办法的。相信这件事情很快就会有个结果。但愿吧，既然染了瘟疫之人都被赶到边界去了，那我也会早点动身过去。好，我书信一封你带着，到当地之后去找杨大人，他会帮你。好。还做什么生意呀？能逃就赶紧逃吧！没听说吗？有不少百姓都遭殃了。天宁朝，唉，不少都往东华去了。我们到底是天宁朝的人，去东华他们能接受我们吗？那能怎么办？逃出去还有生路，顶多就是在东华苦一点。可天宁哪里管我们呢？就官府那些人每天还来压榨呢。唉，不说了，我也早点回去了。家里准备差不多了，我回去就可以走了。接下来去海宁。海宁不是边界了？小姐想治病救人，这里就可以，不需要去海宁。边界怕是不安全。没关系，我去那边是因为魏大人跟我说那里有官员可以配合我。若是就靠我们自己想治疗瘟疫，有些难。有方子后，我们还需要药材，大量的药材，这些不是我们可以办好的。哟，天宁与东华的关系挺好的呀，为什么不可以去？难不成边界还能打起来不成？据我所知，天宁这些几大府城有旱灾，可是东华并没有。东华的百姓还是可以活的，而且东华皇上治国有方，他们的百姓本可以活得很好，只是因为天宁这边发生瘟疫，有百姓去了东华，现在东华边城也有瘟疫。是从天宁过去的，东华那边现在恐怕对天宁很不满，不知道会不会打起来。我只是担心小姐的安危。小姐若是非去海宁不可，无忧定会好好保护小姐的。请问哪位是罗大夫？张大人想找哪个罗大夫？魏大人推荐的神医。这位是我家小姐，魏大人推荐的。这位是罗大夫，这位是祝大夫。小姐，这位就是魏大人所说的张大人。街上这么多尸体，张大人就没有想过派人来处理一下？尸体太多，张大人手底下的人也全都染了瘟疫，全身无力，完全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。
属下刚才过去的时候，看到张大人正一个人处理已经腐烂好些天的尸体。还请神医救救百姓。城内所有的百姓都染上了，现在留在城内的都染上了，那些没有染上的全都去东华那边逃难了。现在东华国王那边路上会搜查，若是染了瘟疫的，是不允许他们过去的。先找个地方吧。是，神医请跟我来。这是我为家人备的院子，但家人还没有过来，灾情就开始了。这院子还没有人住过。你先挑选一些可以信任的人，染上瘟疫的也不怕。我可以先找一批药材过来，救治100个。这些人得救之后，我们才好进行下一步。神医需要什么药材？尽可写方子出来，我立刻就去准备。方子里有一味药，特别稀缺，但这味药缺了就没有办法起到效果，所以必须要这个药。现在还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可以代替的方子，待有方子我再给你。行了，你也去休息吧，单靠你一个人也搬不了多少的。是。另一边，就在罗星雷所在的不远处，方阳就收到了信，将医药叫过来。是。殿下，老臣还没有找出可以治愈瘟疫的办法。这个药可有能代替的？殿下，这个药老臣并没有听过，不知道它的药效，所以没有办法给出结论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他们都好了，他们都好了。张大人，既然他们都好了，城内的那些尸体可以处理了，还有染了瘟疫的最好在一起，城外还有很多人。神医啊，我知道城外还有人，但这种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。我先让好起来的这些人将尸体处理了，剩下的事情全由神医来指挥。张大人，现在需要的是药材，城内的那点药材定然是不够救这么多人的，而且灾害，就算大家因为有药喝下去没瘟疫的，那饿肚子的事情就没有想过怎么办吗？赈灾粮食已经往这里送了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到。送粮食的是六王爷，您放心，六王爷为人正直，粮食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这些都是张大人该操心的事，我只懂得怎么控制瘟疫不传染上其他人。辛苦神医出方子，剩下的事情我会向上面报上去。医药用来代替的那2种药，是不是天宁没有，只有东华才有？写完之后他就愣住了，并没有将信塞进去，而是直接写了一封信，问能不能与方阳见一面。信他送出去没多久，方阳那边就有了回信，可以见。罗星磊便直接约到方阳所在的城里，他说晚上会在城内最高的楼顶上出现。罗星磊晚上让憨憨带他去了方阳所在的城，他以为方阳待的地方很远，可是没想到他与方阳所待的地方是挨着的，但又不属于同一个国家，一个是天宁的，一个是东华，全是2个国家的边界。显然东华的情况比天宁要好一些，至少城内没有尸体，街上也没有什么人。刚刚落下，方阳竟然就出现了，回头就对上一双深邃的眸子。许多天不见，罗星磊看到方阳的时候，心脏便不受控制地跳动起来，他甚至微微有些紧张。累吗？不累。怎么又瘦了？拿自己身体不当身体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怎么累瘦了？方阳明显看到罗星磊之前手上是没有东西的，那东西是凭空出现的，但是他什么都没说。我带了点吃的过来。你也瘦了，应该留着自己吃。不用，我可以让憨憨带我去别的地方，多的是可以买的吃食。倒是现在这边的情况有些复杂，你给我的那2种药只有东华国有，天宁没有听过，而且天宁就算是有，怕是一下也拿不出这么多药来。医药认识一些人，到时候我让他帮忙，应该可以找来药材。东华国这边瘟疫怎么样？死亡人数挺多，现在已经将染了瘟疫的单独集中在一起，感染人数少了，可以控制一下死亡。天宁怎么了？罗星磊把自己路上遇到的事情细细说了一遍，甚至对天宁没有一丝丝好感。你就直接将方子给了我，
这是东华的事情，若是被天宁王上知道……没关系，我只是一个大夫，管不了两国之间的事情，只是不想让太多的人死去而已。既然那2种草药天宁没有，你又给了我方子，我会想办法将这2种草药多准备一些给你。这样也好，天宁没有这种草药，早点有药，百姓也能少死一些，也算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天宁王上怕是不会这样想，不过他的身份，他身上的担子，救东华的百姓是必须的。好不容易见一次面，不要说这些了，说点别的。好。聊了许久，天都快亮了，罗兴磊这才站起来。你回去吧，如果有药材的消息，你可以通知我，到时我再过来。好，我会尽快想办法。罗兴磊不再说什么，吹了哨子，很快憨憨就来了。他直接上了憨憨的背，然后突然想到他有憨憨，又考虑到方阳想要调这么多的草药，肯定也有难处。草药的事情你不用帮我们着急，我现在就去买。方阳都没有来得及回话，罗兴磊就已经被憨憨带着走了。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将赈灾粮食运过来，再不过来，那些个百姓可怎么办呢？张大人那边怎么说？消息送上去了，但是其他药材送了一些过来，但量少，粮食一直都没有动静。张大人似乎也挺着急的。是，张大人着急的嘴巴都起泡了，可是上面一直都没有传消息下来，还有也没有人过来问城内现在有水了，大家还能撑一撑。无忧，你明天去查一下，看看什么情况。是。小磊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一会儿你们开始将药分好，差的那2味药我去准备，等药到了之后便直接熬，到时候病情严重的先喝，轻微可以等的再缓一缓。好。剩下的药材什么时候能送过来？药材的事情我已经对魏大人说了，可能快了，就这几天。就算是有药材，百姓的病也都好了，但若没有粮食，他们恐怕也只有饿死的份儿。是，我知道，麻烦神医了。东华国才能种出来的那2种药材，我会想办法，但其他的药材需要你了。好。张大人先去让人带病情严重的百姓过来，那些个可以挺一挺缓2天的，便先缓一缓，现在熬出来的药有限。好。张大人的意思是，城内这些百姓最近都是靠着这位神医才活下来的，那么他一个人怎么找来的这么多粮食？这位是定北侯世子，下官见过世子殿下。行了，起来吧，你与本世子说说，这位神医当真这么厉害？这有什么事情，你倒是大可对世子讲。这里没有粮食，神医既能去弄来粮食，是不是用他的宠物去别处寻来的？大人，您知道神医手上有个宠物啊？知道一些，不过没有见过，只知道是个鹰，个头很大。神医想要去别处带粮食，这其中恐怕是要这个宠物帮忙啊。是的，世子啊，张大人是个武官，有些事情上可能想得简单一些，还请世子不要怪罪才好啊。哈哈哈，是个好苗子，既然答应了对方，是应该做好。我倒是很想见见这位神医。小磊丫头现在在何处啊？世子殿下这边请。一路到了罗兴磊所在的院子，几人进去后，就见罗兴磊正在炖汤，边炖还边往里面放些药材。刚进到院子，就能闻到淡淡的香味儿。小磊丫头，这是炖的什么汤啊？看来我们还真是有口福。大人莫要误会了，这不是给大人准备的。大人来时若带了粮食，应该去粥棚；大人来时若没带粮食，城内那些水井里都已有水，百姓们每天都靠水度日，大人也可以去试试。你这丫头呀，粮食带来了，足以解决了这次的荒灾。那就好。师伯，这位是？这位就是神医，瘟疫全都靠他，大家才有了活命的机会。小磊啊，这位是易公子，这次我来的路上可是多亏了易公子帮忙，才能安全将粮食运过来。运粮是这么重要的事情，
朝廷没有派别人一路协助，只让大人带人马运，那也派了不少人吧？这位公子若不是官家之人，难不成比官家人还厉害？他根本不想说，可是这个人进来之后，眼神就一直在他身上没有移开过。这公子进来的时候可是一身锦衣，手上拿着折扇，束腰玉带上还戴着水头极好的玉佩，眼神犀利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公子。是这样的，易公子身手极好，家中父亲是身居高位，所以这次有他的身份在，更好办事儿。既然魏大人来了，城内的瘟疫也控制住了，其他地方不知道怎么样了，百姓中定然还有染了瘟疫的，只是麻烦魏大人早早将药材准备齐吧。你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们这边有瘟疫方子的时候，东华国那边也有了，2城距离也不远，这方子应该就是神医的，但东华国那边也有。方子是小磊给东华国那边的，我不知道。小磊一个丫头，天天在你们眼皮子底下，药方怎么可能泄露出去？定然是东华自己有神医配出来的药方。就是这样的。魏大人，您与这位神医似乎很熟悉，他的脾气不好？没有，世子。小磊丫头是一个很心善的丫头，平常很多善事她都会去做，今天脾气不好，大概是因为心情不好吧。正如魏大人所言，东华与天宁中间还是有距离，神医连城门都没有出，又怎么可能将方子传出去？这种空穴来风的事情，岂不是污蔑神医？从神医进城之后，就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，有时候熬2天才睡1个时辰，有时候就一直盯着大家，就想早点救人。神医没有别的心思，就想救人。药方中有2味药是需要东华国那边才能找到的，既然救了这么多人，我们天宁又找不齐那2样药，这药也是神医找的吧？是，这些都是神医想办法的。他有朋友在东华国，这次神医挽救了不少人。我听说医门也是神医一手创办的，不会就是这位吧？按说就是他。有点意思。翊坤世子身份高，身边自然有隐卫跟着。在憨憨带着罗兴磊离开之后，翊坤就收到了属下传过来的消息。鹰很大。是的，属下从未见过如此大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罗兴磊不知道自己离开让别人发现了，他默默带着东西到了上次和方阳见面的那个4楼顶。方阳早在那里等着了。我今天带了些吃的过来，一会儿你吃了东西再走，我想办法给你送些吃的过去。不用了，我那边有吃的，再说我还能饿着不成？没有吃的，我可以让憨憨带我去其他地方买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我没事儿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我就安心了。好着呢，不用担心。你这边情况怎么样？已经没事了，药材足，粮食也有，百姓都已安排好。我正想着过2天去找你。也不着急，我们现在才处理了一半，还有几座城没有处理，不过人数肯定比这边少。那样也好，别让自己太累。我知道，你也是。这次天宁的百姓多亏方阳出手相救，2人就在屋顶上坐着，说一些罗家的事情，又聊一些百姓。天快亮的时候，罗兴磊回去的。早上罗兴磊简单吃过早饭后，收到了一封家书。作孽一辈子的罗六老2口终于得到了报应，现在2人的情况不怎么乐观，倒是罗爱贵与罗爱宝2房谁也不愿意管，就连罗六老2口最疼爱的大孙子罗兴辉取了10学历，后来发生那样的事情后，便直接留在石家了，再也没有回过罗家。这次老2口病了，给石家送了好多消息过去，罗爱贵甚至亲自上门去求见过，也没有见到罗兴辉的人。罗爱福虽然嘴里没有说，但心里还是期盼着罗兴磊可以回去的。世子殿下在这里还要多加小心呢。放心吧，好着呢，也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我还能出什么事情不成？以防万一。行了，你走吧，太子先回去，指不定会说些什么。罗姑娘是一心救人，别因为药方的事情让她寒了心。是。
麻烦魏大人回去之后将信交于我母亲，这样不会连累你。好。来人。殿下。去查查小磊的情况，尤其他身边的男人，我要事无巨细，小心些，别被他察觉。是。这么严重？不是在吃药吗？还没好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新阳给开的药，这药一副副的吃下去，愣是没好。大哥当时信里说，是因为他们去镇上被人打了，所以回来之后才病了。按说都是外伤，怎么会这么久呢？可不是吗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罗六与赵氏可能手里有些余粮，那段时间正好闹灾，粮食紧缺得很，粮食的价格那可是比以前的肉还要翻几番的。两人早上去镇上，直接去粮铺将粮食卖了，可是就是这样被人盯上了。在回凹山村的路上，有一段路很偏，又没什么人，当时就被盯上的人上来抢了。两人护着银子不愿意给，最后被打，银子也被抢了，人也落了一身的伤。总之怎么听都像是报应。这倒没什么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听你大哥说，他们将很多粮食都卖了，留下来的那一点点粮食，一天一顿饭，也只能撑半个月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。还能怎么想？肯定是想着到时候没得吃，自己那么多儿子，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。鲁星辉那边还是没有消息？没有，大伯父去了好几趟，别说是见人了，连石家大门都没有进去呢。既然我回来了，明天过去看看。行，到时候呢，你去看看。我总感觉这病得太蹊跷了。好。娘，爹每天晚上都是那么晚吗？你大伯和三叔家没人管，你爷奶那边需要生活，烧的柴呀、吃的水呀什么的，都需要你爹给提前准备好才行。爷爷年纪也不大，院子里又有水井，怎么水都成问题了？没水了，院子里的水井枯了，现在要去村里挑水。好，那我就不等爹了，先回房睡了。去吧。啊，太晚了，就不要等我，自己先睡。小磊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他没事吧？回来了，就是外面吃不好睡不好，人瘦了不少。哎呀，其他都没事儿。啊，那就好。我今天回来晚了，若是再早点还能见到。没事儿，人都回来了。爹娘那边身体还是不好吗？不行，让小磊去看看。哎，没什么行不行的，星阳给开了药，按说病应该早就好了，可是爹娘非说他们还没好。这不，我今天过去又提出来要来咱们家住的事情了。这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没同意。爹娘若是住过来，几个孩子怕是都会不开心。爹娘不喜欢宗英他们，说是过来肯定要闹腾的。还是让小磊明天再过去看看吧，说是真的身体有急，小磊在可以给看好。行。哎呦，是瘦了不少。也没瘦多少，平常吃的还不错。怎么可能啊，那边都没有什么吃的，听说前段时间挺乱的，现在看到你回来，我们也就安心了。都快洗洗吃饭了。好。昨天你们爷奶提出来想过来咱家住，以后让我来养老。爹是怎么想的？我想先听听你的想法。爷奶要是过来，这个家里怕是不太平了。星阳哥不是给爷奶看了很久，天天都吃着药，这么久人还没好。那我今天跟爹过去看看。你跟我过去看看。星阳的药拿回来不少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起色。爹，你每次将药送过去后，都会亲自熬了给他们喝吗？没有，你奶说她自己来。罗星磊笑了，如果药一直都给，但身体一直没怎么好，指定就是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药给了对方没吃，一种药给了当真不管用，但第二种的可能性太小了。心笑，二姐，还好你没事儿。你不是出镖了？回来了。
二姐，你是不是有治疗瘟疫的方子？是。你是不是将方子给了东华国？你怎么知道？二姐，我们逃吧，带着全家一起。你说什么？你将方子给了东华国的事情，让王上大怒，他派了钦差大臣要将你在这里直接斩首示众。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？我以前走镖的时候救过一个人，他的父亲就是这次的钦差大臣。我在回来的路上正好在酒楼遇到了他，他悄悄告诉我自己要来白宁县。我听闻是咱家这里，我就多问了一句，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他便说你将方子给了东华国是叛国行为，他父亲带着王上的命令要直接杀了你。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你先去洗洗，这一路来是不是没有好好吃东西？我去给你煮点面。不行，二姐，你跟我一起回去，我们告诉大哥，我们离开吧，不要在这里待着了。星象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没事的。二姐，你怎么能不着急呢？他们要杀了你，他们要杀了你啊！明明是你治了瘟疫，他们现在竟然还要杀人，太过分了。星象，你去洗洗，我去给你煮面，一会儿二姐再和你细说，我没事的。不行，二姐，以往有什么事情我都听你的，可是现在你必须听我的。星象，他真的敢杀我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，他是王上，下这样的命令没错，可我也是救了百姓之人，如果他还有点脑子，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不要着急，我们都会没事的。可是二姐……行了，现在听我的命令，去洗洗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大人让我来通知你，能走就走，他们找不到人就会走。至于你的家人，大人会帮你照顾的。你回去告诉邓大人，我不会逃，他们要抓的是我，就让他们抓好了。哎呦，这个时候千万别使性子，那可是要命的。圣旨已下，抓到你的人定然会直接要了你的命。正常情况下，应该先押你去王城，王上亲自审你。可是他们都没有提，意思就是要在白宁县杀了你。你怎么还能这么淡定啊？哎，快走吧，等风头过去，或者再有个什么病什么灾的，他们需要大夫就会想起你。我不会逃的，你回去将我的想法告诉大人就行，他们要来便来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这么倔强呢？刚才大人让我过来通知你的，他会尽量拖延时间。没事儿，回去吧。二姐，还是逃吧，我陪着你一起，爹娘肯定也是愿意的，你不会孤单一个人。你们真是糊涂啊！一旦进了大牢，下一步可就是上断头台了。进了大牢，总归也还是需要时间的。再说进去之后，看守的人也是衙门的，小磊就算进去也不会亏到。哎呀，行，那我先回去将小磊的决定告诉大人，你们也做好准备吧。我估计那位大人过一会儿可能就会想着过来抓人。神医，外面有位姓易的公子求见。易坤，他来干什么？带人去花厅吧。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刚才听到消息，说是有钦差拿着王上的圣旨前来，然后我的小厮正好在外面，看到有衙役来了你这里，所以我过来看看情况。你这消息不灵通啊，不是说你家与魏大人家交情不错，王城来的消息你不是应该更早知道吗？明明他是知道消息才来的，这丫头也是毫不留情地拆穿他。也没什么事儿，他们就是想抓我入牢，然后直接斩了我。你是我见过第一个拿性命不当性命的人。其实从见到罗星磊开始，他动不动就有这种感觉，以前从来都没有过，所以他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了，只是很想靠近他，想跟他说话，想跟他相处，甚至想将他占为己有。你这般看着我干什么？难不成是想救我？自然要救，你这一身医术，若当真因为这一点点事情而亡，岂不是太亏了些？其实以你的医术，何必留在这里？去王城吧，那里才可以让你大展拳脚。我的家在这里，所以哪里都不去。
其实你的家人可以一起去王城，你大哥是个做生意的好料子，王城开个铺子也能赚钱。再说现在在这里对你一点也不利，他们想要杀了你，你若是与我一起去王城，我们可以想办法。你救了那么多人，以你的一身医术，也可以保你安全。想必这次王上下的命令是被人蒙蔽了。哦，你似乎很了解王上。家父在朝为官，对于朝中之事多少了解一些。王上心系天下百姓，自然将百姓的安危放在第一位，而你又是救了他们的人，王上应该不会直接下这样的命令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次的钦差是假传圣旨，还是说山高路远，我在这里也招惹到了王城的贵人了？有人想要杀了我，才会偷偷下这样的命令？没有，我还是想劝你跟我一起走，我们一起去王城，到时候你可以直接留在王城。我父亲官职不大不小，到时候肯定可以护着你们。不用了，我感觉这里挺好的，他们想要抓我就去牢里抓，想要杀我就杀，全都由着他们。你当真不考虑一下？圣旨已下，你若是真的进了牢里，想要再出来可能就难了，从此还要背上卖国的名声。怕什么？我到底有没有卖国，天下百姓会知道。你自己想好了便好，其他事情我也不多说了。谢谢你过来。我会去牢里看你的。那还麻烦你带点好吃的来，或者书籍也行。好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就不多陪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就跟大人说没见到你人。当大人让你们来抓我，你们却想放我走。大人派东哥过来给你传消息，我们都知道。可是神医你，哎呀，大人没办法，上面派过来的钦差就在衙门，没办法我们才过来的。但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说没见到人。你是好人，不应该被斩。你如果真去牢里，兄弟们也会照顾到你的。谢谢小姑父。你可想好了，你入牢之后消息定会传出去，我瞒得住1-2天，时间久了可瞒不住。那还要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将我杀了才好。总归还是要小心一些的好。到时候我会找一些人手去煽动一下那些曾经被你救过的人，希望王上的命令可以改了。小姑父不用担心，能不能改命令不重要。他就是想要看看天宁的王上到底有多蠢而已。他不是手握重兵的大臣，直接将边关的布防图卖给了别国，或者将天宁国重要的东西给了别国，他只不过是给了东华一个药方。你快回去吧，我们什么都没看到。就是回去，天这么黑，我们什么都没看到。哎呦，小姑奶奶，您这是添什么乱了？快回去啊！你们都是废物吗？抓个人都抓不到。让开吧，我进去才能平息里面的怒火，我不进去，大家都不太好过。日子太清闲，我们喜欢不好过。你们若是现在让开，我自己进去就什么事都没有。你们若是不让开，我就击鼓。不可以击鼓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先回去吧，就算要来也白天。我就算进了大牢，也是在你们的地盘上，正好守着牢房的那些老人多少都有些老毛病，我这几日有空可以给他们看看，你们看可好？就算我进了大牢也不会受罪的，不是？要不我们让神医进去吧，我们将牢房收拾一下，将里面东西摆齐了也一样。再说神医在里面也可以进进出出，没什么不方便。真的到了不得已要砍头那天，我们也可以想别的办法，不是？对，如果我现在不进去，一直都是被抓捕的状态，我可不想一直逃命，而且对我的名声也不好呀。他动作飞快，直接就进到了里面大堂。这会儿大堂的位置上坐着一个年约50岁左右的男人。大人这是做什么？我只不过是去忙了一下，听到消息就赶紧过来了，大人又何必骂他们出气？你是神医？是我。哪里来的小毛孩子，竟然在这里口出狂言，给我拉下去！大人，这位就是神医。抓不到人就抓不到人，现在连你也在这里开始糊弄我了。一个还没及笄的小丫头，怎么可能是神医？
大人还是不要以年龄变能力的好。我是不是神医，他们都知道。大人的目的是押我入牢，牢房的位置我知道，我自己去便好。慢着，你当真是神医？大人若不相信我的身份，可以派人去星阳医门问。大人，这确实是神医无疑。就是你将瘟疫的方子给了东华国。是。你是我天宁国人，为何要将方子给东华？还是东华的人给了你好处？我之前的方子里有胃药，世间难寻，百姓生病人数众多，所以方子不可行。我认识东华国的一个大夫，是他帮了我将药物替换，达到同样的效果。严格来说，药方是我们共同完成的，为何不能给东华？既然药方已经出来，为何不上报朝廷？就算药材再难寻，我们也会想办法。你又何必去找东华的人？百姓等不及，都是肉体凡胎，染上瘟疫用不了多久就会死。大人怕是没有见到城内当时满是尸骨的样子吧？这事儿事出有因，我会上报给王上的。不过这些日子你需要在牢里待着。这样一个人，王上想要将对方收服，恐怕是有些难度，而且年纪还这么小。孙刚回头扫了一眼，只冷冷地哼了一声，转身就走了。牢房那边差床，我去抬，后院有空的。我去拿桌子。我拿椅子。我去找面铜镜，女人都喜欢照镜子。我去买吃的。老王头，你怎么能带小磊姑娘进来呢？我们还没收拾好。不用收拾，我都见过的，外面黑就进来了。小磊姑娘，你先等一等，牢房我们收拾出来了，不过里面还没床，我们这就去抬一个过来。不用了。啊，不，一定要的。小姑娘不要睡地上，太冷。你放心，里面没有耗子和蟑螂，我都撒了药粉。晚饭吃了没有？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吃点。没关系，我是来坐牢的，若是被上面发现，对你们不好。这有什么？只要你人在，没人会说什么。牢里是什么样，那也是我们说了算。晚上这里有人守，床帐都是很厚实的，外面看不到里面。你放心睡觉，明天我给你带吃的过来，有什么需要就跟这里的人说。小姑父，你们这样干，被王城来的那位知道了不好，到时候指定又会罚你们的。让你别来，你非要来。既然你来了，就听我们的。牢房怎么安排，那是我们的事情，你只管住就行了。我回去了，再晚你姑又该急了。好。小姐醒啦。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小姑父不用去当值。今天没什么事情，我们就是过来看看你这边还差什么。不缺了，可别再拿了，地方小，都快堆不下了。啊好，我们就是过来看看你。刘哥给你带了吃的。我和无忧过来的时候也给小姐带了吃的来。有二丫在，饭都让她送吧，你们就别送了。我先去前面，有事儿就让他们通知。你也很闲，镖局那边不用去。二姐，我……行啦，去忙吧，我这里没事儿，你要相信我。小姐，外面消息已经传开了，说您因为卖国被押入大牢。盯着家里那边，还有关家村，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。小姐，外面还传说你卖国一定会被斩首，钦差大人不会放过你的。都说了再传，事情还没有得到证实，就不要慌乱。二丫，你一会儿去一门跟李叔说一声，看看一门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，让李叔盯着点儿。是。无忧，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办。牢房与外面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，罗新雷与无忧又靠得近，说话声音也小，外面人听不到。去办吧。是。小姐，我今天去镇上无意间查到一些事情。罗爱宝去了药铺，进去的时候手上拿着药，出来的时候手上空的。在人走后，我进去打听了一下，襄阳大夫给老两口前段时间开的药都被拿去卖了。卖了？那是针对罗六和赵氏开的药，其他人也不能服用，他们竟然能将药卖了。是卖了，
因为药是用来治疗外伤的，他们当初也只是被人打了，并没有伤到脏腑。这药呢，自然是有人要的。那个药铺的大夫将药以100文一副的价格收进去，再高价卖出。将这件事情告诉星阳哥，让他再给他们开药。你派人盯着，如果罗爱宝悄悄去卖药，你就带着我爹，让我爹想办法叫上我大伯父，一起去现场抓。星阳哥也要去，要装作不期而遇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我坐牢的事情，我家里人不知道吧？现在家里人是不知道，但是明天应该就知道了。村里有人今天来了县里，想必将消息带回去了。那你明天去一趟吧，将消息告诉我爹娘，就说我没事儿，让他们不用担心。是。去吧。在空间里忙了一夜，清晨还没出空间，只是分神注意了一下外面的情况，就发现罗爱春与刘老夫人竟然来了。小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告诉小姑。小姑，没事的，不用担心。我先前让你们别出来，没想到你们这么早就知道了。你想瞒着就真能瞒住啊？我们不出门，还不允许别人来找我们家啦。我没事儿，您看这里哪里像牢房啊，更像我的闺房呢。算这臭小子做了一件让我满意的事。刘奶奶，小姑，我没事的，您两位就别担心了。这牢房里湿气重，你们就先回去吧。湿气重，你能来，我们还不能来啦。我年纪小，身体底子也好，您可不能跟我比。再说这边也没什么事情，有消息你也会第一时间知道的，就别担心了。要怎么样才能救你出去啊？是要银子吗？小姑，这次来的是钦差，命令是王上亲自下的，银子解决不了问题。如果银子能解决，那就不叫事儿了。被罗兴磊这样一说，他猛地想到现在罗兴磊并不差银子，着急着就哭了，剜心一般的。就是眼前这个女人，在他穿过来的时候将他从外面背回去，每天照顾他。脑海中闪过自己穿来的点点滴滴，还有原主脑子里那些与罗爱春相处的画面，有些心酸。罗武早上去养殖场，听到众人在议论，说神医卖国已经被押入大牢。这消息可是将他吓得不轻，飞快的就回家，直接找秦氏拿银子。这是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，火烧眉毛了？没有，我听到消息，小磊被押入大牢，不日就要问斩。你再说一遍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小磊不是才救了那么多百姓吗？听说是小磊将药方给了东华国的人，传出来卖国。我们天宁的人有瘟疫，东华国与我们挨着，他们有瘟疫也是正常的呀，怎么就……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你快给我拿银子，全都给我，我去县里看看，能不能想办法塞点钱，把小磊救出来，不行就让他逃。好。突然就听到外面院子里重物砸地的声音，罗武有些不放心，出门去看，就发现罗老太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站在了屋子门口，显然是过来找秦氏。听到他们的谈话，人晕过去了。娘！一时间罗家慌乱了，罗武当机立断，立刻跑去找马车。这边秦氏已经背着老太太往外走，罗老爷子紧紧地跟在身后。怎么回事啊？还能出去吗？娘，不用担心，您看我这样的能有什么事情啊？您再看看我这牢房。这是不是你小姑父他们准备的？是啊，都是自己人，也没有人为难我。您看大牢的门都没有锁，我还是可以活动的，也是我自己进来的，您和我爹不用担心。怎么办呢？还能出来吗？怎么就坐牢了？你救了人，难不成还救出错了？你大哥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他竟然一个消息都没有透露给我。若不是村里人不知道神医就是你，在我面前八卦，我还不知道呢。是，大哥知道，我当时就是想让大哥拦住你们，没想到大哥竟然没有。他敢！外面都传你卖国，要被问斩。
爹不用担心，当时药方是我与医药一起改动的，而且我们天宁也用了东华的药，这些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。再说我救了那么多的百姓，皇上就算真的想要杀了我，恐怕也要衡量衡量。对，这么多百姓，只要百姓还记着你的好，就肯定会阻拦的。是的，所以进牢里只是暂时的，正好我可以好好看看书，你和我爹就不用担心了，我肯定没事的。你这样说我也算是放心一点，但也不能完全放心呐。娘，消息传开了，这个时候您应该去外婆家看看，将我的事情告诉他们，然后拦着他们，让他们别过来了。这我倒是忘记了，你外婆知道肯定着急，自然要过来看看的。娘，这里是牢房又不是家里，还是让外婆他们别来了，总来来往往的，怕是影响也不好。没事就好，我这2天去街上跟人说说，让你救了的那些百姓为你求情。爹，不用的，我都安排下去了，您不用担心。见罗兴磊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关小妮与罗爱福算是稍微安心，又念叨罗兴磊好一会儿，说给他送饭什么的。罗兴磊就说自己让无忧送，两人这才放心离开。大哥，看给你累的。可不是，大家都来了，我今天单是解释就解释了很久。对了，今天太奶奶听到消息后晕倒了，现在人在医门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我来的时候去看过了，星阳说没事，他们几个都在身边守着呢。不过太爷爷应该还不知道你的消息，我过去的时候他还在问我有没有见你。太爷爷见不到我肯定不放心，我晚上要悄悄出去一下。也好，到时候给太奶奶看看，让太奶奶见到你，这样大家都安心。我想着今天晚上出去看看，不知道。可以的，你去吧，你不回来都没关系，反正当初我们是不想抓你的，你自己非要进来。那我去就回。不着急，我听说那个钦差大人派人回去请示了，没准下一道指令就是放了你。从牢房出去必然要翻墙，可是他刚翻过墙头还没落地，就看到眼前有2个人，下意识间他就直接闪身进了空间。外面正说话的2人回头时，只看到一个黑影不见了，仿佛眼花了一般。罗兴磊进空间还想看看这外面的2人是谁，就发现原地剩下1个人，还是那个钦差大人，另一个人已经不见了。钦差大人似乎很疑惑，盯着罗兴磊的方向看了许久，确定没有人后，这才慢慢离开。罗兴磊感觉没有人，这才从空间里出来落地，悄悄离开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离开之后，暗处走出来1个人，而之前离开的钦差大人也返了回来。刚才并没有看到他，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出来的。他的本事远远不是表露出来的这些，别的不说，就他所救的那些人，也足够引起不小的波浪。你还觉得此人可以斩？世子爷不是下官药，而是王上下的命令。本世子留在这里就是为了阻拦这件事情，我已经去信了，你这些日子就不要管了，你的人手插不到县衙大牢里去。据我所知，县衙里的那些人可是一点都不愿意让他进去，甚至想让他自己走，只不过他不愿意离开而已。一个神医，你以为他的人脉就只有这些？臣从未这样想过。没有这样想就最好，不过你最好记住，这人不是好欺负的就行了。是。行了，回去吧。是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是不是小磊出了什么事儿了？爹没有，小磊没有什么事儿，好着呢。好什么？你告诉我好什么？他就在县里，可是你娘倒了，他都没有出现，他指定就是出事了。你娘的身体一直都很好，怎么去找你们，突然就能晕倒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许氏娘突然感觉头晕了，
星阳他们不是说娘没事儿，今天晚上就可以醒过来。罗星磊推开门进去，屋里人全都扭头看过来，见是他，众人心下大惊，同时也都放下心来。我过来看看太奶奶。哎，对，小磊丫头啊，快给你太奶奶看看，平常身体挺好的，怎么突然人就晕过去了？这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啊，我担心呢。太爷爷别急，星阳哥说没事就肯定没事，我先给把脉。哎，好，没事，一会儿就能醒过来。不过太奶奶可能受惊了，要吃几副药。哎，没事就好，人没事就好啊。这突然就晕倒了，可是将我吓得够呛。您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小磊，你的事情解决了？还没有，我今天晚上只是出来看看太奶奶，不怎么放心。大家都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。牢房里的人都认识我，对我很照顾，而且牢房里小姑父他们给我抬了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大家不必担心的。再好也是牢房，你一个小姑娘家的，怎么受得了呢？吴奶奶放心吧，没事的，好着呢。所以你们今天一直不告诉我的消息，就是小磊入了牢房。小磊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入牢呢？发生了一点点小事儿，所以就进去了，不过用不了多久就能出来的，太爷爷不必担心。说吧，虽然我是老头子，可也想知道为什么。您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，过些日子就能出去了。你救了那么多人，他们竟然还想抓你，东华国的人就不是人了啊？再说那药方不是也有东华国的人的功劳啊？只看着眼前的利益，一点不考虑我们百姓的死活。太爷爷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，牢房里一切都好。再说现在他们也没对我怎么样，会好的。啊，你今天能出来，证明那是你以前心善，与衙门的人搞好了关系，他们也愿意给你方便而已。最近他们会好好照顾你，我就担心以后。小磊，如果有什么需要让我们做的，你就尽管说。现在还没有，五爷爷放心吧，如果真有，我会安排下去的。大家要做的就是不慌乱，我最怕的就是你们担心。就如太奶奶这样摔了，我才不放心呢。行了，你就安心处理自己的事情，家里的事情不用担心，我们都会好好的。另一个地方，就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方阳早已睡下。院子里突然冒出来一个暗卫，上前轻轻敲响了方阳的门。殿下，有白宁县传来的消息。方阳打开信，看到上面的内容，整个人周身温度冷了下来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殿下是出什么事情了？他给了我们药方，结果天宁王上说他卖国，将他关入大牢，不日就要问斩。这罗神医的事情我们的确应该管，可您直接去。照我说的去做吧，他因东华而入牢，我不能不管。殿下，罗神医医术很好，可到底身份上……管好你的嘴，不该说的别说。他是什么身份我很清楚，我的事情自有分寸。他配得上我。闻言更是惊出一身冷汗。殿下这是认真的，若是……他不敢想以后这件事情传出来会是什么样的。行了，按我说的做就行了。回去以后管好你的嘴，我自会给他安排好。是。大人，太子殿下来了。什么？太子殿下？太子殿下不是回去了，怎么会来到这个小小的白宁县？是的，太子殿下身边的人带着令牌前来通知，让大人您去城门口接驾。钦差大人二话不说，直接就往外去。邓大人也往外去，两人脸色凝重。钦差总感觉要坏事儿，这太子在京城的名声可是一般呐。突然他灵机一动，想到白宁县还有一个人。你快点去酒楼告诉世子殿下，太子爷来了。
是。这县里竟然还藏了一个世子殿下，这又来了一个太子爷。这白宁县也不知道走了什么霉运，如果是以往他会很开心，可是这个节骨眼上他是一点也不开心。先腾出一条道来。大人，放过神医吧，神医救了我们，方子是神医和东华国人一起制出来的，也不能占为己有啊。是呀，神医不但给我们药，还给我们弄来了粮食。神医一直都在为百姓做善事，你们为什么要杀了他？就是，神医是大功臣，本该得到奖励的。你是看着这些百姓闹事不打算管吗？大人啊，下官想管，可这您也看到了，百姓太多，我们就算是用强的也没办法呀，法不责众啊。行了，你们都不要着急，太子殿下来了，本官与邓大人要去城门口迎接，也许太子爷可以管这件事情。太子来了，定然可以管了这件事情，我们让他们过去，一会儿直接求太子爷。对，让他们过去。下官见过太子殿下。让他们起来吧，本宫乏了。都起来吧，可有安排好给太子殿下的住处？太子殿下累了。下官才来白宁县不久，对这里也是一无所知。回太子殿下话，下官已经差人去准备，但时间太紧，怕是还没收拾妥当，还请太子殿下移驾县衙稍作休息，下官让人抓紧时间准备出来。废物！下官知错，还请太子殿下惩罚。行了，进去吧。是。殿下，街道两边都是百姓。哦，看来他们还挺会办事儿。求太子殿下做主，饶过神医。神医一心为民，不该死。求太子殿下做主，饶过神医。神医一心为民，不该死啊！在听到他们喊的内容时，心中更是烦躁。就是一个大夫，死了便死了，这些人至于跪在这儿请命吗？自火开路，本宫不想听到。百姓惊到了殿下，让他们全都不要发声。是。王大人真是没眼看，王城的时候这位爷恐怕还能收敛一些，到这里完全是一点也不收敛了呀。百姓请命，太子爷竟然用了这样的手段来镇压，可见是一点也不想看到百姓求情。小磊丫头恐怕是危险了。大人，太子爷这个时候来，是不是因为小磊的事情？我想大抵是。你这2天先不要来了，毕竟你和小磊有亲戚关系。你们在牢里整的那些东西啊，也都去收了吧。万一太子爷心血来潮去看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是。你没事的时候避点人，去跟小磊好好讲讲。万一太子这次来真的是为了杀他，那就让他逃走再说。是。原来我以为太子来，小磊的事情有转机，可是他来之后，有百姓在请命，就直接用强硬的手段让人闭嘴，这恐怕不是个好预兆。是，属下也看出来了。行了，皮绑紧一些，别在这个时候出岔子。那位可是太子爷，稍有不慎，就是杀了你我都是应当的。是。下官见过世子殿下。平身吧，太子不是来了，你怎么还有时间出来？不在身边伺候吗？太子爷手下的人说，一路过来，太子爷太累，就直接休息了。太子休息，你跑我这里来干什么？臣过来是想告诉您，太子让人将罗神医打入死牢，现在牢门口只有太子的人守着，其他人都进不去。死牢？死牢？是死牢。你不是带着皇上的圣旨而来，就是想杀了他们？臣并不是。皇上刚开始知道的时候的确很生气，可是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劝了皇上，皇上又说不必杀，让人来先吓唬，后面还有一位大人要来，目的是为了将神医带回去。带回去？王上得知这位神医年纪轻，似乎有意让太子爷收入宫中，这样以后会是太子爷一大助力。
既然王上有如此打算，那为何太子还要将人打入死牢？或是听说了这些话，所以才要先将人打入死牢。先下手为强，人死了，再想要救活可就难了。再说了，人都死了，还怎么收入宫中啊？太子这是感觉村里的丫头配不上他，这倒是合了他的意。见过坤世子。起来吧，你们主子呢？太子在休息。我进去看看。你也在这里就太好了。哎，你在这里多久了？我听说你帮忙运输粮食的大忙，这里东西这么难吃，你是怎么吃下去的？到处都闹灾，当时没有东西可以吃，所以感觉什么都可以咽下去，就自然吃了。你来这里多久了？灾情已控制，你为何还没有回去啊？留下来等你。好。那位神医并没有方子给东华国，因为方子里有部分药是东华国的，也是东华国的大夫与神医一起写在方子里的。方子有效，他自然也有拥有的权利。我刚才进城的时候你不在，这会儿跑过来，难不成就是为了给一个女人求情啊？你是不是收到消息，听到我将她打入死牢了？这件事情太子要三思，若真弄不好，可能就是大麻烦。我就是一个大夫，能有什么大麻烦？太子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现在怎么办？人我已经让镜子死牢了，而且我也想让他死，不想让他活。如果是因为东华国的事情，那太子不必这样做。如果是因为其他，还是有可以商量的余地。太子纠结了好半天，想到这人到底是长公主家的儿子，长公主就是父王见了也要叫一声长姐，他这个表哥从小就聪明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是因为父王有心想让我娶了这个女人，我才不要呢。她虽然医术好，可是她村里长大的人，村姑一个，会点医术又能怎么样？那为何要杀了她？太子不愿意娶，也可以别人娶，只要是太子的人娶了她，那她以后也是为太子所用的。哎，坤表哥，要不你娶了她吧？听说我与她年纪相同，坤表哥比我大，咱俩又是至亲，你娶与我娶一样。他们没有给你水喝。你怎么来了？过来看看你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死牢这种地方，一般人不能进来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跟太子求情就进来了。不怎么饿，拿回去吧。你这么多天都没有吃东西，怎么可能不饿？还是快吃些吧。以前就感觉易坤的身上有一股难以言说的气质，今天他能从太子爷的看管下进来，指定是太子爷的人。权贵，他没想结交。这是怎么了？怕我给东西里下毒，还是感觉我能进来就是太子的人？只是不饿。带吃的进来只是担心你，我们是朋友，我会想办法救你，至于其他你自己看着办。再怎么样，身体才是最要紧的。易坤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招惹到罗兴磊不高兴。易坤离开后没多久，在外看守的人就给他送喝的进来，态度也不是有多恶劣，晚上就送了吃的进来。性子挺倔强，听说你送去的吃食他都没有吃啊。不过是一个村姑罢了，能怎么样？对，一个村姑罢了。既然没想着杀人，关一关就差不多了，可以将人放出来。坤表哥，你可还没有想过要娶她呢，现在将人放了，不再等等，在最后关头放人，才能表现你救人的时候费了一番力气啊。太子似笑非笑地看着易坤。易坤看着太子，最终没回话，这样子看上去像是为难，又像是默认太子的话。这天太子终于玩腻了这里，也知道易坤同意了他的话，愿意娶了罗兴磊，便打算回去了。早些回去让母后赐婚，将村姑赐给坤表哥就行。今天能主动过来找我，是不是玩腻了？啊，这白宁县也没什么好玩的，我算了算，时辰也差不多。太子在这里待腻了，那我们便一起回去。至于让这位进府的事情，我还需要与父亲母亲商量一番。定然没问题啊，那我们就收拾一下，1个时辰后出发，晚上可以赶到别的地方玩也行。好。
这时有人急匆匆地走进来，世子，信。他随手接过，心情还是大好，这会儿看信都是唇角微勾的。可当他看到信上的内容，唇角就僵住了，紧跟着脸色大变，就连呼吸都急促了些。去查一查太子那边收到消息没有？是。如果太子没有收到消息，就想办法让他快点收到消息。这次捅了天大的娄子，回去以后定然是逃不过责罚。是。收到的消息足以让王上废了这唯一的太子，可以说事情已经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。一个女人就能有如此大的能耐？你收到消息没有？现在我们怎么办？先放人吧，而且需要你亲自去请。易坤说完之后，突然想到罗兴磊的样貌，还是有些迟疑。当真让我堂堂太子去请一个村姑出来，传出去我这颜面还要不要了？既然太子不愿意去，那便我去吧。现在事情已经这样，太子不如先回王城吧。回去？因为我关了这个神医，天宁的2座城都没有了。如果我现在回去，父王一定会惩罚我，我不想。太子不想回去，那不如还是先在这里吧。我去请神医出来，起码要先让神医出了死牢，这样才好进行下一步。太子以为如何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你去请，最好和他打好关系，让他爱上你，这样由他出面去和东华国谈，那边肯定会同意的。我先去让他出来吧，剩下的我们可以再找他聊。行，你快去吧。丢了城池，就算他是天宁唯一的皇子，也是太子，难保父王一气之下不直接废了他。父王正当年，想要再生出来一个皇子，细心培养也是可以的。走吧，这些日子在牢里也累到了，出去好好洗个澡，去晦气。我可以出去？是，太子说你可以出去了。我送你回一门吧。不用了，我不回一门。小磊，你出来了，真好。这2天没有给你送吃的，是不是都没有吃好啊？最近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吗？什么事情？我今天突然收到消息说可以回家了，什么解释都没有，还以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没有啊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是啊，没有发生什么。太子怎么突然就将小磊放出来了？哎呀，行了，都别想了，人既然放出来就是好事儿。我去给你准备火盆，你要跨了火盆去过晦气再回去。此刻的方阳4次拿下天宁城池，全都是他一人的功劳。论心智谋略，恐怕他们在场所有人加起来都比不过他一个。只要一想到罗兴磊一个人被关在死牢那种又脏又乱又臭的地方，心就如刀割一般的疼。依我看，直接杀过去，反正天宁还没有反应过来。我们这般突然出兵，也是打得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就是不知道天宁帝是不是疯了，竟然将神医关入死牢。若不是这位神医，我们还不能这么轻而易举地拿下这2座城呢。消息传出去，我想他们很快就能做出回应。殿下，神医如果被他们放出来，我们还要继续吗？都先出去吧。二姐，你可知道你为何会被放出来？为何？天宁的2座城被攻，东华已经占领，很有可能继续攻。来白宁县的太子怕是不知道东华会这样，估计也是怕，所以才将你放了。罗兴磊听到2座城池被攻，突然就明白为何太子着急将他放出来，感情是被逼上了，没办法才将他放出来。这位神医派头倒是大得很，这么久也不见人来，还是因为本官请不动这位？没有的事情，因为这边距离神医家里远些，所以大人要多等等了。哼，呀，你可是来了，这位是王城里来的杨大人，今天特意过来找你的。不知大人过来是想要将我再关进牢里？神医哪里话，之前也是王上听信了小人谗言，后来查清楚事情真相，便立刻派本官来，就是为了还神医一个清白。这会儿城池都没了，还在这里给他装13，
天宁国都是些什么人呢？那有劳大人跑一趟，我已经被放出来了，便没事了。神医没事便好，我赶着过来，到了白宁县才听到一个消息，不知道神医听说没有？在死牢里待了多日，无人送吃喝，我这身子需要好好静养，这几日就一直没有出来，外面的消息也不知道。不过我已是进过死牢的人，一只脚进了鬼门关，外面发生的事情与我无关了。神医医术高明，无论什么病症，定然能很快就痊愈。医者不自医，若是大人今日过来是为了慰问，那您的慰问草民收到了，草民身子着实难受得紧，那草民就先回去养着了。我身子不好，进了死牢也是你们害的，外面的消息不知道，难不成你们要弄死我？现在有事儿了，就还想要我出头露面？笑话！神医请留步，本官来是想与神医谈谈。太子将神医关进死牢，也是当初太子过于愤怒导致，无心之事。现在东华国因为神医出兵攻打我天宁，天宁已是2座城池，不知道神医可否出面？大人这又是哪里听了谗言？东华国怎么可能因为我一个百姓攻打天宁呢？大人真是抬举草民了，草民只是与东华国的一个游医认识，当初游医就在看瘟疫，我们交流了一下方子，共同开出治瘟疫的方子，其他人还真不认识。再说东华泱泱大国怎么会为了一个草民动手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，大人可以再仔细查查。大人啊，这孩子身子本来就是弱，当初也是因为自己身子太弱，所以才会学医。这次在牢里，怕是又伤到了根本，一时间没办法接待大人了。哼！下官见过太子殿下，世子殿下。杨大人，事情如何？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下官过去，听说神医不在医门，而神医的家距离白宁县较远，就多等了时辰。结果如何？下官无能，见到神医时，神医只说他平民百姓一个，不能让东华发兵。下官想让他去劝阻，可神医犯病，下官也没来得及说。犯病？他有病？传言神医出生就身子骨不太好，所以才学医。进入死牢之后无吃无喝，所以就犯病了。坤表哥，你那日去他就病了？就关个死牢怎么就病了？我那日去时他的确病得不轻，太子派过去看管的2人偷懒，并没有给他吃食与水。后来是我说教了他们，这位才勉强活了下来。这帮狗奴才！现在东华已无再攻打的意图，不如我们现在动身回去，如实向王上解释，想必王上会听太子您解释的。太子应当早些回去向王上坦白，若是有人在王上面前借着这个机会给太子您穿小鞋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世子殿下说的极是，早日回去向王上坦白，也许王上会念太子此次出来有所成长，只是轻罚。若太子殿下一直拖着不回去，才是大麻烦。那好吧，我们明日就动身回京。是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我不在，在你最无助的时候我不在，在你最想我的时候我不在。以后你若需要，我定在你身边。在牢里的时候怕吗？一点也不怕，牢里挺好的。他将那些衙役想让他逃走，后来又去抓他，甚至还说没抓到人，回来被骂，他自己主动去牢房等等，所有的事情都说了，除去他被关进死牢的事情没讲。这次的事情让我意识到自己依旧能力不足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都不足以保全自己，保全自己的家人。以后万事有我。好，我身边有几个自己人，到时候将他们派给你。不用，我可以保全自己，只是在那种皇权的压迫下很无奈。不是所有的君王都不思考问题，会为难功臣。但天下的皇权都一样，一旦涉及到自己利益，人都是自私的。家中事情可处理好了？
这次之后有什么想做的？有呀，再开几个一门吧，让我的人遍布天下，这样无论谁想伤我，都要再三考虑。我帮你。